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选修我主讲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一门课的慕课课程。今天是第一讲，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大家知道，1840年之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的涌向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那么，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对自己本位文化的信心已经崩溃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这道路怎么走，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么，最让我们感到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跟着西欧文化走呢，还是跟着东欧文化走？那么其结果就使得我们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我们古老的5000年的文明始终找不到它的位置。那么，一个对于自己的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失去了信心的民族，它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它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发展。那么，直到最近这2年，习近平同志开始提出来，我们要建设我们的祖国，一定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土壤和源泉，这样我们才找到了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那么好了，问题又来了，这个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那么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千头万绪。我们最应该去弘扬的，是什么？那么从现在看呢，我们举国上下，还有相当的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的思考过。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可能我们相当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是使我们这个前进的这个方向上呢，出现很多这个迷茫。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现在的感想，我就感到现在我们这个气场非常乱。中国文化是什么？说啥的都有，甚至有人说中国文化太伟大了，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不得要领。没有一种文化都是精华的。如果都是精华，那就没有精华。精华它是和非精华，甚至是糟粕相对的。那么我们中国文化说到根上是一个什么文化呢？这地方我想我们首先要引用这个权威的话。所以下面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大旨在礼。梁启超就是我们尊称他梁任公。梁启超先生，我想是一个爱国的一位伟大的学者。我想我们大家都能接受。那么梁先生呢，他曾经把这个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的差异归纳为礼与法。钱穆先生呢，曾经引用他的话说：“梁任公以中国重礼制与西方重法治相对。”西方文化说到根上是个法，中国文化说到根上是个礼。那么钱穆先生，我们大家知道是近代中国我们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简称叫泰斗。那么钱先生对梁先生的这个归纳非常的认同。
他说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换言之，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好，那么说到这里，我想问在座的同学，那么你心目当中的礼是什么？因为近代以来，我们打倒孔家店，反对真孔读经，说这个礼是吃人的，是杀人的。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万恶的奴隶制等等。所以我现在在周围接触的人当中，问到礼是什么，往往这个回答非常的纷繁。在座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一提到中国的礼，你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好，请说。我认为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叫礼呢？哪个国家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我认为中国的礼仪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敬意。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含有敬意的一种交往的形式，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中国礼乐文化始于周公治理作乐，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大到国家典章制度。现在我听到的好多因为我们现在看了太多的戏说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我们好多人一提到礼，那就是三跪九叩，就是皇上圣明，奴才该死那么这些电视剧它把握不到中国文化的灵魂和本质，是不是好，那么刚才有的几位同学呢，都从不同的侧面来谈了一下对礼的看法我觉得大体上是对的。那么我们中国呢是举世闻名的这个礼仪之邦我在写一本书的说3句话。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第3句话，儒家是礼治主义者，他是通过礼来治国的。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西方文化为什么归咎为法治，这个道理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大家知道。在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一个万能的上帝，他主宰着人类社会我们到欧洲去旅游，你可以看到所到之处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教堂。我曾经到过米兰大教堂，世界4大教堂之一。这个教堂建了将近600年，大家想想，能够用这样6个世纪的时间来建一个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在它文化当中的地位之重要，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那么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这个人人性是恶的。为什么？大家知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上帝非常生气，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上帝觉得还不解气，那怎么办？就跟亚当签订了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规定了，你们的孩子不管生到哪一代，也不管是哪一个，一生下来他的灵魂就是邪恶的这种邪恶不是学来的，也不是这个通过教育获得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不学就有，不教而能的一个本性所以西方人经常讲一个词，人有原罪，所以这个原罪是你与生俱来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坏东西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选修我主讲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一门课的慕课课程。今天是第一讲，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大家知道，1840年之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的涌向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那么，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对自己本位文化的信心已经崩溃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这道路怎么走，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么，最让我们感到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跟着西欧文化走呢，还是跟着东欧文化走？那么其结果就使得我们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我们古老的5000年的文明始终找不到它的位置。那么，一个对于自己的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失去了信心的民族，它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它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发展。那么，直到最近这2年，习近平同志开始提出来，我们要建设我们的祖国，一定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土壤和源泉，这样我们才找到了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那么好了，问题又来了，这个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那么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千头万绪。我们最应该去弘扬的，是什么？那么从现在看呢，我们举国上下，还有相当的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的思考过。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可能我们相当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是使我们这个前进的这个方向上呢，出现很多这个迷茫。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现在的感想，我就感到现在我们这个气场非常乱。中国文化是什么？说啥的都有，甚至有人说中国文化太伟大了，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不得要领。没有一种文化都是精华的。如果都是精华，那就没有精华。精华它是和非精华，甚至是糟粕相对的。那么我们中国文化说到根上是一个什么文化呢？这地方我想我们首先要引用这个权威的话。所以下面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大旨在礼。梁启超就是我们尊称他梁任公。梁启超先生，我想是一个爱国的一位伟大的学者。我想我们大家都能接受。那么梁先生呢，他曾经把这个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的差异归纳为礼与法。钱穆先生呢曾经引用他的话说，梁任公以中国重礼制与西方重法治相对。西方文化说到根上是个法，中国文化说到根上是个礼。那么钱穆先生我们大家知道是近代中国我们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简称叫泰斗。那么钱先生对梁先生的这个归纳非常的认同。
他说：“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换言之，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好，那么说到这里，我想问在座的同学，那么你心目当中的礼是什么？因为近代以来，我们打倒孔家店，反对真孔读经，说这个礼是吃人的，是杀人的，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万恶的奴隶制等等。所以我现在在周围接触的人当中，问到礼是什么，往往这个回答非常的纷繁。在座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一提到中国的礼，你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好，请说。我认为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叫礼呢？哪个国家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我认为中国的礼仪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敬意。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含有敬意的一种交往的形式，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中国礼乐文化始于周公治理作乐，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大到国家典章制度。现在我听到的好多因为我们现在看了太多的戏说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我们好多人一提到礼，那就是三跪九叩，就是皇上圣明，奴才该死那么这些电视剧它把握不到中国文化的灵魂和本质，是不是好，那么刚才有的几位同学呢，都从不同的侧面来谈了一下对礼的看法我觉得大体上是对的。那么我们中国呢是举世闻名的这个礼仪之邦我在写一本书的说3句话。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第3句话，儒家是礼治主义者，它是通过礼来治国的。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西方文化为什么归咎为法治，这个道理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大家知道。在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一个万能的上帝，他主宰着人类社会我们到欧洲去旅游，你可以看到所到之处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教堂。我曾经到过米兰大教堂，世界4大教堂之一。这个教堂建了将近600年，大家想想，能够用这样6个世纪的时间来建一个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在它文化当中的地位之重要，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那么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这个人人性是恶的。为什么？大家知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上帝非常生气，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上帝觉得还不解气，那怎么办？就跟亚当签订了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规定了，你们的孩子不管生到哪一代，也不管是哪一个，一生下来他的灵魂就是邪恶的这种邪恶不是学来的，也不是这个通过教育获得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不学就有，不教而能的一个本性所以西方人经常讲一个词，人有原罪，所以这个原罪是你与生俱来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坏东西
灵魂没有1分钟是消停的，老想做坏事。如果你这个灵魂得不到好的约束，那么你无恶不作，最后就会成为恶魔，要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那么大家都很害怕有这样一个结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就说，人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来管理，你自己管不了的。那么做错了要忏悔，再错了有法律，它是一个这样的体系。但中国文化相反，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人心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人不是禽兽，是因为我们的根性里面，它是善良的。这个人跟禽兽不同，不仅是那个样子长得不同，更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内心都有一些良善的本性。按照孟子的说法，有仁、有义、有礼、有智，用佛教的话叫善根，对不对？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个东西，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是可以教育的，我们不是禽兽。通过教育，我们能够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这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一个在根上的差异。那么大家又问了，我们拿什么东西来管理自己的灵魂？要拿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天地之间有公理，有正义，人有良知。这个道德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来说，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气味，但是它确实存在。你离开它的时间久了，你这个生命体要产生问题，甚至要死亡。我想现在这么些年下来，大家都深切地感觉到了，这个人类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这个人跟禽兽的差别就不太大了，甚至这个社会要出大问题的。好了，大家就说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气味都没有，在哪里我抓不住，那他怎么管理我的灵魂呢？这儒家很聪明，就把这个道德把它分解成了很多个德目，这个德目就是一个道德的具象化，它具有可以操作性的一个特点。你比方说我们中国人讲伦理，我们有5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然后有兄弟，然后有君臣，然后有朋友。我们这个社会不管有多少人，超不过这5种伦理关系。那么这5种伦理关系怎么相处呢？刚才有同学说这个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对吧？怎么处理呢？儒家就制定了很多的法则。我们怎么称呼对吧？我们这座位怎么坐我们吃饭的时候怎么做等等等等的。人跟人相处，人何以自处？那么这有一系列的法则，这是小的。那么还有一位同学刚才讲，这个礼呢，它可以大到国家制度，小到我们修身齐家，所有的法则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呢，如果要归纳一下，礼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大到国家的典章制度，小到我们这个修身齐家的这个法则的这个总称就是礼。
所以中国文化说一千道一万，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礼。现在这个礼乐文化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误读啊。我们一讲到礼呢，大伙就会想到一些外在的形式的东西；一提到乐呢，我们就会想到乐器。几十年前，我们湖北省这个随州以前叫随县，出土了一套让世界为之震惊的这个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的成就非常之高结果出来之后有一些学者发表文章就说了，以前讲春秋战国的时候礼崩乐坏，现在看来错了，这个时候的乐根本就没有坏，这个乐好得很，你听听曾侯乙编钟那么这个呢就完全误读了我们的礼乐文化。其实我们读《论语》孔子就说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这句话说礼呀礼呀，难道是祭祀的时候放在那里的玉器跟丝绸吗？不是的，是这些东西它要表达的一个背后的思想。那么孔子还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啊乐啊，难道是指那些摆在那里的乐器吗？不是的。如果说这个乐器很先进，就是礼乐文化，那今天我们这乐器比那时候先进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有钢琴，有电子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音响但是我们很多人看了都摇头因为这些礼乐器它所展示的是背离了人文精神的那些歌这个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个专题来谈什么是乐。那么不是玉帛也不是钟鼓，那是什么呢？这个礼和乐是要表达我们人内在的仁爱之心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我们人是有爱心的我们人有好多美德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字，是仁人这个字很有意思大家想想，我们吃花生有花生仁儿，我们吃核桃有核桃仁儿，吃瓜子有瓜子仁儿，这个人是他的生命的最核心的东西。一个瓜子没有仁了，它怎么长？一个核桃没有仁了，它怎么长？我们这个人如果手臂麻痹了，失去知觉了我们就感觉它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它是什么呢？麻木不仁了我们经常讲这个人麻木不仁这个问题很严重的这个人一定是有知觉的我们人的整个的身体它是可以来表达爱心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礼它是体现我们内心的这种仁爱。我对父母，我对兄弟，我对朋友，我对领导的爱，是要通过礼和乐来表达的。所以孔子说仁而不仁，如礼何？你如果不是一个仁者，这个礼跟乐对你毫无意义，因为它跟这个礼呢是表里关系，内在有了仁爱之心，礼和乐才是有意义的它是表达它的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所有的理念都要表现出来那个表现在外的就叫礼乐所以我们在学习或者将来诸位要去讲授礼仪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为有爱心的人准备的。
呀，这个礼啊，成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极其重要的部分。啊，我们打开《左传》，啊，我们打开《礼记》，打开《国语》等等等等，我们先秦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啊，最晚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把礼已经是看作是这个治国的不二法门。《礼记》里面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我们治国怎么治呢？治国实际上就治民。啊，我们《尚书》里面讲：“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啊，这个上天呐，很眷顾我们老百姓啊，为了让他们能够过上好的生活，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所以为他们树立了君，为他们树立了师。啊，这个国君呢，是把大家组织起来，啊，哎，利用集体的力量，我们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啊，使大家呢能够过上啊健康的、幸福的生活。但是只有物质生活不行，所以还要有老师来教育和引领大众，啊。那么在我们古人看来，一个好的领导者，他既是君又是师，啊，他既是领导者又是教育者。所以这个治国呢，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要把老百姓都教育好。那怎么教育老百姓呢？我们古人不太主张动不动就刑法，那么我们古人是主张呢，要通过礼来提示，来激发你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所以现在我们治人之道莫急于什么，就告诉大家，你要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啊，因为礼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规范，你按照这个规范走，这道德理性就在你身上会扎根，会内化。啊，我们现在北京街头有一个标语，啊，就是要让大家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啊，这口号提得很好，可是怎么样才能内化于心？拿什么东西内化于心？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礼，按照礼的要求做，天天做，做久了，它就内化在你的身上，成为你生命体的一部分。啊，那么你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同学的进步应该想到，啊，我的进步莫急于礼，你懂不懂礼？啊，就这个道理。那么《左传》上一些知识精英讲的话，那不得了啊！啊，我们说置地，把它扔在地上，做金石声，啊，铿锵作响的，响当当的话。礼是什么呢？经国家，定社稷，恤民人，利后世者也。啊，经国治民，定社稷，啊，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发展，啊，一定要这个东西。礼，王之大经也。我不知道大家对文字学有没有兴趣啊？我们任何一句话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哎，讲起来就很有意思。什么叫经？大家知道吗？现在我们大家看不到老百姓怎么织布的了啊，我们小时候还能看到。这织布是怎么织呢？它有经线、纬线。这个经线呢，这个一头是固定的，它一个架子固定的，然后这个一根一根下来，啊，最简单是这个腰肌，在腰里还有一根板子，那另一头是固定在这里的，往那脚一蹬，啊，这个腰一挺，这个一条条经线是摆在那。这经线是不动的，织布怎么织呢？经线是在那里始终不动，只有纬线在里面穿。我是一针上一针下，还是两针上一针下？这个彩色是怎么过去？完全是靠着纬线，啊，穿梭是纬线在穿梭，这经是不动的。要把国家最重要的不变的，啊，我们叫天不变，道也不变。那天它会变吗？
这个我们人类社会的那些最根本的道理，它会变吗？它不变的，它是真理，它是永恒的。那么我们古人认为这个理呢，是王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是国之干也。干是树干。一棵树你把树干搞掉了还有什么？有了树干才有枝叶，才有枝杈。我们再举一些当时的一些非常杰出的思想家，比方苏相。还有你看这个苏相这个人，孔子对他很称赞。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我们一提到苏相，都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就这个就是不管什么色彩的人都对他怀有敬意的。说像什么呢？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忠也。我们如果是懂礼的，那一定是个忠信之人。没有忠信，你谈什么礼呢？这个卑是谦卑。我们对人懂得谦卑，懂得礼让，这是礼呢。教给我们的宗旨，我们后面还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这个礼它要表达的东西是忠信和谦让。我们现在社会上的礼让为什么搞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学礼，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个谦让是一个美德，是灵魂高尚者的一种行为。礼是什么呢？是政之于也，于是车子。我这个治国的理念，我要想把它推行到四面八方，那没个车子，我怎么能推行呢？所以这个礼，它是把我们治国的理念，把它推行到民间，推行到四面八方的，就像一个车子一样。没有车子，你这个政令你出不去的，就在宫廷里面，对不对？苏相还说：“礼，王之大敬也。”这个重要性，我们要反反复复的讲。大家以后学礼，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繁文缛节，把它看作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仪式。孟献子、孟习子子大树，或者叫念太树，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思想家。礼生之干也。我们立身就像一棵树有树干呢。你不懂得礼，不懂得礼背后的那个道德，你这个人立身就是立不起来的。这个礼就好比我们的一棵树的树干，身之基也。你想想看，这立身的基础。孔子讲不知礼，无以立。你在社会上你不能立身。礼，人之干也。这个跟上面说的实际上意思一样的。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被不同的思想家反复的强调。无礼，无以立。一个不懂礼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多年轻的朋友，由于没有这种教育，结果怎么样呢？在家里对父母无礼，在学校对老师同学无礼，到了工作单位对领导同事无礼。这样的人，他要能在社会上立足，那就奇了怪了。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你讲是天经地义的，你不走这个路怎么行？信以守礼。我们一个人讲诚信，是为了守住这个礼。那么这个礼呢，可以保护你的。大家想想看，这生活里面不懂得礼的人是不被人欢迎的。我们在什么时候都谦虚有礼，人家不会欺负你。我们到后面还会讲到，
这个周易里面有一个卦叫乾卦，啊，6个爻全好，864个卦只有这一个卦是这样的，就是你低调谦虚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相反你骄横跋扈，你是自取灭亡。啊，这个道理我们随着课程的深入，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如果你把信跟理全部忘了，你这个人不讲信用，你身上一点理都没有，你要想不亡得乎，行吗？啊，不可能的。啊，谁要说不信啊，你拿出这个来试试看，我就做一个没有信用也不讲理的人，你看看你灭亡的啊，这个完蛋的或者说失败的快不快？我们晋国有一个大夫叫赵崔，啊，他说乐礼乐，这个说要念成乐啊，不也乐乎啊？我们乐礼乐而顿诗书，我们喜欢礼乐，我们呢顿厚啊这个诗书。大家知道孔子实际上是子夷四教，啊，就是诗书礼乐。啊，他这是接受了周代贵族教育的一个传统。这个诗书呢是义之福也。我们一个人要懂仁义，对不对？这个仁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呢？这一套东西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呢？要读诗书。啊，你读了《尚书》，你就知道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读《诗经》，也就可以知道。啊。天下啊，正值清明的时候唱的歌是什么样的？啊，要天下无道的时候唱出来的诗是什么样？有怨，有刺，啊，那么这些道理呢，你要去读诗书，那么你就懂得义者宜也。啊，什么是适宜？啊，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对不对？礼乐德之则也，啊，道德根据道德理性制定出来的法则在哪里？就在礼和乐里面。而这个德跟义是利之本也。我们这个人呢，都喜欢求名求利，对不对？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利。啊，那么我们去追求这样的名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不朽的。啊，那么我们人都向着利嘛，但这个利一定不是私利，一定是公利。哎呀，我们这个孔子啊，这个《论语》里面都教育我们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对吧？如果我问问大家，谁想做小人？我想没有一个人会举手，啊，即便你跟小人已经不远了，但你也不好意思举手。那么如果问谁想做君子，那么大家都会举手。但是并不是说你说你是君子，你就是君子了。那么这里面呢，它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好，我们来读读孟子的这段话：君子所以异于人者。这个君子是少数人，对不对？所以钱穆先生啊曾经说，读书是为了做人，是为了做少数人。所谓少数人，就是指知识精英，啊，是一种有境界的人。那么君子跟一般的人所以不同，啊，所以异于人者，在哪里呢？以其存心也。啊，存在心里的东西不同。我们有不少人现在存在他心里啊，只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money。啊，除了得到这个，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
除了失去这个，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君子呢，在心里面存着2个东西。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呢检查一下自己，那2个东西你有几个，还是1个都没有？如果1个都没有，赶紧往里装。君子以仁存心，他心里面存着仁，也就是说他一个爱心，对不对？他是一个仁者，以礼存心，他爱一个人就会通过礼要表达出来，是不是？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有博爱之心的人，他看到人是无礼的，这2种他是匹配的，有仁爱之心，必然是谦恭有礼。好，孟子进一步解释了，仁者爱人，人是什么？就是爱人。我们在《孝经》里面就说到博爱这个词，韩愈把这个词连在一起，他说人是什么？人就是博爱。这个爱不是光爱父母，爱兄弟姊妹，爱自己周围的亲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它是一种大爱。那么仁者呢，就是爱人大家注意这个爱人不是狭隘的，是一个博爱因为《孝经》也是孔子做的。有礼者敬人，你把这个礼放在心里面，你就会尊重周围所有的人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这样，我们人跟人交往，我先尊重你，那么我期待你以同样的方式尊重我所以我们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平等我们不存在一种什么呢？就是说一些人是只能被尊重的，而有一些人是永远不要被尊重，不是的所以我们呢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你爱别人，别人就会爱你。人同此心，情同此理。这个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我们小时候受到的一种很朴素的教育，就是这样。社会的和谐就是通过互相的爱和互相的敬而实现的。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被大家尊重的人吗？那么你先尊重别人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爱心，种下礼，你会收获这样一些东西。这个礼之重要大家如果说不全面的来认识它我们始终就会很肤浅，我们满足于一些外在的形式。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推荐了荀子的一段话，这段话重要极了。学务乎使荀子这篇叫《劝学》荀子非常喜欢孔子，非常尊重孔子，所以荀子这部书呢，他比较模仿《论语》的，《论语》第一篇叫《学而》，他第一篇叫《劝学》那么他劝你学呢，他告诉你方法。学务乎始怎么开始呢？务乎终要落实到什么地方呢？最终我们学了那么多知识，说1000道10000，要落实到什么地方去呢？其数，这方法，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为什么我们读书要从读经开始？这一点我们在这里要略微做一个讲解。西方人他是宗教文化，所以人家要诵读圣经的，因为这个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你要了解西方人不读圣经行吗？你要了解伊斯兰民族，你不读古兰经行吗？你要了解佛教，你不读佛经行吗？
我们中国没有这些宗教，或者说主流精英，他几乎都不是宗教徒。那么他的价值观的载体在哪里？在经典里面。其实我们一个人读经典跟不读经典是明显不一样的，这个气象是不一样。你只有读了经典，你才知道我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人，说句老实话，我是文到也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念书。等到后来读研究生了，毕业以后我们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了，这时候年龄大了。但是有一个好处，年龄大的人他的经历、他的阅历非常丰富，而文科这些东西恰恰是要拿生命去体验的，所以像我们年龄比较大去读这个东西，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就会比年轻人可能要深一些，但年轻人这个记他记得要比我们快。那么这时候我自从开始读这些，因为我原来我是做考据的那么到后来我开始读这个义理的这些东西，读完以后我就感到我的胸怀、我的视野都不一样我才更加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所以大家要想让自己的道路不走错，你生命的意义人家更加的光大，希望大家一定要读经。儒家文化的精神，它的神髓都在经里面我们中国的学问叫四部之学经史子集所谓四库全书就这四库嘛，经库、子库，对吧？史库集部，这四个东西四部备要、四部重刊都是这四部。这四部里面这个经是领头的它好比什么呢？好比是火车头，后面几个是车厢，它的重要性跟其他三部不是并列的，它是最重要的所以清代有个大学者叫阮元他说了一句话：读书当从读经史，千读万读这个经部的书现在我们讲四书五经，对吧？这个在宋代以后成为经部的书这个四书那么这个五经呢诗书礼易春秋那么后来这经部的书不断的增加，到宋代的时候有13经那么这是我们最应该读对于我们人生的价值是最大的。所以他说史户诵经。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三字经不是经的它叫经，实际上就是它这种很便于诵读的这个经一定是那个经典现在我们儿童诵读经典，有的把这三字经读三字经都叫诵读经典，这个不是很准确的一个说法。好了，我饱读诗书，我满腹经纶，可是我不做，我是道理都懂了，可是在我身上看不到我往那里做你看不出来，我是一个有价值观的人，对吧？那么你内心要有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流露出来，是不是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些孩子这些年我接触过的诵读经典的孩子非常多，但说句遗憾的话这小孩能背好多，能背几万字、十几万字，可是他往那里一站，他跟没有读经典的孩子我区别不出来。所以还有一个要中户读理
读了礼仪，你才知道你说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举手投足应该是什么样，你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个只有读礼，这样你的这个学习才是一个完美的你懂得这些东西了，最后用礼在礼的上面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任何的他的政治理想，他的理念，都是通过礼体现出来的。这个礼它进入民间生活化，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被改变了，就高雅了，就被整体的提升了所以荀子就讲始乎为士，我们开始的是个士，对吧？我上课就是跟同学们讲，我们清华大学一个陈寅恪写的王敬安先生纪念碑，一开头就说士之读书治学，士是什么呢？至于道者之为士，你还不能说是读书了做生意的干什么的都可以读书。士是什么？士是有志于追求道、追求真理的人，这样的人才配被称为士。中国人对士特别重视，所以诸位在学校里读4年书，拿到的学位叫学士，再读3年叫硕士，再读3年叫博士。你一生最高的学衔是院士，大家看到没有？离不开士。但是我们现在拿到这些学位的人，大概很少想到，我首先是一个追求道的人，否则不配叫士。你这是沾了士这样一个虚名所以我们在座所有的人要想到，我们是一生都在求道，所以我们才叫士开始我立志要求道，要学习了，是由于我通过诵经，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懂得了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最终我们经过不断的学习践行，我们最终有可能成为圣人。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做君子，成圣成贤，对不对？诸位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去过北京的孔庙吗？去过。北京孔庙前面那条街叫什么街？知道的举手。大家你看留心处处皆学问那条街是北京唯一的一条，就是一条街上有3个牌坊的，这条街叫承贤街。因为孔子的庙在这里，我们不敢跟孔子平起平坐，不敢做圣人，那么我们做贤人孔子有72贤嘛我们这一辈子无法跟孔子比肩那么我们就降一等像他的那些弟子那样做贤人，所以那条街叫承贤街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理想那么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境界的人那么这个中间呢，光是读书是不够的，光是诵读经典背诵多少万字也是不够的，一定要落实到礼的上面。只有这样，你才能最终成为一个圣贤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不要感到失望，这个老师还不讲怎么握手，怎么拥抱老在讲说那你不讲这东西，我们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肤浅的一种文化了西方人才一开始就讲这些东西握手多少度几秒钟我们这个不是主要的现在大家都在法治好像一讲到礼就是迂腐的只有法才是了不起的。那么其实这个想法是很糟糕的我们中国的历史那么长
这个中间反反复复非常多。我们中国人把历史当作个镜子，我们不是没有试验过法治，商鞅变法，对不对？那个法律条文不得了啊！最后商鞅要逃跑，没有一个店敢收留他，他自己最后被五马分尸，秦始皇那个时候实行法治，可以说是到了最极端的一个程度，可是二世而亡。所以到了我们汉代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我们的社会怎么治理。那么许许多多有识之士其实都认识到，治理一个国家礼跟法都不能缺。有的人说这个儒家非常迂腐这个礼怎么能治国呢？没有一点法这怎么行呢？哎呀，这个你太小看儒家了，儒家不会笨到说点头哈腰就把天下治了。孔夫子当过司寇的嘛，对不对？他不会迂腐到这个程度。孔子还铸少正卯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礼跟法是谁先谁后谁轻谁重的问题，不存在这个要谁不要谁的问题。所以司马迁曾经总结：夫礼敬未然之前。这个老百姓好好的，我们不要老是跟他讲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你如果这样了那样了，我要罚你多少，我要关你多少天。哎呀，这个对老百姓不能这样，老百姓是有良知的我们首先教育他没有犯罪之前，所以我们要用礼来教育他，就未然之前。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教育的。这个清华大学这么多人犯罪的始终是少数吧，1/1000、1/1000吧，对不对？我们这个绝大多数是守法的公民嘛，对不对？所以在你那个之前，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要有文化自觉我们不仅这样，我们还要做君子，我们还要做圣贤他一个心眼往前走，他不会去踩那个底线的，对不对？法呢是依然之后这个人是可以教育的，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害群之马什么时候都会有，一口老鼠屎要坏一锅汤。那么对于要以身试法不听教育的那些人，我们才会用法而且是他已经踩了这个底线。这道理很简单吗？是不是法是一个底线嘛。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能把底线放到一个做人的标准上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的报道，简直觉得触目惊心。一孩子掉河里去了，两岸跟桥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看那孩子怎么挣扎。不下去救。那个妈妈跪在地上说谁下去把我孩子捞上来。竟然有人就说给我多少钱。少了我不下去。那么你有纯粹按法，我会游泳，但是我不下去，这犯法吗？法律能规定水性要好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下去救人？这没有的。这地方只是良知我们再早一点就看到，在电影院门口，在大庭广众之中，一伙流氓把一个女孩子围住了，把她衣服都剥光了。那旁边没有一个人上去，真的看热闹。那看热闹的人犯法吗？不犯法。但是这些人没有良知
已经失去了做人的那个资格。所以法它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它管不到的，它管不了的。现在这个讲法的人，他往往觉得，这个法一下就解决问题，法之所谓用者意见。这个秦国秦始皇之前这个秦国，我们现在看那个秦律，这个法苛条繁密，规定的非常具体。谁要是在马路上倒那个灰，你家里面烧东西用的灰，砍手，这个东西一出来，没有人再敢倒灰了，对不对？你会不会拿你的手去试试那刀快不快要剁几刀才能剁下来？谁也不敢的，对不对？所以一下子马路上没有人倒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种自觉，说老实话，它是惧怕刑法，他的良知并没有唤起。而理之所为尽者，难知你看不出来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大家学理吧，明天就看出来天下大治了，它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东西它是隐性的。但它是最深层的，这个东西一旦真正的在整个社会起了作用，社会的变化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为了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去做理的这个教育。那么这些东西呢，大家不要以为是梁启超先生说是礼制，他是霍发奇想，不是的。《汉书·礼乐志》六经之道同归，六部书不是讲6个方向的东西，6部书是围绕一个东西来讲的，就为礼乐。礼乐之用为急。现在咱们这社会，我就觉得最迫切的。最着急的东西就是大众的礼乐教育，我们后面还会讲，这道理很简单的，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老师你的课有什么用？我说让你有个人样，这就是我这课的作用，对不对？人都没个人样了，这个社会还怎么治呢？你不从这个上面开始端正。你在这些无关紧要的打岔，在贴标语，没有用的。欧阳修曾经编了这个《新唐书》，里面有礼乐志。我读这个礼乐志的时候，真是集结长叹说得好他说我们中国有夏商周3代。3代以上跟3代以下，他认为这个差别非常大。3代以上，他认为是治理的最好的。好在哪里？就他教的和社会要求的，它是一个东西，就是礼。我教你礼，我治理社会用礼，我所有的都是一个标准，就是礼。3代以下，特别是经过秦这些。他嘴上也跟你讲理，但实际上他治国都怎么收税怎么刑法什么报表他全是东西，成了2张皮这个人心都不在这个上面这个理后来成了一纸空谈，所以就知道这是欧阳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司马光写了一个《资治通鉴》。资就是帮助皇上治国的一部从古到今的贯通的鉴，就是一个镜子，以史为鉴。你们去看看《资治通鉴》第1卷第1句话是什么？天子之职。作为一个天子，你的职守是什么？莫大于礼，可能千头万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按照礼
就是我们说的道德理性制定的典章制度、规范去治国，你不能偏离这个东西。哎呀，宋代那个更多了，二程张载朱熹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一看，哎呀，很乱，这国家怎么办？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为天下树立榜样。司马光，我们现在知道司马温公家范，因为他死了以后，他是封为一个封号是温国公，所以我们称他司马温公。司马温公家范。那个时候，这个举国上下就是由于唐以来那个佛教的影响，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文化丢了，都去学佛了，学道了，有的跑深山里面了。这社会乱了、烂了，跟我无关，我要求我的长寿，跑到山里面，我要面壁10年，我想活200岁我想活200岁，就这样。有的人不行，我要每天练诗词。练了诗词，考试考中了，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国家文化快要完蛋了。像司马光就是，我们是有文化的人家，我们家这个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这个生活要按照中国人的文化来展开的。所以他是书里面怎么当爷爷，怎么当奶奶，怎么当爸爸，怎么当妈妈，怎么做儿子，怎么做孙子，那都是按照中国的礼仪一条一条理出来。后来他这个影响了多少人呢？所以宋代的知识分子把我们的文化经过礼这样一种方式加礼加范把它生活化影响了我们整个中国。到顾炎武《日之录》顾炎武这个人的学问非常大，大家应该知道，《日之录》这部书，清代学者没有不读的，清代的学者没有不受顾炎武影响。这个人是个鸿儒我们明末清初3先生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是居首。那么那个时候清军入关，我们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劫那一关我们做不好，这个满人的文化就要把我们的文化覆盖掉了，我们成为一个满文化的国家顾炎武在这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文化快要亡了，大家站起来救亡图存那么这个里面呢，顾炎武呢，总结了许许多多的我们文化上的一些原则它的本质有很多的论述。顾炎武是主张礼制的。这个历代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都是有的说了很多，也有的说这还要说吗？这是当然的东西了我是随便挑2句。礼是什么呢？本于人心的结文中国知识分子特别讲人心的它是以人心为本制定出来的结文，实际上就是礼节天理之节文，人事之宜则。这朱熹这个注《中庸》的时候讲的话。礼是根据我们人性，它不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一个强加于你的东西，不是的，它充分尊重到我们的人心，根据我们人心的需要制定的仪式，制定出来干什么？治人治具一个知识精英懂得用这个东西来治理自己如果我们现在中国有一半的人懂这个道理
每天都有文化自觉，用礼来自治，这社会就太平一半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懂这个道理，啊，那么作为领导者，再拿这个礼去治他，啊，后来曾国藩把这2句话变成8个字，啊，礼是什么？啊，以礼治治，以礼治人，啊，曾国藩是一个礼治主义者。治国家就这2件事情吗？啊，让老百姓有文化自觉，懂得自律。啊，这个自律拿什么？就是要拿礼。他说礼之所信，我们振兴了这个礼乐文化，那么众就治理好了，对不对？治国理民，治国人民，怎么样把老百姓治理好呢？这个不是说要去欺压他们。也不是说老拿刑法去恐吓他们，而是让大家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啊，这个《礼记》里面说的非常清楚，要懂得自别于禽兽。如果你把这个废了，礼之所废，那就乱了。啊，大家现在想想，我们这个街上好多乱象是不懂礼啊，一个汽车来了。啊，只有2个人在排队，我们都要互相挤一下，我们才上去。啊，我们在马路上不知道礼让，我们不知道遵守秩序。我们现在是一个示范的社会，失去了规范的社会，而这个礼恰恰是一种符合道德理性要求的规范。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把它想清楚。啊，我们以后学习和推广这个礼。我们才有自觉，啊，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啊，我们现在好多礼仪培训，说句老实话，真的这是叫人装模作样，啊，故弄玄虚，啊，与我们的身心没有帮助的。礼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钱穆先生啊，是我们学术界的这个巨擘大拇指。那么在香港办新雅书院，办了17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那么这个学校这书院出现问题了，办不下去了。那么钱先生呢就去了台湾。那么他到台湾之后呢，耶鲁大学有一位中文名字叫邓尔林的教授去拜访他，那么请他讲讲什么是中国文化。钱先生高屋建瓴，给他谈了什么是中国文化。钱先生一开头就说，中国文化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礼。他说，在西方语言当中是没有礼的同义词的，你没法翻译，不能把它翻译成礼节、仪式、礼貌都不行。因为中国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礼，西方人无论什么都叫文化。西方人离开文化，他不知道该谈什么东西。我们中国人离开礼，还谈什么呢？就空了，这文化就空了。所以礼是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我们这个人有礼还是没礼，就要看这个，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好，钱先生下面的解释很有意思，他指出了一个现象，我们俗事无睹，习宴不差。就什么呢？我们看欧洲地图很好玩，对吧？这西欧的国家都小国寡民，有的国家小到那国家的名字在地图里写不进去，只能一半写到外面。比方一个叫摩纳哥，这国家非常小。小到甚至我们可能会杞人忧天，这国家能举行足球赛吗？
啊，会不会一脚把球踢到外国去了？当然不至于这么小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地大物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么小也是个国家，我们感到不可理解。钱先生就说了，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小也能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是因为西方是用风俗的差异来区分文化的。方言跟风俗不同，他认为就是不同的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拿到中国来，那麻烦大了去了。啊，我们这个方言，广东最少有3个方言，对不对？我福建好多方言。啊，我们这个方言的差别，我想陕西话跟闽南话的差别，比德语和法语的差别还要大，对不对？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联合国。啊，这方言太厉害了啊！我是江苏人，我听不懂浙江话，人家都讲我们江浙是吴语系统，怪怪。那温州话，我觉得就是听外语。对不对？哎，我们四川人呢，要跑到这个福建去，大概基本上只能是傻眼，一句也听不懂。啊，我们的风俗差别更大了。我们有一句话：“10里不同风，100里不同俗。”我们过年的时候，有北方人吃饺子，我们南方人吃汤圆。有的吃年糕，有的吃糍粑，哎呀，那个风俗真是五花八门，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总体上是统一的？啊，合久必分，但是分久了它又合。啊，那么方言听不懂，风俗差别这么大，为什么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问题就在于，在方言跟风俗之上，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举国认同的，这叫礼。话可以听不懂，但我们的礼是一样的；吃的东西可以不一样，但我们的礼是一样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婚礼，无论南方北方东方西方，无论你是到了马来西亚8代了10代了，无论你是到了欧美了，我们中国人结婚一个最核心的叫亲迎，或者叫迎亲，我们周代时开始有6礼，结婚有6道程序，最后的一道叫亲迎。这个亲迎，无论你是谁，一定是男孩子到女孩子家里去接新娘，对不对？一直到今天，无论在欧美、在马来西亚、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除非你信了基督教，你跑教堂去了，我们一定是这样的。家里有钱的是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凯迪拉克；家里没钱的，小毛驴也行，自行车也行。但是一定是男孩子到女孩子家去，这个文化的强大的传承，在这种你平时不注意的地方，顽强的存在着。这个里面当然我们到后面有一堂课专门讲婚礼，就知道这背后的意思。西方人没有的，所以我们礼是认同。所以这个国家它不分裂。你不要忘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有礼。中国人的这个礼，我刚才说了，相当于西方人讲文化。西方人没有什么不是文化，中国人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不是礼。比方说，我们在这再加一个层面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大家知道。是要建设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那么有关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权威的论述在哪里？在《礼记》里面，《礼记》49篇有一篇叫《礼运》，
是关于这一个理想世界的最权威的、最系统的论述。我们认为这就是理。我们人跟自然怎么相处，在中国古代都叫理。你们去读读《礼记》49篇，里面有一篇叫《月令》，12个月的当行之令，这叫理啊。1月份，天上星象28宿是哪一个宿转到我上面？物候，什么鸟开始叫了，什么花开始开了，什么草开始长了，什么虫开始从土里面出来了。这个时候农活应该做什么？这里面特别提到，比方说春天不许砍伐幼树，这树正在长；不许掏鸟窝，这是鸟开始要繁殖的时候；不许捕捉怀了孕的兽，这都是理啊。这个理是深入人心的。前些年我们甘肃敦煌有一个古地名叫悬泉置，考古学家突然发现这个地上有一个墙，这个墙很显然是立着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扑倒了，扑到地上碎了，都在地上。这好比现在我们在农村村头都有一个土墙或者是砖墙，上面写毛主席语录，写这个口号，写什么东西，那个墙就相当于这个，都扑倒了。后来考古学家把它一块一块的翻过来，再把它复原拼起来，上面什么就是月令。这是理啊，我们全国人民，甘肃这地方都是遵守的。这是我们人保护生态的，那样一种文化自觉。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也是理啊，对不对？政府的开支哪里来啊？我们要修一个城墙，我们要修国防工事，我们要修公路，那钱拿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于民怎么取？税收。这个税收有一个税率，定多少？11之税1/10。你超过这个比例了，你就是暴政。这我们都写在国家的典章制度里面。这个东西往那里一摆，历代的领导者极少敢超过，敢提高税率，他怕人家骂他是暴君。所以我们历史上你去看看，15税一，20税一，30税一，轻徭薄赋，这个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要人性化，这是这一个例子，我们有一部书叫《州官》，又叫《周礼》。这个里面去看看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人民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礼制，你破坏这个就礼崩乐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最了解的，人跟人怎么相处，这个用不着我多讲。另外还有人的身和心的关系。我们修身养性，这个性跟心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到故宫有养心殿，有养性殿，中国人特别强调个人身心的修为，那么这种都要通过礼乐的，否则你怎么呢？你坐那里打坐就修养身心了，那是佛教的一套东西。我们这个宋代的儒家也打坐，但它这个内涵是有区别的。
在中国啊，这个礼啊无处不在啊，就像钱先生讲的，啊，是我们一切社会关系的准则。啊，这段话见于《礼记》啊，好像也见于《荀子》。啊，这个礼它太关键了，道德仁义啊，你说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是知道仁义的人，你不通过礼，你怎么能成就呢？对不对？你的仁义道德是通过礼展现出来，通过礼要展现到大家身上，对不对？教训证书，我们教育学生，教育孩子，我们教育一乡之人，我们把风俗搞正了，你不通过礼，你怎么能做到呢？啊，纷争辩讼，非礼不绝。两个人打官司，那么谁是谁非呢？这个礼就是一个标准呢。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君要像个君，就是领导要像个领导，下属要像个下属。啊，爹要像爹，儿子要像儿子。现在我们好多家里一走进去，我觉得那个孙子像爷爷，那个爷爷像孙子，啊，因为这个爷爷对孙子在行这个子孙之礼，啊，有好多单位一看这个领导不像个领导，这个下属也不像个下属，这搞不好的，啊，这个人都不愿意服从。既不能命，又不能令，啊，这个东西是个觉悟，啊，这个东西是没法的这个去领导他的，所以要有规矩。你做领导者像个领导，你做下属者像个下属，你一旦成为领导，也得像个领导，啊，彼此的身份要很清楚。班朝治军，立官刑法，没有礼哪来威严呢？你说话没人听，因为你不在礼上面。啊，那有规矩的。啊，我们失去了这些规矩，就是一盘散沙。啊，人人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导致祭祀攻击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鬼神大家不要以为是什么那个迷信的，其实在中国里人死了就是鬼。啊，后来道教、佛教那个弄起来，才把这个东西弄成好像是一种会害自己子孙的啊。是，儒家文化里那个鬼神很亲切的，还是我们爸爸妈妈，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得到我们。啊，所以呢，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告庙啊，他还是关心我们呢。老大结婚了，老二啊怎么了啊？我们都要跟他还有沟通的啊，这个非常人性化的。那么我们在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真诚，要按照礼的要求，这里面也是内涵非常深。啊，所以中国的祭礼啊，以前是广泛存在于每个家庭。我们中国人觉得把礼丢掉了，我们就麻烦了。这个里面我们举两段话，一段话是韩愈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原道》。原什么？原什么？唐宋的人很喜欢这样。这个原是一个体例啊，一种论述的一种文体。那么韩愈呢，他讲道啊，大家知道，在韩愈那个朝代，唐朝的时候，这个佛教兴盛到了鼎盛的时候，从帝王开始到平民老百姓，啊，大部分都皈依了佛教。那么还有一些人模仿佛教，创造一个道教。啊，天下的人迷然从之。啊，韩愈非常忧虑啊，我们自己的本位文化就快要完蛋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原道》。
他认为我们中国人不需要去引进一个外来文化，因为我们自身的文化是完整的，是源远流长的，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这个道统，这个我们中国文化之道，它有一个道统，就是一个系统。到孟子以后，后来衰了。不绝如履，履就是一丝线，就剩一条线了，怎么这掉头随时要断，那么韩愈就出来要继承道统，好了，他这个里面讨论了很多问题，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到，孔子用6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教育学生。可是《春秋》这个书，大家有时间到图书馆把它找出来，你翻翻。它像一个大事记，隐公元年春，怎么，桓公3年秋，怎么，它是一个编年体，春秋就这么来的，几度春秋嘛，对不对？所以它叫春秋。那么我们一看读大事记这个东西怎么能做教材呢？所以大家如果读过《史记》读到《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的一篇东西，他当时就跟人讨论这种题材的东西怎么能做教材。司马迁认为，孔子是把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按照顺序排列起来。是让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灭亡都不是突然的，都是有一些最不起眼的事情开始的，微小的，它是渐变的。这儿子为什么把他这个做诸侯的爹给杀了？这从小不教育，对吧？所以要防微，要杜渐。他认为你去读这种读完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国君为什么被杀了？用孔子用的一个专门的词叫弑君，对不对？好了，韩愈不太认同司马迁的这个认识，他提出另外一个，他说孔子做春秋呢，是向我们昭示这个礼的重要。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春秋的时候，王纲结纽，天下大乱，这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松弛了，管不了诸侯做大，为所欲为。那么在这时候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周围的夷狄我们认为中原这个地方居天下之中最发达的。那么四周呢，都有一些相对落后的，或者发展滞后的，或者说它还处在一个比较原始阶段的一些民族或者叫部族。东方叫夷，南方叫蛮，西方叫戎，北方叫狄，是吧？那4个叫起来太麻烦，所以我们也可以呢，叫它叫夷狄，还可以更简单，就叫夷。我们24史都有这个4夷制，四方的夷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周边的这个夷狄呢，他经常跑到中原来抢东西，就是人类历史上野蛮民族掠夺文明民族是一个常态，因为他游牧民族，他逐隋朝而生。隋朝吃光了，他怎么办？他不能等死，他就来抢。那时候这个很厉害，那么一开始抢了，还走到后来有的就不走了。一看这地这么多，那个时候不像咱们现在寸土寸金国家跟国家中间都有叫息地，没有人的，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那个空着的，好了，人家来抢完了，觉得懒得再跑了，我就在这里住下来了，住下来以后，好跟我们一个近距离的观察，
这个时候呢出现2个现象，一个是诸侯用夷礼，这诸侯是我们华夏的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鲁国啊、晋国啊、齐国啊、魏国啊，这个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结果他们跟这个野蛮民族在一起待发现很奇怪我随便举个例子他们不梳头的。我们中原民族早上起来都要梳头对不对？梳了头，好像这个头发要把它盘成一个发髻还要用这个布把它包起来，用簪子给它固定，然后再戴冠当耳的这个地方都还有玉装饰，下面我们还要把这个带子这个阴带要结好我们觉得每天要做这样一套功夫，我们才能去面对新的一天的生活这是每人每天要做的功课，这是我们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一种尊重，对不对？那野蛮民族他没有，野蛮民族披发左衽披头散发的，他们不梳头的我现在常常看到有的女孩子是披头散发的我心里马上就会想到怎么回事呢？那么头都不梳呢，起码扎一扎嘛，弄个辫子嘛，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要是哪个女孩子不梳辫子那个老年人马上就讲吃婆子你是疯子你不梳头然后我这个衣服都往这边来，我们都用右手人家反过来的扭着的这个叫民族，它有文化表征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还要漱口我们最晚到唐代那个10天要洗一次澡这很卫生的。一看那野蛮民族不漱口的，也不梳头的，也不洗澡的，衣服反着穿的，好，他就学了诸侯用夷礼，久而久之他就学成了夷狄了左传里你看好了有一些这个现在咱们叫什么的，原来是达标的，后来他不达标了好了，这个诸侯开会不带他玩了，我不通知你了，因为你一来我受不了你已经变成堕落成了野蛮民族诸侯用夷礼，这夷之夷狄没有资格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如果反过来呢，他原来是个野蛮民族，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一看哎呀他们真文雅，他们说话用敬语的，文绉绉的他们懂得礼让，懂得谦卑，他们身上干干净净没有臭味的。好，然后他也学我们，最后一学跟我们一样了，叫敬于中国。我们中国人了不起的，没有种族歧视，只要你文化达标，你就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份子。敬于中国，这中国之。韩愈这的话你不要小看了，后来传到朝鲜，朝鲜人一开始有自卑感，他们觉得他在文化上很多地方是不如我们，他也知道我们可能把他当东夷看待。他们后来一看韩愈这文章受到鼓舞，哎呀，这个中国人他不歧视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中国的礼仪，我们要敬于中国，让他们把我们看作是汉文化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后来到了宋明时期，我们这个诸子家里什么等等的传到他那里，还有他从国王开始一直到下面的人，全国学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学一个什么呢？它整个的民族的形象、生活的样态彻底的变了
啊，所以我们后来被清朝灭亡了，是吧？韩国人就说我是小中华，我们这个文化还全在，啊，他以这个自居，啊，那么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整个这个朝鲜是中国本土之外儒家化最彻底的一个地区。怎么彻底？他所有的生活用儒家的这个礼仪，啊，冠婚丧祭，啊，所有的东西都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所以这个儒家文化彻底改变一个民族，啊，加速了它文明的进程。这朝鲜大概是一个典范。到了宋朝，大家感到这个礼是不能丢的啊，礼一丢就完蛋了，礼丢掉了，我们还能叫人吗？啊，所以北宋啊，陈浩、陈毅二臣，啊，有过这样一段话。有人就说是到底是大臣还是二臣啊？没办法，二臣遗书里面有一些他不分，啊，不是大臣就是二臣吧。哎，他们把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动物分成3等，最低一等叫禽兽、畜生，然后这往上发展一下就成为夷狄，啊，就他已经脱离了动物界了。他会使用火，他会使用工具，他会做陶器，他会造房子。是吧？还有一个是最高层次，哎，就他的生活特别有品质，特别有文化，哎，这个就是我们华夏。那么当时宋的时候，宋辽金元那个夷狄交庆啊，又出现这个局面，所以二臣告诉大家，我们再怎么变，这个礼不要丢啊！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才有的一种文化，而且是高雅民族才有的文化。所以你如果把礼失去了，那你就是夷狄啊。如果你堕落到夷狄这个地步了，你还在往下掉，那就成禽兽了。诸位啊，讲到这里，我心里面觉得是很不安呐。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层面上呢？我们谁也不会承认我们掉到第2个层次去了。可是是第1个层次，第2个层次是有没有理由？而不是你说自己是什么层次就什么层次的哦。现在我们社会有一些地方看起来真是禽兽不如啊。如果我们不愿意跟鸟兽同群，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那么请学习礼仪吧。啊，一切不愿意堕落成禽兽夷狄的人，都应该自觉的啊来学习礼。还有钱先生那段谈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在中国无论在哪里礼是一样的。他讲到他的家乡隔一条河，那方言就不一样，对吧？可是我们礼是一样，对一个家庭来说，礼是准则，啊，生死婚嫁、家务外事都有礼，做对了就是很有礼的，啊，违背了礼的起码都错的，对不对？咱们现在有的地方办丧事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跳钢管舞。啊，跳脱衣舞，那玩意就是非礼，啊，禽兽畜生，啊，同样礼还是我们政府的准则，我们的内务外交啊，等等等等。所以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啊，它是道德理性的体现。所以钱先生在结束那篇谈话的时候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怎么高啊？要比方言跟风俗更高一个层次来看到中国之性，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我希望大家要把这些话都牢牢记住。最后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弘扬传统礼仪教育有什么现实意义？就是我开这门课我们除了要承传、继承和往下发扬这个意义之外，它还有现实意义有学术方面的意义同时有现实意义。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我们的生活跟30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是新马泰，现在新马泰已经够不了档次了。我们说欧洲8日游现在出去的人是每年是不得了无论到哪个地方，几乎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能看到中国游客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那个身上很少有礼，大声嚷嚷，不排队不讲卫生几乎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句话，就失礼的行为很多那么所到之处，海外的评价，结果我们都挽救了人家的经济有的一个厂快要倒闭了，我们中国人一去那个就恢复了。一个商店快倒闭了，叫中国游客一到我们就救市奇怪的是，人家对我们的印象不好，人家赚了你的钱，可是内心很鄙视你。人家讲中国现在没有贵族，这贵族不是说你家里有公侯伯子男有那个爵位贵族是指教养。你身上没有贵族气，你不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你像一个暴发户。所以中国人是富而不贵，富是有钱但是你没有贵族气我们现在这个民族形象真是受到损害了。每年全世界都要打分，把世界各国的游客打分。我们都是在最后我们现在外面看到咱们好多的国民，都是我的同胞可他们身上为什么没有5000年的文明的痕迹我们看几张照片，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这样。我们不会排队人是一个有序的社会，人要懂得长者先幼者后，要帮助弱者。我们没有，这个动物界是无序的，对吧？你看过那犬羊会排队吗？我要给他们喂点东西，他们会排着队过来吗？不会，争抢现在你看为什么这个2层要说禽兽夷狄人，礼仪师就这个样子了。现在还没面临生死的抉择还不是打仗还不是面临一个地震现在我们的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将来一旦有那些突发事件出来了逃生的这个机会面前，我们大家会是什么样？你平时不培养不教育，到时候就一塌糊涂的。你看到我们这小孩都喜欢骑人家头上，对吧？这爸爸妈妈你看骑毛主席头上去这个在人家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你看我们做没一个坐像，所以人家说富而不贵，没有贵族气，那就这个样子。说贵族不会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教养的人他不会这么做。几年前我去日本这个京都大学去做客座，我经常坐他们前面的那个叫电车还是叫什么，就在轨道上的
啊，我要从我住的会馆要到学校去，要坐一段，啊，都是井然有序排队的，人跟人中间都隔着一点距离，没像我们这贴着的刚才，啊，而且大家都显得那么从容，是吧？有的时候空好多座位，大家都不坐，有的就站着，啊，那我们不行，我们的屁股都比较沉，啊，哪怕2分钟嘛，啊，我都要给他安顿一下，就显得我们人把自己是摆在一切之上的，我的利益是最大利益。还有那小孩，你看，说我们的游客到香港，啊，引起人家极大的反感。我们大家高兴了一通之后，啊，就把这个我们的家园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大家很少去考虑，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园。现在我们只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这楼道里就一塌糊涂了，到了外面就是个大垃圾箱、大痰盂，对不对？这个素质差到这个程度，中国人抢座令世界惊讶。啊，我们为了抢一个座位，我们可以大打出手啊，甚至动刀子的。啊，打到后来一个坐牢了，一个被捅死了，这个事情都发生过的。啊，世界惊讶，怎么一个座位坐那么几分钟，你站着会死啊？我一直想倡议一下，我们大学生上车，只要有人还站着，我们就不坐，行不行？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要改变这个风气，必须要从自己做起。哎呀，现在全社会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最缺的是礼。你看这北京街头到处都是这一种口号，网上也是这种口号。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一句套话，这里面换了一个词而已。做文明有礼的杭州人、武汉人、南京人、济南人，我注意了，每个城市都有这口号，但是口号不能治国啊。你这么一写，大家就文明有礼了。礼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如果说一写我们就变得文明有礼了，那30年前我们就应该解决了。因为5讲4美，讲文明，讲礼貌，喊了30年，我们社会没有礼，就证明了不具有操作性的口号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养活了多少广告公司啊？可是我们社会风气一点没有变，所以我们要进行全面的礼乐文化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践行，去坚持，敢为天下先，然后呢改变社会。我们如果这样做了，这课才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好，现在来了一个问题了。北京奥运之后，留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遗产，就是西方婚庆公司、礼仪公司，现在铺天盖地。那么有人就说了，我们就推行西方礼仪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费那么大劲把我们传统的恢复起来？哎呀，这个里面道理深了。严复有一句话。国民教育的核心4个字，一个叫人格，另一个叫国性。那为什么国民教育要树立大家人格呢？他说无人格为之非人，你还叫人吗？这人有个合格的，你及格线达到没有？你连这个都达不到，那我们还跟你说什么呢？我们清华这个朱镕基学长，回来的时候回母校就经常讲，当年在清华读电机系，他的老师就说了，首先要做人，人都做不好，甚至没一个人样，你对这社会能有什么贡献？那么
么好了，大家说这个人格我可以读西方的书来培养，对不对？这个礼仪我通过西方礼仪来培养，哎，这样一来好不好呢？不好，因为你没有国性，你没有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不是啊？哎，我们一看你成天西装革履，啊，一张嘴就是英文，啊，做的动作全部是洋人的，那我们就很怀疑你是中国人吗？对不对？中国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国民性。啊，美国有一个驻华大使，是不是叫洪博培？啊，他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是人家认同的是美国文化。啊，因为我们认为他不是中国人，人家也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在我们教育自己有人格、懂礼貌这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失去自己的国民性。我们要做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人。啊，用严复的话，有人格的中国人，或者我们再进一步，人格高尚的、纯粹的中国人。啊，那么大家都这样做，我们这个国家啊才有希望。奥运会召开之前，啊，我当时就痛感我们社会上流行西方礼仪。这个西方的婚庆公司越多，我们民族的礼乐文明完蛋的越快，对不对？我们这一点自觉没有吗？我们一个中国人难道忍心自己消灭自己的优秀文化吗？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懂得，我们要捍卫、弘扬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这篇稿子在前面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就好比是问中华民族过哪国的节日，那节日都是民族节日嘛，对不对？看起来是最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都成了很成问题的问题。一个民族的人不愿意过自己的节日，身上没有自己的礼仪，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我当时呢写了一个这样的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好，这堂课最后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是《礼记》里面的话，就说跟做哪个重要？礼仪我们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叫礼者履也，要践行的，是吧？礼不是摆在嘴上讲的，要去做的。那么现在我们好像更看重于口才，觉得一个人能说会道就吃得香，能走遍天下，这不对。这句话非常好，我把它作为这堂课的这个结束语。君子不以辞近人，我们不会一个人要求他能说会道到极点。所以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我们每一个人就好比一棵树，有粗壮的树干，然后枝叶茂盛，这个茂盛的枝叶都是我们行为构成的。反过来，如果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言辞，就那棵树都是口水弄起来的。我们清华有一个校训叫行胜于言，太棒了那个日晷上。所以孔颖达解释这个话，他君子与人之交，必须言行就看你怎么做的，不得以其言辞之善就说这个人好了
啊，说得漂亮。啊，有道之师则依礼而行。我们是按照礼的要求，我们举手投足都合于礼。啊，有如树干之外，更有枝叶也。无道之师，人皆无礼。他不诚实，啊，只是言辞虚美，那个美不是真的，是虚的。如树干之外，更有枝叶也，这虚假的东西。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讲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第2讲，我们这题目叫礼乐与完人。大家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我们这个人啊，是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啊，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那我们这个人类呢，还要往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发展过去。那么在这么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物质的发展，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发展？那么在我看来呢，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那么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走过的和将要这个前进的这个路程我认为呢，其实归根到底我们社会的发展只有2步路。那么下面呢，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呢，叫走出半人时代。这个名词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半人时代这个名词最早是由我们清华的前辈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那么当时梁先生呢，非常不满意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教育因为我们现在学文科的不学理科，学理科的不学文科我们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整体我们学到的都只是里面的一半，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实际上是个半人所以现在的我们这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实际上都是要想纠这一个偏就是要交叉着学。那么我借用这个名词呢，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里面我来用它的在我看来呢，我们从这个遥远的远古时代发展到今天，实际上我们呢，这走了第一步这第一步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远古时代的那个类人猿发展成为了一个直立行走的人。那么这一步呢，实际上是一个体制上的发展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学科叫人类学那么人类学这里面有一个分支叫体制人类学它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人跟动物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分这个人还是动物？那么学过一点世界史的这个同学都知道我们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所了解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的这个头骨是东非的肯尼亚发现的一个编号为1470的这个头骨。那么这个头骨它的测年是将近200万年。所以我们现在通常呢就把这个年代呢看作是我们进入旧石器时代的一个起点
那么从这一个年代开始，一直走到距离现在大概1万年之前，整个这199万年或者说180-190万年我们把它叫旧石器时代那么这个1万年呢，这一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代大家知道我们北京周口店有一个北京猿人的一个遗址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发现那么它的年代距离大概40-50万年。考古学家在清理这个北京猿人的这个洞穴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在山顶上还有一个洞穴里面也住着人。那么清理的结果发现呢这一个山顶洞人它距离现在的年代只有1万年山顶洞人长的样子已经跟我们今天的人没什么区别。所以负责这个发掘的我们一个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叫裴文中裴先生说呢，这个山顶洞人如果穿上我们的衣服到王府井去，谁都认不出来因为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缓慢的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了也就是说在旧石器时代从1470一直到距离现在1万年，我们中间所发掘到的古人类的这个遗骸他们都属于半人比方北京猿人距离现在40-50万年，他的样子跟我们相差很大。如果他穿上我们这样的衣服到王府井大家看了都要被吓到因为他身上一半像人，一半像猿，所以我们叫猿人北京猿人，印度尼西亚发现过爪哇猿人在德国发现过海德堡猿人。因为在这个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这个中间这个人类进展非常缓慢他原来是手脚并用在地上经常时不时要爬着走一走再稍微站起来，再爬着走一走那么他在体质上跟我们今天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个中间呢，这个人呢200万年当中，他有199万年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发展，就是他后来完全站起来直立行走了。就古人类这个学家他要说出来为什么这是人人之所以为人，从他们的学科角度来讲这个关键点在哪里？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就需要到动物界找出一种跟我们人最相近，但是我们又说它不是人的这个动物，然后摆在一起比较两个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那么这就找出了大猩猩这个大猩猩它的身体的结构可以说跟我们人几乎是相同的解剖学的结果表明，大猩猩身上肌肉的块数跟我们人是一样多的那么这个母的大猩猩它也有月经的跟这个女性人类也是一样的那么它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差别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么学者这科学家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就我们这个地球南北两极终年是积雪天气非常寒冷覆盖着厚厚的冰层那么如果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地球这个两端都有那个冰层覆盖就像一个帽子戴着我把它叫冰帽那么现在地质年代我们曾经有过4个冰川时代，这个冰川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个气候非常寒冷
那个南北两极的冰帽它非常大，它开始往中间扩大，因为地球那时候变冷，那么在两个冰川时期之间都有一个间冰期，在这个间冰期就是气候变暖，这冰开始融化，它一个周期性的。那么在最后一次这个冰川时代，这个大量的这个冰块被融化了，就我们这个地球自转这个速度非常快，对不对？它这个周长是4万公里，那么它一个巨大的速度在转的时候，就把许许多多融化了的冰块给甩出去了，那么它是甩出去的时候毁掉了很多森林，甚至所到之处一些巨大的石头都被甩向四面八方，咱们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叫李四光，他在江西的庐山就发现了第4纪冰川到来的时候，那个冰块就把许多在别的地方的大石头都冲到庐山这个地方来了，他甚至找到了这石头被推过去时候的擦痕，那么后来这个冰都化掉了，可是石头被推到这里来，今天我们到庐山去经常走着，那个中间这么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吊车大概都吊不动，一看是石头，不是庐山的，那么哪来的？李四光先生给出的一个解释就是冰川时代从别的地方冲过来，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就毁掉了许许多多森林，这个类人猿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远古的先祖被迫离开了森林，来到草原上生活。那么原来在森林里面，它是行走手脚并用那么来到平原上之后，这个环境要比森林里面险恶得多。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被迫慢慢要站起来，要观察周围的情况，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后来还采摘什么，这个手和脚开始分工，这个人呢就慢慢的变成了直立行走的人。所以我们讲北京猿人、爪哇猿人都是直立人。是在体质人类学的这个意义上说的。那么由于我们直立了，就使得我们的体质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图，这个大猩猩，你看它这个一个大椎脊椎它是一条这个没有痕迹的就这么下去的。我们人由于要直立行走，这个腰这个大椎就变成一个 S 型的，对吧？大家试试看，一个物理学上，我们要把一个头，这个头把它比作一个球，要把它顶起来，我这边腰必须要弯着，对不对？我们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S 型的结构，所以大家家里的沙发后面都要垫一个垫子，因为你这里凹进去这个大猩猩如果坐沙发上，你给它垫一个垫子，它会硌得难受我们人就这样了，这样一个 S 型以后呢，这颈椎和它呢就分离了，所以我们现在有7节还是几节叫颈椎这是跟脑袋直接有关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由于这样一来呢，这个人的这个脑袋就开始不是往前面倒了我们原来这样的话呢，这个眼睛朝下的，我们永远只能看到物质的微光我们的视野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短和近那么站起来以后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一个就是使得这个头不能再这样这个大猩猩的脑袋这么大，可大家看看超过1大半都是没有用的里面没有脑髓这大猩猩的脑容量，你不要看头这么大，里面只有500毫升
啊，只有500毫升。那么我们站起来以后呢，不再在地上刨食吃了，而且为了要让这个人能够站稳，这部分就开始退化。大家看看，如果我们这个脑袋还这么大，我们人站不稳，要朝前栽，是不是啊？哎，后来呢就慢慢退化了，不到地上找食吃了，而这一部分这么大也没有用，我们开始慢慢的往里收，啊，那么个脑袋就变成一个球形，变成球形以后对我们身体太重了。大家知道，任何一个东西球形的，它的容量总是最大的。现在我们平均的脑容量是1500、1400，它是500，啊，你们看脑袋比它小，脑容量比它多，啊，有的聪明人可以达到2000。所以我们在考这个人类学的这个测量上，啊，就是挖到一个古人类的头骨，看看它脑容量有没有超过550。如果已经超过550了，说明它已经在向人的那个方向进化了。啊，如果只有550以下，它还没有，啊，它还比较糟糕，啊，还不够，啊。那么加上呢，我们吃熟的东西，我们手脚开始分工，我们这个人的脑袋呢，啊，这个开始进化，啊，那么我们成为所有的动物里面唯一一个能够直立行走的动物。大家想想，没有第二个。这个大象站起来拿一根香蕉，它马上又下去了，啊，有的这狗熊能站起来站几步，但它不是直立行走。我们再来看一张这个图，啊，这是1470号的头骨，啊，我们这个200万年前缓慢的走啊，这个中间啊，你看看一半像猿，一半像人呐，啊，那么到现在1万年，我们把这一步走完了，啊，所以这一步呢，我们走完了第一步叫体质的进化，啊，我们开始有一个人样了。那么走到这1万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任务就结束了呢？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没有，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高等的动物，我们还有一个心，啊，我们人有精神家园，啊，包含在我们体内的那颗心，它的发展比体质的发展它要慢，它比较滞后，啊，这个心要改变不太容易，这体质上的改变呢，我们用了将近200年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我们人类是从动物变来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人的心灵，啊，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残留着动物的野性，啊，比方说贪婪、残暴、无序，啊，这就是动物性，啊，这个动物性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人的身上看到，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它这个动物性，啊，就表现得很突出，啊，那为什么凭什么有啊？到一定条件下有呢？就那颗心在起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的人还不能说是一个完人，啊，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在半人时代，我们这个样子体态的这个发展完成了，但是那颗心它的发展的任务还非常的繁重。在我们中国的儒家看来，只有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他的心灵的进化都完成了，啊，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篇里面啊所讲的话，啊，我们都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啊，我们人类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完成。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经常做错事呢？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个表现很糟糕呢？啊，那是因为这颗心的发展还存在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几乎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啊，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教育里面啊，就讲到什么时候共产主义呢？就是人类的发展达到一个顶点了呢，那就是说，除了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之外，那么还要人的品德都非常的完美啊，那不是光讲物质的，物质跟精神啊，所以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要走完2步啊，第一步走了将近200万年，把我们的体制弄得像个人类。第二步，在我们儒家看来，物质享受不是特别重要的啊，还是我们心灵的进化。那么前面这个走了将近200万年，后面要走多少年不知道，这个取决于我们大家的努力啊。所以啊，在我们中国儒家看来，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完人，需要礼和乐的教化啊。所以有同学曾经问我，老师你这课有什么用啊？我就告诉他，这课让你有个人样，让你像个真正的人啊，这就是这门课的意义啊。当然这个整个的理论是我们2000多年前的这个儒家啊他们创立的。西方人是通过法来治理国家啊，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法治，而我们中国人主要是通过礼治啊，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啊已经谈到了啊。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走上了一条跟人家不同的道路啊？他不是通过一种严密的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啊，它是通过一种非常人性化的、非常温和的一套这个礼乐文化来引导社会呢啊。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哪个人拍着脑袋凭空想出来的啊，而是我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步的总结思考选择的一个道路。我们中国呢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几个原生文明之一。大家知道，这个人类文明出现的第一步是农业文明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出现了农业有了农业，我们开始定居了，然后才做陶器然后我们才开始有手工业、农业的分工等等等等。所以最先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就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这个比方巴比伦它是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和大麦。我们中国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那么印第安人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那么我们中国呢，这个地方非常辽阔要比这个巴比伦，要比这个印第安文明呢地域要辽阔得多。所以我们这个北方的小米跟南方的大米其实是2个文明体系，就北方的旱作农业，南方的水田农业我们在距离现在7000多年前，河北武安县有一个慈山遗址，我们在这地方发现了距离现在7000年前的一个遗址。那么这地方出土的存在地窖里面的小米是这个7000多斤7000多斤。那么在我们南方浙江余姚的河姆渡这一个地方呢，也发现了古城楼的遗址。那么当时的人把吃不了的这个稻子就是连杆子给它掐下来堆在地上这个总重量
也超过7000多斤，所以我们这个2大农业文明呢，经过了几千年的交流融汇，到距离现在4000年左右，就是夏朝，我们开始呢进入了青铜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现在从考古学里面我们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我们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发现了大批的商朝、周朝的青铜器，我们这个青铜器都已经成系列，种类繁多，青铜器的制作，这个工艺相当的成熟，这器型或者说是非常的雄伟瑰丽，或者是非常的秀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文明。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就是把社会发展的目标把它归结到物质文明。那我们要过好日子，我们要过很富裕的很有品位的这个物质生活，是吧？大家想想，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家里的电视机黑白的要把它换成彩色的，手动的要换成遥控的，很大的要把它换成很薄的，我们现在这个注意力老是在物质上。那么我们这个中间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些很惨痛的一些教训。那么中国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之后，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发展还需要精神文明的引领，如果没有精神文明的引领，这社会同样要出问题。现在我们许多人都认识到了，对吧？假如一个国家太贫穷，这个人吃了上等都没下等，这要引发社会动乱，要农民起义要出来，但是当这个时候社会它的这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之后，如果失去了人文的引领，它同样要出问题。这个出的问题可能它麻烦的程度不会比贫穷所引发的问题小。今天这社会吃喝嫖赌抱二奶，不是说因为太穷而是因为太有钱了，那么就要出问题了。好，这个中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这个文明史呢，应该说如果从这一个黄帝开始，大概5000年但是我们现在从有文字的这个历史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能说商朝因为商朝后期的甲骨文我们发现的相当多了，但非常遗憾，商朝前期的文字我们到今天都没发现。商朝这个文字绝对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因为它非常成熟我们要给你稍微讲讲，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你都能看懂的那么这前面最少要500年，就是发展到商朝后期的甲骨文文字那个程度，前面最少500年它不可能天上掉下来，是吧？有人就打比方，不可能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就长胡子了，他要长胡子，他前面一定要有相当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那么从殷到周一直到现在3000多年，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在许许多多时候它是一个缓慢的量变那么这个中间我们在古代社会出现过的一次质变就是一次飞跃，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殷周之际当时我们甲骨文发现之后，我们清华有一个著名的学者清华国学院4大导师当中的第一位，叫王国维这是我们近代中国史学的开山。郭沫若曾经说他太伟大了，我们至今不敢望其项背项是脖子
啊，背是这个背，它像一座大山啊，我们根本看不到，啊。那么他在甲骨文在青铜器的研究上可以说是成就最高的一位学者。那么他对于古代史、甲骨文、青铜器等等的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就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叫《殷周制度论》。在《殷周制度论》里面，王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惧于殷周之际，就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加剧烈了。怎么个剧烈法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殷朝或者商迷信鬼神，这个人都生活在鬼神的阴影之下啊。那么到周呢，我们就开始从鬼神的阴影里面走出来了啊，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同学们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发展啊！我们从整个社会迷信鬼神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整体的走出来了啊，开始进入人本主义的时代啊，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个商朝的人迷信鬼神，是古人早就说过了啊，在《礼记》里面讲啊，殷人是尊神，率民以事神。这个政府和这个贵族，他是带领老百姓都迷信鬼神啊，他把鬼神放在第一位啊。那么由于这样一个理念呢，使得这个社会暴露出了许许多多让我们今天听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弊端。我们来看看这张图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个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跑到河南安阳的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那么这个呢，这张图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好多，大家看到没有，一个十字形的，这也是十字形的。这每一个十字形都是一个商王的陵墓中间是木框，然后旁边呢他挖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四面的就是墓道，墓道因为它这个光要从一个斜坡缓慢地推下去，推到下面，那么还有大量的悬葬品都要从4个方向推进去，然后再把它埋起来。4个墓道，这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式。所以这地方呢，你看呢，1、2、3、4、5、6、7，是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挖了，但是没有弄墓道，后来就填了。现在有人说是商纣王，他后来逃跑了，来不及了，没被埋在这里。这里还有，看到没有？那么有的呢是2个墓道的，这是人家说是一个中字形的，甚至还有1个墓道的，甲乙丙丁像一个甲字形的，那么当这个商的贵族被埋葬到墓葬区的时候，需要有大量的人为他殉葬，这是一个甲字形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在这里出来。那么这个人呢，都要被捆到他这个墓葬区的附近，把头砍下来，然后把这个脑袋放到这个墓道上面去，然后他的尸体就埋在这坑里面。一个坑里面基本上都10个人，我们看这是4个墓道的大墓。中央研究院在这里发掘的时候拍下来照片这个非常的深你看这个人在里面才一点点这是考古的这个考古学家和农民
来发掘的农民在一起，这是墓道把它清理出来的。这是现在这个祭祀坑里面恢复了一小部分，我们就看到这全是坑，每一个坑里面10个人的骨架，这样的上千，这个人的脑袋都被砍掉了，脑袋都摆在墓道上。有的时候一个伤亡被埋葬，要几百个、200-300个人为他殉葬，在墓道上摆了以后，把那个棺弄平了，在上面再摆了一层以后，用土夯上，再摆，200-300个，这非常野蛮、非常不人道的一种制度。那么这个呢，是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著名的妇好墓。这是商王有一个商王叫武丁，他有好多个妃子，其中一个妃子叫妇好，这个还不在王陵区，在另外一个地方发掘出来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中间是一个人，都有朱砂，都有贝，但这个人骨呢已经找不到了，周围呢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这青铜器将近500件，这周围有给他殉葬的人的骨架，那么这叫2层台。妇好墓里面出土的青铜器数量非常多，有的都是国家的国宝级的。这个叫3连眼，这下面烧火，这个中间是放水的，然后这个是2个中间一个篦子，可以蒸馒头、蒸米饭，这一种东西叫眼，这可以拿下来往里加水，家里可以烧开了以后呢，这个里面可以蒸东西。你看这里面出土的其中的一个鼎，这鼎有很多非常精美，这里面是一个尊，这个尊呢，这个造型非常独特，叫枭，有像猫头鹰，你看呢，这鸟这个动物这个做的非常的精美，好多这个书呢拿这张图片做封面的，这是商王的一个妃子的那个，是吧？大家知道这是爵，那么这个带盖子的，通常我们看到是不带盖子的。那么好了，司马迁记载这个商朝的历史，有一篇叫《殷本纪》，这里面他讲到商朝灭亡呢，是因为他到后来呢非常非常腐败，这种腐败它是自主性的，是整体性的，而这个里面最让我们记住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商纣王，大家看看《史记》写他一段写得很有意思，我们怎么评价一个人，就这个人是不是人，不是看他有没有什么才艺我们现在什么才艺表演演讲这个比赛这个什么搏斗比赛这东西都不是衡量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优秀人才的标志。我们看看纣知变节急，这人反应很快聪明极了，文见圣明，脑子很聪明，财力过人，这人还是一个力气很大的，能够手革猛兽怪，一个狼或者是一个什么更凶猛的来，他徒手就能跟这个猛兽搏斗，你想想看，这个人可能文武双全，对吧？还不光是文武双全，这个人能说会道，这个智慧足以拒谏。你说，哎呀，你不能这么腐败他马上3句2句把你说的哑口无言，怎么说我们不知道，谁去劝说没有用，他能够把你拒之门外。言他这个说话足以是非，他明明做错了他还跟你讲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人就应该这样活着说的你哑口无言。他在人臣面前经常逞能，你看你说得过我吗？你打得过我吗？你们哪一样能比我行
啊，高天下以身，怪可他这个名声啊不得了。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在他之下，没个人超过他的，啊，狂妄、骄傲、自大这么一个东西。哎，不仅如此，啊，这个家伙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烂透了，好酒、淫乐，啊，那么好了，他要过这种生活，这钱哪里来呢？那么他要叫老百姓，要提高老百姓的赋税，你产多少粮食，里面的%多少多少全部要给我，啊，那么一个露台是他这个放这个钱的地方，他粮仓里面都堆满了巨桥之数。哎呀，要吃啊，要喝啊，要腐败呀，哎，这还不够，他还要各种宠物，啊，狗马奇物。充任了宫室，巨大的宫室，各种各样的珍奇好玩，它里面全有，还去野兽飞鸟，啊，结果久而久之，他成天沉醉在这个里面，他对于鬼神，这个鬼神主要是指这个祖先神，啊，他没有心思去对他们，啊，怠慢了，大聚乐于沙丘，沙丘这个地方。大概是他的一个，咱们现在叫什么游乐场，或者叫什么歌舞厅，啊，哎，他在那里，哎呀，这个就是这个奢侈要够水平啊，以酒为池，你看这粮食吃不完，啊，这个池塘里啊多拿酒，悬肉，我们酒池肉林啊，就这么来，是男女裸。然后在里面互相追逐，啊，一喝酒到天亮，长夜之饮。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日子过得简直是没有办法。上书上记载，老百姓没得吃的了，因为他一次祭祀100头牛，那是小事一桩。啊，我们现在看到500头牛的，甚至问1000头牛行不行？好了，这个老百姓这个牛哪那么来不及长啊？啊，这个老百姓没得吃的了，有的就到宗庙里面去偷。那个桌子上面的贡品，啊，这个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百姓愿望，诸侯有盼，觉得不能跟他走了。啊，好，这个商纣王在情况下，重刑辟，啊，用刑，啊，来治理百姓。啊，大家知道，啊，这个呢一个分歧啊，叫炮革之法。哎，也有的说呢，这个革啊应该改成火字旁，炮烙之刑，这都是一种酷刑啊。书上讲呢，这个所谓炮革之法呢，说是拿那个铜啊做成的格子，放在火上面，啊，炭火上面烤，然后让这个人在上面走，不许下来，啊，最后那个革就是烧的都烫了，那个人在上面不停地走啊，最后人倒下来被烫焦了，啊，死掉了。酷刑。那么还有一种呢，说是炮烙，啊，是做一个铜的柱子，这柱子的中间是炭火，啊，烧着发烫，把那个人把你绑在那个柱子上烤焦，啊，那么用这样的这个酷刑，啊，来不让老百姓说话，啊，那么这样呢，他就不能长久了，啊，所以在他旁边有一个小国，叫周，啊，这个周呢。司马迁讲啊，《周本纪》里面说到，他们是一个富于道德传统的民族啊，非常厚道的啊。这个周文王当时就很着急啊，这个老百姓好比倒悬在上面，这个脚给你吊起来，头朝下，你说这种痛苦啊，所以要把老百姓要把他解救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积极的做准备，啊，做准备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要试探一下。离这个商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小国叫黎，他一看商纣王成天腐败，然后他呢就去把这个黎啊把它消灭了，试试看你怎么反应，啊，那么商纣王下面有一个贵族叫祖乙。啊！一看不得了啊，把我旁边一个国给灭了，赶紧是奔告于王。你看他非常惶恐，用的词很准确，奔告。
然后就说了天子不是这个先王不相，就是帮助我们这个他的后人是你淫戏，所以呢你自绝于老百姓啦，这个老天都要抛弃我们了，就说了一下。所以现在老百姓都说了，老天爷你为什么还不把你的这个神位降临到社会上来结果这个纣王听了以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生不有命在天，我这个命是天在保佑我，我祭祀的时候我那么虔诚那么大方，无所不用其极，老天会保佑我，谁都拿我没有办法。他认为他怎么腐败都不会灭亡。好了，武王克商不忠朝就结束了战斗了。我们书上记载是武王克商他顺应天意，顺应民心他当时这个把军队放到商郊牧野，现在我们河南新乡旁边还有一个村就叫牧野就那时候留下来的名字结果商纣王调了70万军队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像是不用打他肯定赢了这个周武王的军队大致有10万左右结果呢这个纣王的军队起义了拿矛头反过来对准了商纣王，就商纣王逃跑了，跑到露台那个地方，把搜刮得来的宝玉全部围在自己的周围，然后在那里呢自焚那么这个朝代呢就这么灭亡了这个武王克商来的这么快，连武王跟周公都觉得有点意外至少要打一打嘛，对不对？就怎么连打都没打他就垮台了那么就好比一个车子呢开着翻掉了那么他们就要研究为什么这个车开过去的印子叫折，车子翻掉了那个痕迹叫覆辙他们就感到我们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他的国力那么强盛，他的青铜文明那么灿烂，只要老百姓不帮他照样完蛋，而且完蛋的那么快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他的前车之鉴所以周公呢就跟武王2个人研究发现呢主要是他们没有道德，缺德就失人心，失人心失天下。所以我们怎么样长治久安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长安这个词，对不对？我们陕西有个县叫长安县，天安门有一条街叫长安街我们都希望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长治久安。那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一定要有德。所以后来周公治理作乐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提出来的。王国维说了：“殷周之兴亡，周兴了，殷亡了。”这个兴亡乃是有德跟无德之兴亡，他没有德就亡了。我们历史上有道德的传统，我们得了人心，所以我们兴了。所以周公治理作乐的那个东西呢，是旧制度废，使人要拿人去寻葬。现在我们考古上发掘到商代的墓葬往往有人寻葬的，到了周以后很少还有人拿活人寻葬甚至孔子看到拿木头做的假人寻葬孔子都非常生气始作俑者，谁是第一个发明拿这个木头做的跟人的样子一样，还穿着衣服画着人的脸拿去寻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家伙要断子绝孙吧都痛到这个程度，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旧制度呢就开始废了。
新制度开始出来了。他说周公的这样一个制定的礼乐制度，这样的一种谋虑，他是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周公是我们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他的心术跟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这个后世的帝王都是以暴易暴，用一个新的暴力去替代一个旧的暴力。而这个时候，殷周真正是一场革命。王晖说，周的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他的宗旨是要纳上下于道德。以前经常我们批判这个封建社会时说，他们都是骗人的他们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不对。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一直到庶民，要把一个国家组成一个道德之团体，就是以道德立国，而不是跟着鬼神再走下去了。哎呀，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求神拜鬼是没有用的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学可能读过《诗经》，是吧？《诗经·大雅》里面有一篇叫《文王》，祭祀文王的时候唱的。那么大家呢都在歌颂文王他的一生所做的贡献。歌颂的是他里面有这么一句很有意思叫自求多福。你这个人福好不好，是你自己做了什么事的结果你不做好事，你老去拜鬼拜神没有用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学要想想这个话。我们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人的命运要靠自己奋斗，自己努力，自己积德，不要寄托在鬼神身上所以当年我们这个希腊奥运会，大概2000年那一次吧，我们清华有同学看了奥运会，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的主题都是希腊神话。我们有些同学看了以后很羡慕觉得我们中国这个神话太贫乏了你看人家那个神话成体系那么灿烂觉得很惭愧来问我。那么我就告诉他，这恰恰是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在商朝是在鬼神的阴影底下的，我们到了西周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人本主义或者叫民本主义兴起了。希腊一直要到我们的战国时代，它的民本主义才开始兴起，它比我们要差不多要7、8个世纪它的神话比我们多了7、8个世纪在那里发育，所以它那个神话特别完善。而中国的民本主义要比它早7、8个世纪中国的民本主义是早熟的，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这个地方，这恰恰是我们自豪我们从西周那个时候呢，就不再把鬼神当做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好，下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观光这个词没有？听说过的举手。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是观光？老师好，在我理解，观光这个词就是旅游，到处看看。旅游到处看看，对吧？观光客、观光团，错了我告诉你，请坐我们《周易》里面有一个卦，这个卦的名称就叫观。观什么？不是游山玩水，是观国之光，一个国家的人文之光。因为我们现在一个苹果都叫国光苹果
是吧？我们有的名字叫张国光、李国光，哎，为什么国还有光呢？啊，好，下面我们说一个典故。就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周文王在克商之前，那么他们呢按道德来立国，用道德来教化民众，所以这个民众呢都懂道理，都有文化自觉，都能懂得自律，啊，这国家的气象跟别的国家不一样。那么这时候呢，在他旁边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啊，现在好多人看过那个京戏《霸王别姬》，那个姬就是虞姬，虎字头下面一个吴，还有一个叫芮，草字头下面一个内，啊，他那个墓地现在在我们陕西啊韩城附近发现了。这个虞跟芮两个国家中间有一块土地归属未定。然后谁也不肯放弃，啊，争夺了2、3年解决不了，啊，后来就说那我们去找文王吧，这个人最有道德，最公平，我们找他评理，啊，结果这两个国君呢相约来到了周的国境，一进去看到街上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男女各行其道，年轻人帮助老年人。还有一派和谐景象，哎呀，两个人一看傻了，这种景象他们国内是没有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去治过国，啊，那么跑到他们朝廷里看他怎么议政，啊，结果有一个官职，哎，缺人，啊，这个官员不是去买官要官贿赂，而是互相的谦让，都觉得自己的德行。啊，自己的道德修为很不够，让自己上去会影响国家的工作，啊，互相谦让。哎呦，这也是让两个国君看了，哎呀，感到这个啊非常吃惊的事情。因为他们来到民间，农民甲和农民乙在开荒，开到中间那块地方，农民甲不肯要，停下来了，说农民乙啊，这块地是你的。那农民乙说：“这个地明明不是我的，我要说是我的，那我这么无耻吗？我不要。”啊，这个虞跟芮这两个国君啊，看到这里以后，这个汗颜呐，汗流满面。两个人说：“我们在那里争了好几年，谁也不肯让的这种东西，在周人看来是最可耻的。我们还有脸去见文王吗？啊，要被人家笑死哦！”两个人赶紧离开周的国境，啊，回去以后互谅互让，把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还有天下轰动。这文王他没有出面，这个争论了几年的这件大事情就搞定了。啊，他的道德影响，他的人格的魅力，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史记》上写啊，大家都把这一年说是文王已经受了天命了，老天爷已经把国运转到他身上，啊，所以我们现在读周的历史很有意思。其实他那时候他没有推翻商纣王，但是周人回忆他们的历史，一定从文王开始。啊，那一年文王已经在位50年，啊，现在我们出土的青铜器啊。啊，这个上面有人就是隶属我们哪个王，一定从文王开始。啊，那么这个呢，虞芮两个国君在周看到就是国之光。一个知识精英要领导一个国家，要看2个东西，一个叫天文，一个叫人文。我们经常讲天人关系，对吧？天文什么呢？我们古代是农业立国的，靠天吃饭。啊，24个节气，什么节气该干什么，什么节气该干什么，哎呦，这个太重要了。
我们现在用阳历了，那阳历跟我们农业毫无关系，那个阴历跟我们的农业密切相关啊，清明了，谷雨了，是吧？惊蛰了啊，这个每一个都是我们啊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啊一个节点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你要经常观察啊。古人夜观星象，哎呦，这颗星到头上来了，我们该干什么了？啊，这个节令啊在变，那么把它弄准了，我们按照这个24个节气来指挥农业生产，我们这个农业就能丰收，我们这个社会就有了一个厚实的经济基础，对吧？我们北方的同学不知道明白不明白我刚才讲的啊？我是南方人，啊，文革的时候我们经常到农村劳动，哦呦，这个节气一天不能差，啊，我那在江西的时候，我们要到农村里去插秧，那农民来不及插，因为5月1号之前，哪怕晚上12点，你必须插完。啊，他一个口号叫不插5一禾，禾苗的禾。啊，后来我们说，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吧？你就弄到第2天嘛。农民讲做过试验的，这块地是4月30号插的，这块地是5月1号上午插的，那产量能相差很多。啊，所以要关乎天文，以察时变。但中国人了不起的，就看到物质生产它的关键之后，哎，他觉得光有物质不行，还要有精神。这个精神什么呢？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经常要看看人身上有没有文明的光彩。我们去看周易有个卦叫毕卦，啊，这个里面什么叫人文呢？孔颖达做的解释就是礼乐教化。你教育人民拿什么教育？拿礼和乐。哎，有礼乐教化的人，他身上的他有一种光彩啊！我们现在经常走到地方一看，那个人，哎，一看很糟糕，气象不行，对不对？哎，有的人一看，哎呦，这个人一看他有君子风范，他不说话，他往那里一坐，你就觉得他有人格魅力，他有气象啊！哎，我们到后面还要讲这个东西，要看看我们人身上有没有人文光彩啊，没有，我们要不断的教育，让他要有。我们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一件往事呢？啊，就是我们在北宋宋初的时候，有3位很著名的学者，开了宋代的风气，就是什么呢？就重视要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大众，来培养人才。那么其中有一位叫胡元，他是陕西安定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称他叫胡安定。这胡元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国家现在经过5代之乱啊，非常的衰败，那怎么办呢？这国家治理要靠人才，人才哪里来？靠教育。所以他就到处找地方要办学啊。那么在苏州找到了一块地方，风水师一看，哎呦，好地方啊！这个一开始不是他找到啊，一开始是范仲淹找到一块地方，风水师认为非常好，适合于做墓地。要是你把祖宗埋在这里，你家兴旺发展。那范仲淹非常了不起，大家知道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作，这不说着玩的，人家真做的。范仲淹在苏州做官啊，一听，哎呦，这么好地方，我怎么能据为己有呢？拿他办学啊，胡元就用这块地方办了一个学校啊。一开始没人去，范仲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胡元就帮我教的。这胡元培养学生，那就是一方面让你读书，一方面他身上有气象啊。再热的天，胡元都穿得整整齐齐。古时候人穿的这衣服比我们要复杂，要这个热得多啊。
啊，这个南方的夏天非常热，但是他都穿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啊，所有的学生一看，哎呦，马上都坐端正。啊，是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进去了，啊，往那里坐，头是歪的，啊，这胡元马上就指着他说：“这个《礼记》里面的3个字啊，头容直。”啊，这个里面，这个人的气象，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内外都要这样。啊，所以古人那个走路啊，不抄近路的，啊，都是方方正正的，啊，那穿衣服也都是穿得很整齐，啊，那么那个人站那里要有气象，对不对？哎呦，所以他呢，下面的学生都有一种礼乐文化熏陶出来的风范。啊，书上讲，他的学生走到市井之中，就最热闹的地方，走我们王府井，你所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哎呦，这个人一定是胡元的学生，啊，他走到哪里都方方正正，所以胡元的学生他有一种气象，他上有人文。因为我们呢，一个领导者，我们一个知识精英，我们一生为了改变社会，最应该做的事，就是用礼乐去提升大众的素质，使得我们人人身上都有人文之光。啊，这样我们这国家就天下大治了。我们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就怕那个人不像个人，站都站不正。啊，你没有事情是能成功的。日本有一个年号叫大化，啊，实际上就天下大化，这个年号应该从这个地方来。啊，还有周公治理作乐，建立了一套道德文化的体系啊，这个社会开始进步了，开始发展了。成康之治，啊，刑错40余年不用，有刑法，但是放那里没有人去犯刑，啊，你这没有人来打官司，没有人受到刑法的处置。你想这个世界，那是多么好的一个时候。啊，非常可惜，到后来进入春秋时代，天下大乱，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春秋这部书242年，里面弑君36，这个不能念成杀，啊，这是孔子专门造出来的一个字。儿子杀父亲叫弑，弟弟杀哥哥叫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杀，你是背逆了伦理，啊，这个畜生都做不出来的，啊，畜生会把他爹吃掉吗？啊，会把他兄弟吃掉吗？这叫弑。哎呀，这个里面出现就是为了要做国君啊，把亲爹杀了，把亲哥哥杀，这出了36起，互相争斗，互相侵杂，亡国52。还有一些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哎呀，这个你数都数不清。天下大乱，孔子那么好的学问，非常不幸生活在这么一个乱世当中。察其所以，之所以会这个样子，皆是其本也。这个做人的这个根本，这个道的根本，没人讲啊。那么这个社会要把这个丢了，社会就要出大问题。好，那怎么办？孔子讲了，我们怎么救这个世？啊，有一段很经典的话，我想在座很多读过《论语》的同学啊，一定都很熟悉。啊，就孔子啊，有一天侍卫，就到魏国去，侍就是往。啊，那么他一个学生叫冉有啊，给他驾车伺候他。啊，这个魏国呢，人口非常的这个繁疏，大概他经济好嘛，啊，人口众多，啊，那个时候的人口比现在少得多啊，有好多地方是没有人住的，啊，一来到魏国非常多，孔子很感慨啊，进去说，哎呦，人这么多啊，殊异哉，真多啊，真繁疏啊。这学生非常好，这学生呢，将来都是有志于要治国平天下的，所以他们时刻不忘要向老师请教怎么去治国平天下。
所以他不是实际的提出了问题，说饥就是已经，哎呀，人口已经这么繁疏了，我们还要增加一些什么样新的政策举措？孔子说富之啊，你孔子啊说话非常精炼，一句废话没，一个废字没，这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起来，就是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果这个人吃了上等都没有下等，你跟他谈太高尚的东西比较难。啊，我就想起大概10多年以前啊，我一次陪一个朋友到故宫去参观，从天安门进去。啊，过了金水桥，哎，靠这个天安门的城墙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靠在墙上晒太阳。啊，哎，突然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朝地上吐了一泡口水。啊，这时候城管执法队员走过来了，手上拿着一个罚款的本子，随地吐痰，罚款2块。那个农民一听，那个眼睛里面是充满了困惑，吐口水还缴钱，他不明白，这个东西他没有时间考虑，他吃了上等，这下等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这个精神家园的东西他没有一种情绪去考虑，所以要让老百姓上进，首先让他富起来，他不愁吃穿，对不对？好，那个学生这个然而就说，如果他已经富了，那么还要再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政策或者举措呢？哎呦，孔子太厉害了，富了要教之，要教育他，富了不教育就是暴发户，就到哪里大把的撒钱，就到那里不守秩序，大声嚷嚷，随地吐痰，就这种暴发户的样子，这个很糟糕，没个人样。所以孔子是这样，叫富而教之，人要教育，那么他这种富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才能可持续的发展。在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治国的2条路线的争论。我们看看非常有意思，孔子表明了他的态度。一种呢说导之以政，这个道路的道要把它组成下面一个寸，繁体字是引导的导。导之以政就是以政导之，引导他。用行政命令来引导老百姓，老百姓有的听有的不听，不整齐，那怎么办？齐之以刑，就是拿刑法来让他整齐。我们举个例子，这个商鞅变法的那个阶段，崇尚刑法。我们今天出土了云梦请柬，里面好多是讲法律的。比方说这个马路上老是不干净，有的人把家里烧饭什么以后的那个灰扫出来的垃圾都往马路上倒，这政府很挠头，怎么办？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我下命令，从明天开始，谁再在马路上弃灰，断手，把手砍掉，你还倒不倒？这个不许倒，这叫导之以政，拿行政命令来引导。齐之以刑呢，就是你胆敢以身试法，我就把你手给剁了。哎呀，老百姓一看马上整齐了，没有人敢拿自己的手去试试那刀快不快，要剁几下才能把我这个骨头给弄断了，对不对？一下整齐了，哎呀，从此马路上非常干净，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但那个东西是大家害怕刑法，这个民呢免于刑法，没有人去触犯这个刑法，但是人的羞耻之心
没有养成。他不说这样做不人道、不地道啊，缺德，他不是这个。哦，不行哦，别倒啊，要剁手啊！今天新加坡那个治理，都是这个刑法。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新加坡人是吓大的，啊，吐口香糖罚你多少？你敢吐吗？罚得很厉害啊，好像相当于人民币几千块，你吐。阳台上不许放花盆，有花盆掉下来砸到人了。后来政府下命令，一律不许摆，不管砸不砸下来，不许摆。如果摆给我看到了，要罚你多少钱？而老百姓马上很自觉都不放，不放是怕罚款，对不对？我们08年奥运会之前啊，有关部门就感到这个中国人随地吐痰这个毛病太普遍啊，这个太丢人了。世界各国运动员都来了，我们吐得一塌糊涂，那怎么办？这个有关部门就记出了这一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这不叫刑，要罚啊。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北京市进口了2台特殊的汽车，这个汽车在马路上开的时候，它有好多摄像头，啊，好了，开着开着，突然发现一个人随地吐痰，啪，把它录下来，然后车停了，就跑过去，你为什么随地吐痰？我没吐，吐了没吐？好，我们上车看看，啊，车上那个摄像机把你定格了，你正在吐痰的那个东西录下来。罚款50，啊！我先是告诉你不让吐，然后呢，你有吐有不吐，我怎么办？就用这个刑事处分，那个叫罚款轻一点来整齐你，这解决问题吗？啊，据说是那个被抓住的人啊，他说罚50块，他就掏出了100块往桌子上一放，然后呸，再吐一口啊，结了。啊，甚至我掏200块，呸，啊，这样呢，你拿他没办法，他有羞耻心吗？他没有啊！你老拿这个钱去吓唬他，有的人不怕罚钱，对不对？他给你出气，让你还没话可说，对吧？我按照你的法令50块钱，对吧？这个不解决问题。那孔子主张呢，导之以德。我们这个人呐，都有道德，对不对？没有道德还叫人吗？对不对？我到北京来，觉得这北京人骂人的时候很高雅，不带脏字的。啊，北京人要挖苦你的时候，哎呦，我看您呐，缺了德，缺了德还叫人吗？那猪狗没有德的，人能没有德吗？对吧？甚至说，我看呐，您那个德啊，缺了不止1倍喽，缺了8倍喽。完了，你家8倍都是畜生，对不对？你要听不懂那没办法，你要听懂了你就很惭愧啊！我不像个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天地之间有正气，人有良知，人不能缺德，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个德不能缺。啊，缺了就是禽兽。我们反复地教导他，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啊，要把他的内心的那种文化自觉、自尊给激发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人做了，有的人不做，这不整齐，怎么整齐他呢？齐之以礼。我们人跟人互相要尊重，然后有的人他老是不知道怎么尊重。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教啊，我们在学校里啊，早晨第一次见到，在楼道里见到，大家互相要行礼，对吧？我们出门了，又看到长辈老师，要让他先走，对不对？这一系列你教他，大家都学了，最后老百姓都很整齐。啊，他不仅知道有好多事情不能做啊，这刀架在脖子上都不能做，他有羞耻心。啊，不能做汉奸，对不对？且格啊，这个格呢，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通常来说，他有上进心，他能管住自己，能自律，啊，他知道要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他老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要做君子，要做圣贤，这天下不就是大治了吗？对不对？好，下面来看看
这个礼啊，怎么引导我们成为完人啊？经常有人讲这个礼为什么我一定要遵守？因为礼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对吧？古代的圣贤观察生活，有的人孝敬父母，有的人不孝敬。古人就研究发现这个舜是个大孝子，这很好，天下人都这样就好了。舜是怎么孝敬父母的？他做的符合道德理性啊。那么我们把按照道德理性要求制定出来的大到国家的典章制度，小到修身齐家的这一点事情，我们给它一个总称，叫礼。这个礼不是局部的短暂的真理，而是理智不可逆者也。而你孝敬父母，难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变吗？这是永恒的真理。我们人跟人之间要懂得尊重，这难道会变吗？这难道不应该吗？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尊重吗？那社会还像社会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礼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不像西方礼啊，西方里面抹口红啊、涂眼影啊，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吗？对吧？然后那个书上叫你怎么拿刀、怎么拿叉，那东西我有一些朋友多年以前都是学西方礼仪的，甚至去讲课的。3年一讲，他觉得这个里面没有内涵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所有的规定背后都有一个道德理性。我们古人就意识到了有一个最强烈的意识，就是我们是人。西方文化以神为中心，对不对？我们到欧洲去旅游，无论哪个城市最宏伟的建筑都是教堂，上帝这个文化在这个地方的体现，对不对？我们中国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自身的完善我们人一生的理想就不做小人，要做君子，甚至要成圣成贤咱们北京有一条街非常有意思，就在孔庙的前面。一般古代的那个街呢，最多只有2个牌坊这个胡同口跟另外一头。可是我们北京有一个胡同有3个牌坊，也叫成贤街。我们这样说成圣成贤是吧？这条街孔子的庙在这里我们不敢说圣人我们哪敢孔子平起平坐是吧？我们就成为他的最好的学生，72贤嘛，贤人70嘛我们每到这条街走过的时候，我们要鼓励自己要像孔子的学生颜回子贡他们那样做贤人那么这个路有3个牌坊的。那么孔子当时看呢弑君36，灭国52，乖乖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个人像个畜生了孔子就很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我们不能把自己跟鸟兽摆到一个队伍里面来。这句话大家不要小看，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尊。我们始终不甘心要沦落到禽兽的队伍里面去，我们总是提醒自己要成为高尚的。当时这个儒家里面有很多人就讨论了，我们不要跟鸟兽同群。那么跟鸟兽跟我们区别在哪里？除了长得不一样，最本质的差别在哪里？那么很自然的一个回答就是人是一种有语言能力的动物，人会说话。你去问小孩好了，我们人为什么不是那种动物小孩会说人会说话，那动物不会说话。儒家不同意，儒家说鹦鹉也会说话，一个好的鹦鹉比你们家1岁多孩子能说的话还要多，信不信？你们家户口本上能写上吗？我除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一只鹦鹉因为他会说话我们儒家就反对，
猩猩也能说话，大猩猩还能使用简单的工具，但这个东西不是禽就是兽，不是人。那么呢，这个人了不起的在他们哪里呢？是人是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的，对不对？如今长得像个人，但他身上没有礼。我们讲到这里，大家看看，闭上眼睛想想，你身上有礼吗？人是按照礼的要求，也就道德理性的要求来生活。如果离开了这个，你就是禽兽。啊，为什么有句话叫衣冠禽兽？穿衣戴帽的高级禽兽。啊，因为身上没有礼。人呢，我们一定是跟礼有关的。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再能言，你不是能言吗？辩论赛、口才秀，啊，你多厉害，也只能说明你那颗心进化的不够，还停留在禽兽的阶段。所以儒家说啊，哎呀，有圣人啊，就制定了礼来教给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礼。不仅有礼，我们还懂得自别于禽兽，这很重要。以后大家无论走到哪里，你每做一个动作，你想想，我这个动作是人还是禽兽？我跟有的同学讲，你到食堂里打饭，你不肯排队乱挤，你想想，我们从禽兽的队伍里进化出来的，我们要向圣贤和君子的方向走。你向那一头还是向那一头？我们好不容易走出来，现在有的人一步三回头，觉得那也挺好啊。你看，都不要排队，可以不守秩序，可以随地吐痰，做一个君子要受到很多约束，对不对？你愿意被约束还是不愿意被约束呢？被约束是人，不被约束是禽兽，对吧？你要懂得这一点，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春秋的时候，齐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宰相叫管子。哎呀，这管子很了不起啊！他这个有一些话，《史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引用的。他讲到物质跟精神的关系，司马迁非常感慨啊，说管子真会说话，说得非常之精彩。你仓廪里面都堆满了粮食了，你才会想到要去懂礼节，对吧？你要想到让你的生活有品质，啊，你不愁衣食了，你就懂得荣辱了。那么他说，一个国家要把它建设成一个理想的，啊，有人文之光的国家，离不开4个东西。这4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比成是4个柱子，或者4个强大的这个绳子。那么这4个东西呢，一个都不能少啊！这4个东西呢，它称为叫4维，国有4维啊。4维叫礼、义、廉、耻。礼摆在第一位啊！你懂礼吗？你不懂礼，你就不像个人。你懂义吗？你有正义吗？你懂得洁身自好吗？懂得廉洁吗？你懂得廉耻吗？耻辱吗？这4个东西不得了啊！国家的4个纲维，这4个东西不生产，国家就灭亡。啊，王国维讲了，国有4维，如果一个它没有了，像一个台子有4个角，一个角倒了，那个它就要倾斜了；2个角都倒了，它就又很危险了，摇摇晃晃弄不住了；3个都倒了，它就怕掉下去；4个它就还有叫什么台没有了。一个国家这4个东西一个都不能少啊，礼义廉耻，这4维8德就讲这个东西。欧阳修特别赞成，他在《新唐书礼乐志》里面就说了，礼义是什么呢？治人之大法。我们要治国，说到根上是治民嘛。治民怎么治呢？要让老百姓懂得礼，懂得义。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这个北京市的老百姓，如果有1/2都懂得礼和义，这社会秩序好一半都不知。廉耻，利人之大节，贪官污吏没有了，啊，所有的官员都一心为公，
那就不得了了，啊，无论把什么人弄上去，他都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礼啊，我们是摆在第一位，啊，这个礼当然它不是一个狭隘的，所以曾国藩呢就说治国以礼为本。曾国藩你别看他南征北战，好多人以为他是一个赳赳武夫，其实他是一个饱读诗书、非常有学问的人。这国家应该怎么治，他有很多的理念。那么归根到底，一个就是拿礼来治国，把礼作为根本。他说了8个字：以礼治治。所有的人都要懂得，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自觉地用礼来管理自己，这叫文化自觉。啊，我们有的人你怎么说都没用，啊，那不可救药了，啊，所以我这个礼是通过学习掌握了，你把这套东西学到手了，你的人的气象就不一样了，就像胡源的学生那样，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做不到，或者有一些人是因为各种原因受教育的人程度不足，那么我们作为领导，作为知识精英，要通过礼来去改变它。啊，所以曾国藩讲修齐治平，都要抓这个柄，就是一个手抓住一个东西嘛。这4个东西都要从礼出发。啊，我们从内讲起，离开了礼，你还什么道德呢？啊，一个凳子，车上有个凳子，一个80岁老人站你边上，你都不肯让，你说你有道德？你礼让都不懂，啊，无所谓道德。治外者言之，啊，你做领导的，做管理的，你把礼丢掉了，你做什么呢？礼是治人的，是吧？你管理这个单位是靠礼啊，你把礼扔掉了，你怎么去治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你也懂得它的深意。好，这我们讲到这个礼呢，让我们内外兼修，啊。这里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呢要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来讲一讲。现在我们上课时经常同学讲这个礼啊是个形式，啊，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吃够了形式主义的苦头，结果现在呢，啊，因噎废食。啊，一看有这种形式的仪式的，哎，他就讨厌，这不对的，啊，我们任何事情都是有内涵跟形式2个东西，这个形式是表达内涵的，对不对？没有内涵，这个形式就是虚的，没有意义，啊，那么只有内涵没有形式，那它内涵表达不出来，啊，而我们这个礼呢，坚决反对虚礼。孔子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至圣文则也，文生至则死”。大家看到没？他强调这反复出现2个字，一个叫至，一个叫文，啊，至文。而我们从祖上就看到，当时好多人讨论问题都讨论这2个字。至是什么？啊，这个杯子是玻璃的，这是它的至。我手上的这个笔，它塑料的，这是它的质；这是金的，这是铁的，这是铜的，是不同的质。这是飞禽，这是走兽，这是人，这也是不同的质。那么我们人呢，不是禽兽，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质。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我们每个生命体里面，你只要是人，你有仁义礼智4个善端。佛教把这个叫慧根，对吧？哎，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爱心的，我们都懂得正义的，我们都懂得礼让的，我们都懂得是非的，这是我们人区别于禽兽的一个智，这个智很重要。啊，我们如果同学晚上小结一下今天一天的表现。或者早晨起来端坐在那里提醒一下今天怎么样，你一定要想一想，
你作为一个人的那个质在你身上还在不在，体现出了没有？啊，那么还有一种叫文，文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礼。啊，我们这个文化是通过礼体现出来。啊，我们人跟人打交道，我们一定要懂礼。啊，那么我们在有些人身上的这两个东西啊，有这个没那个，有那个没这个。啊，我们下面大家看看，有一种人呢很极端，他身上的智胜过了压倒了这个文。啊，换言之，他这身上我只看到智看不到文，那么给人的观感非常不好，就显得粗野。啊，我有一次讲课讲到这里的时候，一个同学站起来，他说：“老师，我家是农村的，我们农村人质朴，我们不需要虚头巴脑的礼。”啊，后来我说：“同学，你坐下。老师，我今天自身文一把，大概你受不了。”他说：“我受得了。”我说：“好，你坐下。”我告诉你啊，今天外面气温啊37度。老师你看穿长袖衣服，我这里面衣服都湿透了。我有时讲课啊，冬天啊，那3层衣服都湿透啊，是吧？那我质朴啊，我今天不要什么文明礼貌啊，我把衣服全脱了，光膀子给你们上课，一边上课还出汗的，我拿条毛巾擦擦，往肩膀上一搭，啊，同学们，咱们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你们受得了吗？你们一定讲，哎呦，哪来的野人哦？这个人怎么能做我们老师？啊，老师很质朴啊，对不对？不要那个虚头巴脑的礼啊，行吗？马路上的交通警，啊，你电视里看看，那个气温60多度，他能光膀子指挥吗？啊，他该穿什么都要穿好的。啊，所以一个文明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懂得你应该遵守的那些规矩。啊，前些年咱们北京啊，这个媒体上报道了很多，这个男同志啊，一到夏天啊，他光膀子在马路上走。啊，有一家德国媒体说，来到北京啊，站在胡同口一看，家家户户在门口乘凉的那些男性们，都光着膀子。那德国媒体说，一眼望去，一片白花花的肉。啊，我有一次做一个节目，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留学生，一位女性，她说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哎呀，可是一到夏天我受不了啊！你想想，一个男同志光着膀子站在我面前，啊，我不知道他想干嘛，啊，他感到有压力，啊，他怎么能这样呢？啊，他还剩下最后那么一点点东西了身上，啊，我看到他很害怕，啊，尽管那男子他并没有什么，但他就是自身。啊，北京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大商场，甚至出现绑奶，啊，就女同志啊，就穿个兜肚啊，那一小块啊，把前面挡住了，然后到如入无人之境，在商场里面穿行。一个小学生看不下去了，给报社写信，啊，这极不文明。但他以为自己，你管得着吗？啊，我们现在讲自由啊，对不对？讲平等啊。这男同志能光膀子，为什么我就不行把背光着呢？啊，其实，在文革之前，我们北京的一些贫困山区啊、郊县啊，那女同志穷啊，一结婚以后都不穿衣服。啊，也得穿个兜肚啊！如果来个人，他在喂奶啊，他都毫无顾忌的。而到现在这个现象没有，啊，知道那个东西啊不文明，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知道，不要让智啊胜过了文，身上都有点文嘛，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倒过来叫文胜智。我们人跟人打交道要有一种礼貌用语，要有肢体动作，这是一个文明人所必须有的，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呢，也有一些人，他把这个东西啊学得好得不得了，好的甚至过了头了，
我想我们诸位这个北京的同学大概也遇到过这样的人，是吧？老远一看就，哎呦，你好，你好，哎呦，哪里哪里，哎呦，不敢，哦，哎呦，你可受不了。他见到谁都这么一套，虚得不得了，好像一团巨大的棉花，你摸不到那个字，那个核没有，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所以有的人在背后就什么虚头巴脑的。那么这样东西呢，孔子批评了这个文胜过了压倒了智，让人的感觉是史，这个史说的通俗一点假。那么理想的进化怎么样呢？文跟知都要有，而且两个东西呢，这个比例是协调的，相得益彰，对吧？然后这样的你才有君子风范所以我这里如果问大家，谁想做小人，请举手但我想即使你离小人不远了，你也不好意思举手。我说谁想做君子，请举手可能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把手举起来，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你举了手你就是君子了。你看看自己身上这个智跟文有没有？你智跟文是不是相得益彰，互相烘托这是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的事情。好了，我们现在呢太有意思了我们现在把这个礼仪按照西方人的说法，甚至还不是西方人的说法，我们把它解释成就是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往里面求08年奥运会我们在00年就申办据报上记载呢，我们为了申办拍了一个20分钟的片子，叫《北京人的笑》。我到今天没看过这个片子报上说是这个片子从头到尾，男人在笑，女人在笑，老人在笑，孩子在笑结果人家一看，哎呀，这么笑得这么灿烂把申办权给我们理好了，这个奥运会我们倒计时了，所有的单位要这工作人员微笑服务怕你忘了发一个笑脸的牌挂着，互相提醒。这领导检查工作了，微笑。那人说我微笑了，没有，我微笑了。好，这官司打不清了，对吧？然后好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做西方礼仪的人给政府馊主意，说笑可以量化，怪这笑还能量化？怎么量化呢？说人家西方人笑是露8个牙齿的。我调侃，我叫8个牙露8个牙，我听得吓死了。我这几十年没有研究别的，就研究礼笑还能量化，牙齿有大有小，嘴有大有小，对吧？人笑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我拿着个镜子我就很努力的要把8颗牙露在这个外面，哎呦，好难露出来的时候我坚持不了10分钟。今天我如果一进来，我就故意把8个牙支在外面你们看了会很不舒服，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呢真有一些官员相信了我们一些官员很容易被糊弄觉得你看露8个牙这多高雅现在我们不管是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亚运会，只要有重大的赛事，我们报纸上一定有这样的照片。你看礼仪小姐在练习微笑，这微笑什么要练习呢？发自内心的嘛，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礼仪不是13亿中国人每人必有的素质，而成了一个职业。有一种职业叫礼仪小姐。所以我们13亿人没有礼仪没关系，有礼仪小姐，这不荒唐吗？哪有这样的国家的？对不对？人人都是国家的形象大使嘛。你看我们在军队里面，这人好像没有8个牙吧？
这个是100%的欺骗。有些人很无耻，借着这个东西给你政府出主意，把你误导这个礼仪小姐这种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实际上真是这样吗？我们看看，我想我们很多官员一定到过巴黎的卢浮宫，到卢浮宫没有不去看这幅画的，这世界名画《永恒的微笑》蒙娜丽莎，露几个牙，那不是不合格？搞2000个蒙娜丽莎站到那里，那不是全部个都要解雇啊？这是永恒的微笑，微就是一点点，嘴角翘起来就够了，这叫微笑。露8个牙还叫微笑？这一张嘴小舌头都被我看到了，都胡闹吗？中国传统也不是这样的，你看看千手观音这个台丽华和她的姐妹们10几个人排成一排，然后利用时间空间的差做一个千手观音做得非常漂亮一开始练的时候，台丽华绷着脸在很紧张的很机械的做动作后来这个编导叫张继刚，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舞蹈编导。张继刚坐在下面看，台丽华你倒是笑台丽华把嘴咧开来笑了，一看皮笑了，肉好像没怎么笑。张继刚就给他说戏，说台丽华你演的是谁是观音哦。今天所有的观众是通过你的表现来认识和了解观音的，对不对？他说你往那一站，先往心里找，那颗慈悲心你有没有？里面有了，他要流露出来，他不会不笑，对不对？这个笑怎么拿捏？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笑不露齿。台丽华的这个微笑，一颗牙没露，征服了全世界。那说8个牙露的人给我站出来你们把这个民族弄到笑都不会笑了，都要进口，都要咬筷子以前打仗的时候怕暴露目标，那个马晚上都要拿个筷子衔到他嘴里现在把这塞到人的嘴里，不胡闹吗？是不是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无论讲什么东西，一定要从内到外的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生动的例子我们一起分享。著名的史学泰斗钱穆先生写了一本书叫《80亿双亲》，80岁了，他回忆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许许多多事，其中有一个地方他回忆到当时家里因为很困难，他做小学老师做小学老师呢，小学里上体育课太好玩了民国时候我们那个所谓的体育课大家没去回忆过包括今天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体育课是学部，不是邯郸学部是学部德日，德国和日本的兵操立正向右看齐，向左转，前步走，那个是军队操练的一套东西，我们从那时开始就学这一套但我们很多善良的人到今天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上练习兵操为主。可是在钱先生工作的那个老师，有一位老师也姓钱，叫钱伯能，这个老师很厉害，他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做人的那个道理他揉到体育课里面去了。他在操场上喊立正，他马上对学生要说如下的一些话。什么叫立正？必须白刃白晃晃的刺刀架在你面前，你面临生死的选择。泰山崩以后不得了，天崩地裂了，有的人大惊失色，赶快逃跑，赶快投降不行，你要平时你在立正的时候，你要想象刺刀架在我面前，天崩地裂，我要像一个大丈夫凛然不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你要想到自己是个大丈夫
对不对？现在我们如果问一个同学什么叫立正，他都是西方的所谓的要领：抬头挺胸，收腹脸疼，两手贴着裤缝。这什么意思啊？这里面没有啊，不往里去的，都是一些形式啊。可是中国的立正要往里面走啊，要里面有了，这才叫立正。因为你一想到是个大丈夫，你能不抬头吗？你能不挺胸吗？你所有的要领自然而然就到位了，对不对？结果有的时候烈日来了，强风来了，阵雨来了，小学生啊就想躲，哎呀好热，不去了，哎呀要刮风了，哎呦飘雨了，不去了。钱伯能老师就说，吾辈就是你们这些人不是唐人，你怕何怕日，把你晒化掉了；非纸人何怕风，把你刮跑了；非泥人何怕雨。所以我们清华这个以前有个教授，他取的号叫雨生。一下雨了，所有的人抢着往屋里跑，他是非常坦然，非常从容，慢慢的走。啊，这个雨飘下来，怎么把我弄化了？啊，要培养这样一种气象。啊，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啊，我们一个立正想到要立身做人的。啊，后来钱先生在小学教体操课，老是引这个话来对学生讲：久之，此乃人生立身之大训也。我们中国人一个立正这个内涵这么深，对不对？其实我们教育学生要用这样一种方法，啊，我们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那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呢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20岁有一个仪式，好多人把它叫成年礼，我觉得不够正确，因为他18岁了，你不管举不举行这个仪式，他都成年了，年龄到了，这有什么好呢？严格的说，应该叫成人礼，他这个仪式是要让他成人，不是18岁都叫人的啊。好了，这里有一段话，我们有许多同学能背《论语》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出、读出它后面的深意。子路，孔子的得意门生，向孔子问成人，孔子回答就说了：什么叫成人呢？如果你有张武仲的智，这个是智慧的智，公错之不欲。这个人没有私欲，非常廉洁。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义，才华。哎呦，这3条加在一起不得了啊！我们只要满足里面1条，人家都羡慕死了。孔子讲，把这3个都是鲁国的大夫，把他的智、他的廉、他的勇、他的义4个东西加在一起，还不完美。还要文之以礼乐，他身上又有礼乐，那么这样呢，才叫这个人呢是一个完美的人呢。下面我看看解释朱熹的解释，有好多东西我们不读这个读不出来，这朱熹这个注释做得极好的。他说成人呢，好比说全人我们今天叫完人。武仲是鲁大夫，这个卞庄子也是大夫，他就说。兼此4子之长，乖，这4个人的最大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那么你的智慧足以穷理，你研究问题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困难，你能追根刨底，提出这个你能够穷尽这个道理。你这个人呢又非常廉，足以养心。我们这个人呢活得很辛苦，就这欲望太多。私欲太多，那么那样一种他没有私欲的人，他这个心呢就能养，用足以力行。大家有没有想，我们现在好多人是不力行的，图学文不力行，长浮华成何人？
这例行是天天要做的，做的再辛苦，你都是勇往直前。这个勇不是去打仗，不是跟人家好勇斗狠，是把学到的真理义作为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过来，你的才华足以应对。然后有了这4条，你的整个的人生的行为节制以礼，就是用礼来节制自己的行为，都恰到好处，都有度。你的内心用音乐来和谐它。这4个加上这2条，德成于内，文献于外。那么你才是全的，德是备的，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计。你不是靠里面的一个，你是非常完美的，所有的东西中正和乐，翠然无肤，偏以驳杂之弊。你不是抓住了一端，抓住了一个部分，你那个4个人的最大的长处，另外还要加上礼，那么他其为人也就成就了。所以大家想想，你智吗？你廉吗？你勇吗？你有义吗？你懂礼乐吗？因为我们培养学生要在这几个上面下功夫。好，钱穆先生对这段话他在香港办新雅书院有一个解释。孔子理想当中的完人，他必须在技能、智慧、德行之上，还要加上礼乐这么一项。为什么呢？只有礼乐的人生，才是经过文化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的最高境界。有的人很勇敢，可是我们在身上看不到文化替他遗憾。也有的人很廉洁，一天到晚在家里，他还没什么私欲，可是我们总觉得这个人身上缺东西，对吧？礼乐它不是技能，也不是智慧，也不是品德，它是在3者之上，它高于3者，同时它又融化在3者之内。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没有了礼乐，纵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具备才艺、智慧、品德，不理想。为什么？未尽礼乐陶冶的个人不得为成人。没有礼乐的社会是一个不安的社会，没有礼乐的天下将是一个不安的天下。所以我出的第一本讲演集，中华书局，书名叫《礼乐人生》，就受这个启发。所以这个礼乐不是拍拍肩膀、搂搂脖子，这个点头哈腰，不是这个。礼是我们最高境界。所以钱先生在香港办新雅书院，把它作为这个学校培养目标的最高的境界。那么好了，有了礼乐呢，我们身上有不同的气象，是吧？这个《礼记》里面有这样一篇我们大家想想自己是不是完人，是不是全人，像不像君子离圣贤还有多远？凡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再是禽兽，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是因为礼义也。我们懂得礼的背后的深意。那么我们怎么样才懂得礼义呢？这个礼义它开始的地方是正容体，坐有个坐相，站有一个站相。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们这个容体都非常到位。其颜色，你的表情，参加追悼会也好，参加一个声讨的大会也好，参加一个喜庆的场合也好，我们这个内心的情感流露在外面的表情都一样。我们说话这个词令没有说错的，都顺的。我们到后面专门要讲的，现在很多人不会说话，大学毕业了，博士生毕业了，说话经常出洋相，闹笑话，这都不行。你在礼仪场合下，
行了，所以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然后我们这个礼仪就背了。然后我们的伦理，君臣、父子、长幼，都合了。把这个我们中国人把这个伦理关系看得非常深，君像个君，臣像个臣，父像个父，子像个子，长辈和晚辈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和谐，非常融洽。这正是我们礼的深意之所在那么这个社会呢，它才整体上走向和谐。所以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完人，要让社会成为一个安定的和谐的社会，这个里面都要通过礼乐的教化。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讲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第3讲理学经典。大家知道，这个礼仪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凡一个民族它的这个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么一定就会出现属于这个民族自己的一套礼仪。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和其他民族一个在礼仪方面的最显著的差别，是我们这个礼仪它涉及的面非常广它完全不是在一起怎么打招呼、怎么说话怎么行礼它是涉及到我们上到一个国家制度，下到修身齐家的这样一个成系列的一种文化。那么这个礼呢，最早这是自发的出现在民间的老百姓当中的善行善言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一种比较趋同的一种行为方式和这个话语体系。那么再到后来呢，我们开始有一些知识精英把民间的这样一种仪式把它收集起来那么加以整理最后呢把它写成著作来传播那么我们中国呢最晚就到西汉我们就出现了这个3部理学的经典，就是《周礼》、《仪礼》和《礼记》，我们通常呢称它叫3礼。那么这个3礼呢，它一些要素我在上面呢列了几个。一个是礼法，礼法就是这个整个仪式，这个礼怎么个行法先怎么样，后怎么样，谁怎么样谁又怎么样这叫礼法。那么它是礼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些形式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它背后有它的这个深刻的人文的内涵，我们把这个叫礼义这个仪式它要表达思想的它背后有它的义另外举行这个仪式的人，他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么这个情感呢一定要流露在外，体现在容貌上面，我们把这个叫礼容另外呢我们还有礼器，举行一个仪式它有很多器物这个器物都是这个仪式里面所必须有的。最后呢这个里面呢它往往要通过语言这个来进行串联
那么除了有司仪这样的角色之外呢，那么还会有里面的一些各种的人物要使用规定的典雅的语言这也是我们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中国的礼学呢，就是礼法、礼义礼器、礼容、礼言加起来的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问。那么这个三礼呢，是它的理论形态那么在生活里面它一个操作形态很多人他这样做，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那么我们中国呢，到西汉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非常深邃的一个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如果想今后更多的、更深刻的了解我们中华的理学，那么这三部书呢，大家不妨去读一读我想你会终身受益的。那么这个三礼呢，可以说是我们儒家理学的一个原点。那么后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每一个朝代都要建立自己的典章制度我们读24史几乎每一部都有礼乐制。你想了解宋朝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吗？你要读宋史礼乐志。你要了解明朝是什么样的，一定要读明史里面的礼乐志这个里面一个朝代跟另一个朝代的不同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看它的礼乐志所记载的制度。那么历朝在制定自己的典章制度的时候他一定要认真的研究三礼把它看作是自己制定礼乐制度的一个依据。因为这三礼我们古来都认为是圣贤做的它是最权威的，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元首来对待。那么这个三礼呢，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形态，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所起到的影响是最大的最深层的那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部理学经典。我们在四库全书的排列上这个三礼呢是排在儒家经典这个经部这个里面的。经部三礼的顺序第一部是周礼。周礼这部书它原来叫周官，谁做的不知道。说起这部书呢非常奇怪我们在先秦的时候所有的著作里面没有提到周官这样一部书那么到了西汉这个政府呢当时号召民间的献书，因为当时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许多人把家里的书藏起来了有的呢就被烧了。那么这是政府感到治理一个国家需要思想，需要文化，需要我们前代留下来的典籍结果这时候呢就有不少人给政府呢献书这个里面呢就出现了一部叫《周官》的书。那么打开一看呢，它有5篇，分别叫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没有冬官。可是我们把这个前面5篇一读，才知道它原先有一个冬官的这部书是6个官大家想想，天地春夏秋冬6合，宇宙6合。那非常遗憾，这部书在出现的时候，这冬官呢不见了。那怎么办呢？觉得这个书是一个残书
啊，那么这时候呢，有人就提议，啊，我们把前面5卷看下来之后，啊，知道这个东关呢，是主要是分管，营造的，啊，造各种器物啊，造这宫殿啊，造城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部书叫《考工记》，啊，这个书呢，跟这个州官，毫不相关的。但是它在内容上，跟这个州官所缺的这个东关呢，相似，所以大家呢就把这考工记呢，放到里面去了啊。如果大家去找一部周礼来看啊，你看到最后东关，是考工记，啊，是大家清楚，这考工记原来不是里面的啊。只是呢，汉代的人找了一部性质跟它相近的书来补其缺。这个东关呢，天地春夏秋冬啊，非常有意思。我刚才说了，宇宙的6合啊。那么这个6合呢，我们再仔细往下读啊，很有意思。天关是一个部门，相当于啊，这个天地春夏秋冬6关。是6个啊，这个朝廷的啊，这个官员的这个大的分类啊。那么每一个官呢，天官总宰，他这个长官叫总宰，天官总宰下面领导60个官。地官呢叫大司徒，大司徒下面也是60个官。村官的首长叫大宗伯，也是60个；下官大司马也是60个，啊，秋官是大司寇，也是60个。那么东关呢，如果不缺，它也是60个。大家想想看，6关每一个关下面是60，66 360，什么意思啊？我们一个天是一个圆周，周天360度，所以我们把这个联系在一起考虑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它这关的结构呢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框架，6关加起来360度就是一个宇宙的度数，所以我就提出了为什么叫周关呢？它是代表一个宇宙的一个周天，一个圆周。啊，有好多人说这个周官呢是西周，是周公，啊，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我们在东周的时候，啊，这个道家就提出来，啊，就是人法地，人要效法地，地呢法天，效法天，天呢效法道。天地运行之道，道法自然。所以这个呢，它是以人法天。这个宇宙里面有天地春夏秋冬，那么这个人类社会呢，是一个小宇宙，是一个宇宙的缩小版。所以我这个官也是要天地春夏秋冬。宇宙360度，我360个官，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就是在提出一种学说的时候。他总是希望自己的这套东西，啊，能够给自然跟天道，啊，能够高度的吻合，啊，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啊，这样的一种结构。那么州官啊，它是一个通过设计一个理想国的完整的官制体系，来表达自己治国的理念的这样一部书。我们要治国平天下啊，如果让我来治国平天下，我一定要说啊，这个中央呢不要设这么多部，啊，哪几个部是最主要的？那么每一个部呢下面呢又设哪些主要的机构？
每一个机构下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官员来组成，这每一个部门的人数应该是多少？那么周礼呢就这样一部书，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在战国的时候打仗那死亡的人数不知道多少，所以大家都非常厌恶这个战争，希望这个天下是安定的，大家都渴望这国家早日统一。那么统一了之后，这国家应该怎么来建设？许多人都提出方案，诸子百家都在那里争鸣，鸣就是叫嘛，像鸟叫嘛，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对吧？那么这周礼呢，我们应该说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个治国的方案。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通过设计这个官制，然后呢来谈这国家呢应该怎么治理。这个六官有分工，这个天官呢基本上是管朝廷，天子嘛，他的怎么朝政宫廷的内务等等都是由天官来掌管的。这个地官呢主要是管民政，这老百姓他的居民组织的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一个人应该分得多少土地，他们应该怎么交税，对他们的教育由谁来执行，教育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村官呢主要是管宗族，大家知道我们古代是个宗法社会，那么这个天子他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继位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去世了，那么由嫡长子的长子来继位。古代没有计划生育，这人孩子很多那么这帝王呢他多妻所以孩子很多，这孩子一多就容易引起王位纷争我们商朝就吃过这个苦头，九世之乱。因为只要是这个王的儿子，谁都有做继承人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后来这周呢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不要争，这东西自然的就由天子的嫡妻，他有很多个妻，那么就他的原配生的第一个儿子来继位。万一这个第一儿子不在了，那么第二个儿子大家知道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它是最不坏的那么好了，你这个老大继承王位了，老二老三怎么办？老二老三就封到各个地方去做诸侯，对吧？大家知道武王的长子就后来做成王那么这周公呢，武王的弟弟就封到鲁国去了，对不对？唐叔虞封到山西，封到晋国去了，他都这样的地方，天下大得很，足够容纳我们周家的子弟，所以叫诸子分封那么好了，封到鲁国的，封到晋国的，他也是一样我这个国君是由嫡长子继承，那么老二老三老四再奉到下面去做大夫那么多给你一块封地那么在祭祀的时候，只有嫡长子可以祭祀自己的一个国家的国君，其他的你就成为一个封地的开创者，那么你的子孙在祭祀你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叫宗法制度。这个宗法制度怎么祭祀？谁可以祭天？谁可以祭山川之神？那么这里面都有严格的规定那么祭祀的时候，舞蹈是什么？音乐是什么？等等，这样一套极其复杂的制度，是由村官大宗伯他来掌管的。
下官主经世啊，一个国家要有国防，要保卫家园的安全啊，所以呢，也大司马啊，这个大司马呢，他要主管这个军队士兵的征集、训练啊，这训练有很多种方式，平时不打仗怎么训练，对不对？哎，然后怎么布阵啊？得胜了以后怎么样奏凯回朝啊？这些都是大司马官。秋官是大司客。这个周礼里面特别重视民众的教育，把教育放在前面。但是呢，这个教育不是万能的，总有一些害群之马啊，他要以身试法。那么好了，触犯了国家的这个法律了，怎么处理？哎呀，这个里面体现了我们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些理念啊，小孩不判刑，超过多少岁的老人，哎呀，算了，怜悯一下啊。然后我们这个里面是初犯啊，不要马上行那个他啊，要教育，要给他机会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特点啊，不同于外国。那么东关呢，主营造，怎么样建一个城？城的规模应该是什么样？啊，城里面的宫殿应该什么样？啊，走路的、行车的这个道分别应该啊都有标准化的这个尺寸啊。所以呢，这部书呢，哎呦不得了啊！里面还有好多，它这官制里面还有哲学啊。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啊。哎呀，你一看这个治天下不要太容易哦啊，好像只是长，你看不就这6个官吗？对不对？这里有一条，那里有一条，清清楚楚啊，有什么难的？啊，哎呀，这个书出来以后。啊，很多人很感慨，说这个书啊，非周公不能做，谁有这个水平？啊，那么有的人讲的是周公做的，啊，因为当时我们有古文家和今文家，古文家呢喜欢把什么东西都推到周公，周公治理作乐，啊，7年，成王长大了，他要把国政还给成王的时候，给了他这部书，啊，你按照这一个书的规定去治国，啊，那么我们研究的结果呢，那个时候大概不太有这样的可能来写这么大的书，为什么？啊，我们现在年代很确定，大家没有什么怀疑的一本书叫《尚书》，啊，《尚书》里面一篇就几百字啊，啊，这一篇都4万字啊。啊，里面好多概念啊！我们现在无论看尚书、读青铜器铭文，在那时候都不太可能提出来，它年代不会太早啊。那么有的说是孔子做的啊，这个说法也不太可能。那么我们这个钱穆先生呢啊，曾经早年写过一本叫《周官著作时代考》啊，它里面列举了大量的证据。这书呢，战国时候的人写的，他这个说法出来之后，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主流的意见，啊，那么我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这部书的，啊，那么我在里面还找到了一些比钱先生找的这个年代更晚一些的证据，啊，所以我认为这部书呢是西汉初年啊才出现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啊翻翻我的论文啊，给我一些指导。那么这部书呢，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影响极大。我们这个国家的官制啊，原来是比较随意的，啊，大家知道，春秋战国的时候，
各个国家的官制都不一样。啊，后来到了秦，它有一套，到了汉承秦制，但是它还是有很多改变。到魏晋南北朝，啊也是如此。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了，这个周礼的六官非常好。我们中央呢，不妨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楷模，我们来设立6个部。啊，现在我们有一些非常好学的年轻人跟我一聊，我说6部你知道是哪个吗？知道，吏户礼兵刑工。吏部实际上就是天官，户部就是地官，管民政；礼部就是村官，兵部就下官大司马，刑部就大司寇，工部就是考功绩的那个东西。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清朝，这个朝廷里面设6部，啊，成为一个定制。啊，所以《州官》这部书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呢，朝廷里很多的官名都从《州官》里面来。前些年我访问韩国，啊，这个韩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叫丁若雍，啊，他字茶山，那么大家呢称他叫丁茶山，啊。那么这个人在韩国古代是一个学问最大的一位，他的书有好几十本，那么里面的代表作他有3个，叫一表二书。那么其中那一表呢，全称叫《经世仪表》。怎么样来经世记名呢？他就提出来，按照州官来设置。改革朝鲜的官制，那么当年我读了这个以后呢，哎呀，非常感慨，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那么在韩国的杂志上发表，所以这个书它不仅影响到中国，已经影响到朝鲜。好，下面我们来大概的介绍这一个官制呢。在我看来，不是秦汉以前任何一个国或者任何一朝它的官制的实录，它不是实录。那么在我看来呢，它是一个理想国，这个作者，他就说了，让我来治国，我要提出一个方案，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我只要说几点，大家都会赞成我的看法。第一，我要建立一个国，首先要把一个国家的中心叫王城，这个天子应该哪里待着呢？对不对？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夏朝的都城、商朝的都城、周的都城、秦的都城是游移不定的，那么这个周礼他就提出来呢。这个我们这个王城应该要建立在天下之中，叫地中。我们这个土地那么广袤，那么我找到一个中心这个地中什么叫地中呢？假如我们一个轮子好多辐条往中间去我们叫四方辐凑这辐条都往中间凑的，那个中间的地方是一个中心。那么当时觉得呢，要选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么四方到王城来的路程是均等的，叫四方道理均。那么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不东也不西，不南也不北。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往北是很冷的，往南是很热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是不冷也不热，那么应该是天地四时风雨交汇的一个中心。其实我们知道哪有这样的地方所以它这个地中呢，这个概念，它再有一种哲学上的一个理念所以那个周礼里面开始讲阴阳五行了
啊，阴阳要合定的地方就中，啊，五行要合也是一个中，阴阳跟五行啊一致的那个中心。那么我们在这里见王辰啊，天子嘛跟天是对应的，啊，哎，这个呢就很理想主义了，是不是啊？周人把这都城建在洛阳，我们现在知道，啊，实际上也不是到哈尔滨跟到西安是一样近的，啊，只是他提出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一个啊地理中心这样一个概念。好，这个王城建好之后，有一些最重要的建筑，啊，要分轻重缓急主次来建。那里面最重要的叫左主右舍。王城的左面是祖庙，因为我们中国人敬天法祖，祖先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个祖庙呢，设在王城的左边。另外还有我们人生活呢离不开土地神、谷神，这叫社稷，啊，简单一点就社就是土地神，啊，左面是主，右面是社，叫左主右社。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你们到天安门那边去过没有？啊，你能告诉我这个左主右社？是什么？哎呀，同学们啊，留心处处皆学问啊！啊，跑到任何地方不要瞎逛，要动脑子，要思考。我们现在故宫博物院啊，往南就是天安门，天安门的左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个牌子挂得不好。啊，其实这地方里面是太庙，啊，皇上的祖庙，啊，故宫里面有2个跟皇上有关的庙，谁能知道？这个清朝的皇上啊，他不一定是嫡长子，对不对？哎，清朝他选这个接班人，他是很奇怪的，啊，他这个皇帝要考察的儿子太多了。要考察哪一个好，然后写在一个信封里密封，啊，然后在正大光明那个匾的后面藏着，啊，他一死了，你不要争，已经选好了，啊，所以他呢，他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庙，这叫私庙，是在故宫里面的。那么作为一个朝代。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样下来，这是国庙，这个就在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啊，有好多人一看劳动人民文化宫，以为是喝茶下棋的，啊，就不进去了。殊不知里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家族的宗庙。啊，由于是列祖列宗啊，在那里待的啊，它全是红木楠木建的。而且它的高度要比太和殿要高1尺，啊，任何皇帝不敢把自己凌驾在祖宗之上。左边是祖庙，右面是社，啊，现在门口挂的牌子叫中山公园，但是你走到里面，你才知道这是社稷坛。啊，我们这个古代的土地啊，东南西北这土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这皇帝每年要感谢啊，老天爷啊，给我们这个土地上长出了万物啊，哎呀，让我们人民呢能够啊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他要祭祀这个土地神。可是这个土地这么辽阔啊，祭不过来啊，所以就把5方的土地。哎，集中在里面的一块地上，啊，我们如果进去一看，有个方形的啊，一个围起来的一个坛位，啊，那么上面呢，哎，它分成5块，啊，东方的土地是青色的，啊，南方的土地是红色的，它是按照阴阳五行来弄，西方是白色的，北方是褐色的。黑色的，中间是黄色的，
哎，这个皇帝到这来把5种颜色的土地一拜，啊，就等于把天下的土地都拜了，啊，所以我们北京晚报有个副刊叫五色图，啊，我们好多同学不知道，啊，现在也不读北京晚报了，啊，哎，左主右摄，啊，这古代就这样的，啊，所以我们49年以后，天安门，在这个太庙的前面，啊，建了历史博物馆，啊，我们在这个中山公园的南面建了人民大会堂，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就是左主右摄，主嘛，祖宗嘛，历史嘛，对不对？历史博物馆啊，我们牢记我们列祖列宗，啊，所辛勤耕耘的这一片热土，江山社稷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啊，左主右摄，那就面朝后视，这皇帝站在太和殿，面朝南，啊，然后是万国朝冕旒，啊，他要在治国，啊，然后这州官里面特别有意思，他讲阴阳，这个阴阳到什么程度呢？自然界的阴阳就是天地，就是白天黑夜，啊，好多个阴阳，啊，就是生死，就是什么？在我们人类社会，阴阳的最高的代表就是皇帝跟王后，啊，所以皇帝跟王后2个人一起治国，怎么治呢？皇帝就朝南治理国政，皇后呢在他背面，朝着北。面朝后视，管理我们都城的事。这里面一个概念，我们经常讲城市，其实城是城，市是市。城是一个城圈里面在生活，这市是市场，对不对？现在到北京市，钢马市、罗瓦市、灯市口、差市口，这都市啊。原来这个市都在北面的。啊，这个王后就面朝北治理这个市，啊，哎，到后来清朝时候，这个市啊都往城里面跑了，城跟市都混在一起，左主右摄，面朝后视，啊，一个皇帝要记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啊，你看这个明清的故宫，就按这个设计的北京城。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周礼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影响大不大？这里面还很奇怪，这个王臣建在天下之中。然后王的一个直接管理的一个地区叫王畿，啊，这个王畿呢是方千里，啊，有王畿，畿这个字现在我们不太用了，啊，非常有意思，这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啊，在韩国、在日本这个畿这个字到今天还用，啊，在京城附近的那个地方。他们都叫京畿道或者京畿地区，啊，这个畿咱们没有了，人家还有，啊，所以我到这2个国家去访问的时候，哎呦，很感慨，啊，这个流传到外面还保存着，啊，那么这个方千里的王畿，啊，以它为中心，从内往外，这个。王城是方的，我们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啊，这个王城方9里，王畿以它为中心往外扩一个圈，方1000里，然后再以王畿这个框，我们再往外扩，每500里都是一个畿。啊，侯畿、甸畿、南畿、柴畿、魏畿、蛮畿、夷畿、郑畿、番畿，州官里面都告诉你，这些东西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尚书里面有一篇叫《尧典》，相传这个尧的时候，就这样，这个周礼呢，据说是仿照他的，中间是王畿，那么这个王畿呢，
我们这9州里面啊有一个冀州啊，在这个里面，然后外面有5府：甸府、侯府、遂府、耀府、荒府啊。你看我们现在5环路、4环路都是大概有一点带圆形的是吧？同心圆，哎，这它是同心框啊。每一面都是500里出去，再500里出去，再500里出去，所以最外面这个地方叫荒府。每一个500里都有里面200里跟外面300里又一分为2，然后呢，这个最外面的300里叫蛮，所以我们说荒蛮福地啊，以前不得了，你已经到了天边了啊，这个流放罪犯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了解了啊，才知道啊，我们这文化呢，是怎么布局的，这可以参考啊。这个跟周礼的，有点不同。好了，这个里面的居民，在州管里面这个居民啊，我们怎么样把它组织起来啊？现在我们都有街道，对不对？居民委员会，啊，那么周礼里面提出来，这个老百姓呢，要把它有组织的啊安排在一起。哎呀，这种安排我们一看比军队还要严密啊！大家来看看。首先，国都之外4面称为叫郊，50里之内叫近郊，100里之内叫远郊。我们像郊区从这时候开始了啊，不是受我们影响，我们受他的影响。啊，我们把北京周围的那些地方，大兴啊，什么啊，这昌平啊，都叫郊区了，郊野啊，郊之外郊野。4郊里面分成6个乡，天子6个乡，诸侯3个乡。我们今天讲的乡，我们一讲乡村就想到一个村子，那个时候的乡是非常大的，啊，大概是一个最大的概念，啊。乡下面才分成州啊！大家想想看，现在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啊，原来都把它改成县了，古代都叫州啊，通州后来改名叫通县，现在大家觉得这县啊不好听，又把它改回来了啊。我们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州下面是党，《论语》里面有一篇叫乡党。啊，这里来的，今天我们到西安去啊，啊，陕西人喊老乡不叫老乡的，叫乡党。啊，这个党今天我们都理解成党派的党，实际上古代是一个居民的组织的名称。党下面是族，族下面叫旅，旅下面叫比。州、乡、党、族、旅、比，加起来6级。啊，好了，这个不是说叫名称，这个。一个行政单位多少户人，这是法定的啊。我们现在解放军一个班12个人，一个排36个人啊，一个连108个人啊，这都规定的是吧？它也是的，5家为比，5比为旅，5、5、25叫旅，4里为族。哎，为什么这里搞个4呢？正好凑成100，25乘4是100，5个族500家叫一党。500家乘5， 2500家叫州，5个州12500家叫乡，12500人在当时是一个军的人数，所以一打仗一家出一个，啊，天子6乡就天子拥有6个军的编制。那么好了，我们说100里之内叫郊，那么郊外面呢称为叫随，随下面又分了。有邻、里、站、比、县，啊，加起来也是6级。哎，里面规定5家为邻，5家叫邻，5、5、25叫里，4里乘25 100家叫站，5个站500家叫比，5个比2500叫县。以前的县比郡大，秦始皇那个划天下为36郡，啊，其实在这之前县比郡还要大，后来把它倒过来。啊，现在我们到日本去，这个县呢，还是比市大的。啊，你在日本做个县长，比做个市长，权力要大。它保留了我们古代的这个叫法：天子6乡6随
大家想想看，这个做得到吗？我们现在做不到，5家住在一起，25家住在一起，是不是啊？那多下来的人怎么办？啊，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种划分。好了，这个还有老百姓怎么生活呢？每一个农村里它有2个系统，一个是农田，一个是旁边的沟渠，就灌溉系统。一个农民叫一夫，我们现在讲一夫一妻，一夫就是一个男的，一夫可以得到100亩田，分给你100亩田，不得了。我们先想想那时候的人，日子过得多好。我前几天到北京附近一个农村里去，乖乖，那几亩地长多少东西啊，吃都吃不完，它100亩地。好，一夫呢100亩呢，它是一个长条的，那么2个长条的中间有水沟，它要浇水呀，这叫水。这个水沟旁边还有路，叫径。好，两个夫中间一个水沟，2个一个水沟，2个一个水沟。好，最后到10个正好是一个方块。那么一个方块和一个方块之间，这水渠叫沟，上面的道路叫整。然后又一个方块跟一个方块相摆到后来又成一个方块了，就是1000户了。那么中间的水渠叫块，上面的路叫道，然后又摆成好多个方块，方块跟方块中间的水渠叫川，旁边的路叫那个道叫路。我们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做不到这么整齐，全部是军事化的，那么一直到亡极。军事化的管理，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分配，一到打仗了，每家要怎么去送粮食，怎么样派人去当兵，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规定，所以好多人听完以后觉得，哎呦，这不得了，共产党都没能做到，那么历史上他一个想象，认为最理想的、最公平的，我所有的地都一样的。这个水渠有多宽有多深都规定的，越大就是1000个夫跟1000个夫中间的，它又大了1倍，10000跟10000中间的，这个上面的路要走几部车，这都有规定。这个书到现在是个宝库30年前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导师命题作文要我读这个书，拿它做博士论文。感谢这上天如此对我厚爱。这书读完以后就知道这是一本宝库，好极了的好。很可惜我是一个白丁，其实治国平天下的人都应该读。说句老实话，真的，中央党校的领导都应该读古代一个国家怎么治理。它不光是这个，里面它有好多的说明为什么要这样。那么这个里面呢，内容丰富的不得了古代怎么祭祀的，现在我们不祭祀了。其实《左传》上有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国家有2件大事，一件叫祭祀，一件叫戎，就是打仗。不打仗，祭祀就最重要，家家户户都祭祀。那么这个祭祀怎么个祭法，代表一些什么样的理念？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具体的记载。朝觐制度、封国制度、巡守制度、上葬制度，这属于制度性的大典。另外还有用鼎制度。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一个墓，这个里面是9鼎8簋，还是7鼎6簋，还是5鼎4簋？一个考古学家就想了，我挖出来这个里面没有字，但是里面有器物，这个器物组合是什么级别的墓主人的？他到里面找了，一看，哎呦，7鼎6簋，这诸侯一级的。挖出来9鼎8簋，书上记载，天子一级的。那么这东西呢，月玄之中，我们这个曾侯乙墓挖出来，
那么大家就研究了这个边钟跟边楁摆在一起，它是表明这墓主人是什么身份啊？哎呦，你一看州官，它里面就会告诉你天子什么样，啊，诸侯是什么样，大夫什么样，车骑制度，啊，用车，对不对？洛阳这个前2年挖出来一个，就是1辆车旁边有一个圆，这边3匹马，这边3匹6匹马。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一个车是4匹马，叫一乘，两边各2个。秦始皇兵马俑，啊，2辆同车马，我们看两边都是2匹马，一共4匹马，啊，结果在洛阳挖出来一个6匹马。那么根据这书上记载，天子6驾，啊，那么这东西呢，对我们研究都非常有帮助啊。另外，古代还拿玉也来祭祀的，啊，穿什么衣服，哎呦不得了，啊，这个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它的形制、它的尺寸等等，这部书里面非常详尽，啊，当然话说回来，这个里面记载的，啊，在我看来，啊，有真的，也有往上附加的，所以读这个书呢，你得要有非常清醒的这个认识，啊，不能完全跟他走。但是呢，它是到我们现在为止，啊，一个极其重要的书。这个书呢，它这个宝贵在这个跟其他书不一样，我们是有学术和治术都有兼包。一本书里面既讲学术又讲治术，啊，因为它有好多学术问题。这个书谁写的？这个书是一个某个朝代的实录还是理想的？它是书是什么时候成的？外国现在最早的说周公做的，最晚的人家说是王莽做的，啊，这前后差1000年，啊，那么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今天，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学术问题，这个治术呢，就治国的方术方略，我们要想治国，官制怎么设，人民怎么教育，军队怎么训练，司法怎么执行，等等等，这里面都有，啊，所以历代的政府他都有人来研究这部书，啊，里面提了好多思想，比方对官员老百姓怎么治理呀，儒法兼容，德主刑辅。里面最让我惊讶的，他怎么管账，怎么样防止下面作弊，啊，那个时候管库房啊，库房里的东西都有3份账，谁都别想作弊，啊，仓库里的东西怎么管理？你拿掉1根东西，他一堆堆放那里。假如说这个笔，有一大堆，那么他规定了。按照10根一堆，10根一堆，或者100根一堆堆好，这个地方垂一个标签，我跑过来一看，一堆是100，有8堆就是800，再剩下来多少，一看都知道。谁要拿1根，这个账要经过3个人的手。你想贪污，想作弊，门儿都没有。这种管理的思想，现在我们云梦勤俭出土的一些资料证明，这个里面的这个记载，是非常可信的，等等。好，我们下面来讲另一本书，叫《仪礼》。我们都知道，孔子在早年的时候周游列国，劝说各国的诸侯采纳他的治国的这一套方针，但是呢非常遗憾，所以孔子到了晚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这一些诸侯不再保险。那么他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把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
进行整理，就有了诗书礼乐易春秋，我们称为叫六经，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那么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呢，的乐不见了，那剩下五经，五经里面的礼，我们以前把它叫礼经，大家看到它这个里面原来都没有经这个字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对不对？后来我们觉得这是圣人定的，都把它叫经，叫书经、诗经、礼经，易经、春秋经，实际上原来这个经没有的后来我们推崇它。那么里面的礼我们又叫它礼经，就是我们今天13经里面的仪礼。这本书呢，在《礼记》上明确的提到，这个书它是经过孔子的手被整理出来。因为那时候各种仪式在民间呢都广泛的在这个实行，但是没有形成文字。这个村里面他好多懂这个东西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农村里面举行一个婚礼，举行一个丧礼，举行一个祭礼，他没有文本的，但是这些老人是懂的。那么到了鲁哀公的时候，曾经派人到孔子那里去请教这个丧礼怎么办，那么孔子呢，就做了一个传授，然后有关丧礼的那几篇，从这时候开始写成文字了，就怕时间久了大家记不住，那么仪礼一共17篇，据我们这个近代著名学者这个杭州大学的沈文作先生他的研究，这17篇呢，基本上在这个孔子的那一段被形成文字的那么这书非常宝贵我们中国礼仪之邦礼仪之邦最源头上的一个经典，而且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就这一本。那周礼它是有争论的，对吧？一般认为它是在孔子之后，在战国甚至更晚才出现的。那么这一本是最早的，是我们中华这个礼仪的源头。那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政府设五经博士，那么让他们带弟子，这个里面呢就有礼经博士。这本书呢，它取得经的地位是最早的，它的年代也没什么争论，它非常的纯正，这个书极其重要。这个书谁写的？我刚才说到了在汉代的时候有古文学家和今文学家。古文学家喜欢把我们的文献都推到周公那里，今文学家呢，都把我们的文化推到孔子那里，那么古文学家讲呢，武王克商之后，很短的时间到底几年？现在有争论有说2年的，有说4年的，有说几年的，反正时间不长。这周武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又在襁褓之中，还是个孩子，他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资质，这是怎么办？周公呢，就受命于危难之际出来治国，那么一直6年把天下安定了，那么四方的诸侯都来朝会了，那么周公呢觉得自己应该把权交还给成王，那他治理作乐。这个治理作乐呢，这个大家都不否认，但治理作乐是形成文字的，还是当时就是一套规定？那么古文学家认为呢，治理作乐治的就是周官仪礼，但是呢，今文学家呢，就是包括一直到汉代写《史记》的司马迁，写《汉书》的班固，
都认为实际上这个六经我们往前推，只能推到孔子。孔子我们为什么称他叫庶王？他没有王位，没有王权，但是他为万世来制定制度，那么这东西呢就是六经，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到了汉代那个治国就是按照这些东西来治的，无冕之王。好，这个书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去找一本看看目录，然后挑一两篇稍微翻翻，你不要光听我讲，那没用的。我们看到这个17篇呢，其中有9篇在片名上都有“士”这一个字，比方说士婚礼、士冠礼、士丧礼等等。大家知道，古代这个贵族它分等的，最底下那一层叫士，这个士呢有下士、中士、上士。这个比他高一个档次的叫大夫，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这个上大夫又叫卿，所以我们讲卿大夫，实际上就指大夫这一个层次。以前我上课总有人问我，老师这个卿大夫是卿大夫还是卿大夫？我就告诉他，上大夫叫卿。那么所以他有好多都是士礼，士丧礼、士虞礼等等。所以有的人认为呢，这部书记载的不是天子诸侯的礼，实际上它主要是士礼，最下一个等级的人的礼，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不一定，有一些礼里面参与的也有大夫的，比方相饮酒礼、相射礼也有大夫参与的，你看看还有一些，甚至我们要去读它，就发现它不是士。它里面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诸侯甚至大夫。比方宴礼，那么诸侯和卿大夫一起喝酒，怎么喝法的？那里面不是像我们今天胡吃海塞，它里面充满着礼，非常高雅的。太射，这个大跟太，古代是一个字，那么诸侯跟大臣一起射箭的礼。聘礼，古代这个诸侯国每隔几年都要举行一个盟会，大家见见面联络感情有时候由于特殊情况，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派卿作为使者去访问那么这个路上是怎么样的对方是怎么接待的？这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成文字的外交礼。了不得哪个国家有公辞大夫礼，公就诸侯，那么请大夫吃饭，锦礼诸侯朝见天子。特生会食礼，这大家一看这东西呢，不要被他吓住了我小的时候到我们无锡一个古旧书店架子上一看仪礼我就拿下来的线上一看，画的那个青铜器的图好怪我们家里都没有的那个字也都不认识然后再一看特生会食礼，哎呀脑子都炸了，这什么玩意这字这句子完全听不懂。其实特就是独嘛，独特就是一个这个祭祀的时候只有一个生，不是牛羊猪，只有一个就拿一个猪岁时祭祀祖先的。少劳太劳这个很简单，太劳就是牛羊猪各一个，这叫太劳前几年有人说什么叫太劳呢？就是天子关犯人的牢房这就闹笑话了太就是大牛羊猪一套叫一个太劳，那么把牛去掉，只剩下羊和猪，那叫少劳。这个会食呢，都是祭祀的里面的一个名称。有司撤，祭完了以后，这工作人员把祭品撤掉，这大家了解了解，增长好多知识
这个仪礼这么重要，非常可惜啊，到了唐朝的时候啊，他这个呢遭遇不幸了。大家知道隋唐开始科举了，啊，科举的时候，他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啊，当时叫九经。这个九经呢是易、史、书三礼三传，三传就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起来9个。这9个有的字数很多，有的字数很少，那考试的时候就不公平。那怎么办呢？2部内容字数最多的一个叫《礼记》，一个叫《左传》，这叫大经。考大经它有优惠的条件的。毛诗就《诗经》《周礼》《公羊》这3个字数呢中等，叫中经。易经、尚书、仪礼、谷梁叫小经。那么里面考试你先报你要考大经还是小经啊？那么这个人呢都有一个惰性，都希望呢取巧，要找那个字数少的好考的啊，不就这样吗？结果呢，《礼记》比《左传》好像要好读得多啊，《左传》他不读，《左传》太麻烦了，里面那么多人。中经里面呢，周礼、仪礼这4个太难，大家不读了啊，大家都喜欢去读什么《诗经》啊，什么个这个搞这些东西。后来王安石不太喜欢这个书，王安石特别喜欢《周官》，啊，他当时推行3经新义，其中《周官新义》他亲自写的，这书现在还有啊，大家感兴趣你就去看看。王安石变法完全按周官的，啊，那么仪礼他觉得哎呀这个太难读了。因为当时唐宋8大家，韩愈，8大家古文家第1位是韩愈。哎呦，韩愈说仪礼难读啊，连韩愈都这么说。社会上大家呢都不太愿意读啊，周礼仪礼这好多人不读。王安石科举改革，索性把这废了，不考了。大家想一想，现在我们高考要是不考英语，那还得了啊？这英语就没人读了。高考要不考地理，这个地理大家也不读了。高考是指挥棒，那时候也一样。仪礼不考了，好，大家都不读了。一直到明清之际，这个满族人南下杀这个汉人，然后要我们学他们的礼，要留辫子啊，要怎么，这汉族知识分子暗中对抗，怎么对抗？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礼。恢复我们的礼，哎呀，最重要的经典仪礼，啊，所以顾炎武啊、张二奇啊，很多人就开始研究仪礼。哎呦，一看这书不得了啊，掉了一行的，掉了一句的都没人知道啊，那刻的人也不懂，乱刻啊，这书都读不下去了。后来顾炎武他们就开始根据我们西安碑林啊，今天见到开成10经啊，拿得来校对啊，后来这个书啊就教得非常好了，啊，那么在那个中间呢很糟糕，啊，从王安石北宋王安石一直到清，这个仪礼呢极少有人再去研究它了，啊，但是尽管如此，科举考试不考了，民间不读了，但在宫廷里面，他很尊重，啊，皇太子成年这个礼怎么行啊？公主结婚怎么结啊？对不对？这个里面如果皇帝死了，这个丧礼怎么办？祭祀1年祭几次啊？怎么祭啊？摆什么东西啊？哎呦！所以我们今天要去读24史礼乐志，啊，这种跟仪礼有关的出没皆是，它在上层还保留着，啊。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像司马光啊这样一些人呢，就开始把仪礼把它简化、删掉，啊，结婚有6礼，太多了，有3个就可以了，他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删掉，啊，结果在民间传播，啊，这个今天的韩国他们都读一本叫《诸子家礼》，冠、婚、丧、祭4礼。啊，改变了整个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哎呀，这个里面也是我们读这个仪礼，啊，人生礼仪啊，我们这人呐，
从成年到结婚到社交到参加体育运动、参加国家政事，最后死了家里面怎么祭祀？你去读就是古代生活的一个类似于《清明上河图》你要了解中国人怎么生活的，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读这个书好了。那书很难读这时候你要有一点毅力，你要有一点决心不能打退堂鼓。你要把它读懂了，哎呦，终身受益，对不对？所以我博士论文做周礼做完了，我第二步就是做仪礼，一天标点一卷。今天标点了一上午没人弄完，下午开会了，怎么办？明天点1卷半，不点完不睡觉。好了，这个书特别重要。哎呦，这个里面有讲到很多，甚至里面的语言，哎呦都很有意思里面人怎么说话的都非常详细的记载了比方说那个丧礼都到棺材里面要开始走了，那个人怎么喊话的这里面全有哪本书上有这样的话宝贵极了。我们现在要我也不是拍电影的这拍电影的人要拍一个反映先秦的，你要忠实于历史，这种书不读，你根本做文章那瞎弄我们今天很多这个汉服协会、汉服公司那做的衣服，哎呦，那叫要让我来说你好，这有的啥不太容易但你把这个书读好了，你就会非常这个顺利。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古代中国，这个了解是深刻的，是全面的，我们还得要读这本书我当年做这个仪礼的时候，哎呦，全国有谁在弄呢？屈指可数。我用不着把脚趾头拿起来用，我这么数就没有了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有一批人，尤其年轻的孩子来研究这个书。好，最后我们说一下《礼记》首先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孔夫子的那个叫《礼经》，经呢是经典，这个记呢是解释或者是阐发这个经义的东西，我们把它叫记。这个礼它有一点遗憾，就是大家读过仪礼的就会感到这书非常难读，它就是记过程，它不讲解比方说孩子要成年了怎么办提前3天要去打招呼，请主持这个仪式的嘉宾，到那天早晨这个孩子的爸爸要站在门口，脸朝哪一面，要等待嘉宾然后再怎么谁拿帽子谁递过去什么，他一篇是这样的东西，他不解释。那这个体力就好比我们现在一个奥林匹克各种项目的比赛规则，他不讲意思的，他只告诉你什么样要扣1分，什么样要什么这个运动员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它这是一个礼法。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孔子的弟子或者说孔门弟子的后学，在学习演习礼的时候，这中间会有很多疑问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解释人到20岁为什么要成年礼你不举这个仪式我也成年，对不对？他有好多解释另外这个礼它不是这么狭隘的，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儒家是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我们人跟天的关系怎么处理等等都叫礼。所以孔门弟子及其后学跟着孔子，跟着他们的老师学礼的时候，好多人他写论文，这样的论文都叫记，它是围绕着礼经的，所以叫礼记。这样的记呢非常非常多
我们在书上看到，这个当时有一个河间县王叫刘德，这河间就在我们河北衡水那附近。我们中央党上写在门口4个字叫实事求是，这就是他说的。那么这个人呢，他很好学，很喜欢这个古书。那从民间呢，他得到的一批书，都是用6国的古文字写的。那么其中就有记131篇，100多篇，那么有的书上讲那个时候的记，有的不叫记，但是内容跟这个性质差不多的，那加起来200多篇，太多太多。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去读一读呢，有的是讲孔子说的话，在《论语》里面没有，比方《礼记》的之一，有通篇记载。这个孔子的话，那么也有的呢，是对理学思想的阐发，等一下我们要提到。古代的制度，它这个内容很丰富，很多很多。当时的学者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教授，做一个博士生，你在收集好多论文，对不对？然后要看了以后，我自己再提出我的东西。那么这收集，那个时候社会上这东西太多了，大家都传抄传抄了以后，这里面良莠不齐，有的写的特别精彩，有的就不那么精彩，也有的可能水平差一点，是吧？所以当时每个学者的手上都有一批这样的文献，那个时候纸还没有发明纸，都是竹简，后来呢，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了2个选本，那么有一个本子是85篇，一个叫戴德的人他选的，我认为这85篇够了，不要太多了。那么他的侄子叫戴胜，他选了49篇。那么这个呢，后来我们就把它叫大戴礼记，他的侄子辈分比他小，篇数比他少，叫小戴礼记。这个49篇我们刚才讲了汉书艺文之说，都是孔门70子。大家知道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0，这叫70子。这个里面都是了不得的人物。那么70子还有后学，是吧？那么他们呢各记所闻这个材料极其宝贵的，极其宝贵的。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事情经常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仪礼是孔子改定的一本经书，这个地位多重要！周礼和当时社会上这个风靡一时，认为是周公之典。这个《礼记》它只是记，它是附属于这个经的，是经的附庸但是很奇怪，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政府让孔颖达这一位学者来领衔，对这个五经做正译。大家知道那个经很难读，因为它是用先秦的语汇写的，好多我们读不懂。所以汉朝的人给他做注，到了唐朝的这个注也读不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解释是五花八门，咋办呢？就要一个权威的人物出来正译，把这个译要正过来，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那么天下的学子就不会各说各的了这个经典它有一个正确的意思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五经里面本来礼那个经是仪礼，后来唐朝就决定把仪礼拿出来，把《礼记》摆进去这个原因呢我们仔细想想，仪礼跟周礼这2本书都不好读
这个仪礼连韩愈都说难读，你一般的人怎么？一般人啊，他没有一点决心，没有一点毅力的，这书读不了。这个《礼记》呢，它文字非常的通畅，哎，什么是礼，什么是乐啊，什么东西的，哎呦，它这个甚至里面有上探阴阳，这个事物的条理啊，这些东西呢，啊，追这个人的性命之源，那么还要怎么修身齐家，民生日用啊，它这个是一个宝库啊。那么老百姓呢，一般来说，里面的相当一部分读起来没什么困难，而又非常实用。这个里面还多格言警句谚语，老百姓喜闻乐见。所以我们在旧社会啊，说句老实话，那个识字不识字都能说出几句《礼记》里面的话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书呢，很快的在社会上受到大家的欢迎啊。这个里面尤其要提到的，我们读这本书离不开两个人的东西，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郑贤的注。这个郑贤呢是东汉著名的一个经学大师啊，他注3礼，当时的人只能注里面的1本啊，甚至仪礼好多人没有能力把17篇全部注完，这郑贤把3礼全部注。3礼这个名称从他开始的，他注仪礼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他的注文比经文还要少，很多篇啊。以前我们这个线装书啊，你回去到图书馆找一个线装书，它每一篇后面这个单注本啊都要讲经多少个字，注多少个字。而他做的仪礼啊，他有好多那个注文比经文还要少啊。为什么？他就觉得有一些东西很清楚，你就不要在后面废话了啊，看不懂的字再注，所以他非常的精炼。那孔颖达的书呢不得了，那个字是极其的多，内容极其的丰富啊。郑贤你讲到的没讲到的，他都用尽可能详尽的史料来论证它，来证明它，来丰富它。哎呀，所以这个呢，堪称是经学史上的双璧、双绝啊！一个注比经文还要少的，这是一绝，这是郑玄啊。然后这个注极其丰富繁复，又是一绝啊。那么这2个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这个书呢，你去读经文读不懂很正常，不要紧张。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都这样，就读他注，一读注，明白了7、8分了。还有些不明白，这很正常，我们也是这样的。那怎么办？你去读他的书，哎呀，这个里面，给你讲的非常的透彻。所以我们说啊，读这个《礼记》啊，好比是依山注铜，一个铜矿啊，它铜矿是太行山啊，你挖得完嘛？啊，煮海为盐，那个海啊，你要吃多少盐？你拿大海你给我煮干了，你试试看。啊，这个里面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所以我是特别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读这个《礼记》。这个里面有49篇，里面有很多篇，都是影响中国文化2000年啊。下面我们略为呢这个提示一下你比方说《大学》《中庸》，到了唐代的时候，韩愈他们这些人开始把它从《礼记》里面抽出来加以表彰。到了宋代朱熹的时候，干脆把它拿出来跟《论语》《孟子》摆在一起，叫四书。四书后来超过5经啊，这太重要了。而这2篇就是《礼记》里面的，对吧？相传这个《大学》是曾子做的，到北宋呢，这个程子认为这是初学入德之门。你想做个有德行的人吗？
那这个门在哪里？门就在大学。那么这个里面呢，具有规模之大，又有节目之详。里面提到的3个纲领、8个条目，为我们学习儒学的人指明了方向，指示了这个门径、它的台阶、它的路径。这本书不读，你做什么中国学问？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中庸大家知道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一本核心的原典。中庸不懂，你要搞什么思想史？那么这个书呢，相传是子思做的。孔子的儿子孔鲤死得很早，所以孔鲤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著作。可他是孙子很厉害。这孙子叫子思。那么子思呢，再传就是传了，再传弟子是孟子。所以我们经常讲思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这地位非常高。这个中庸呢，并不是我们有些人歪曲的那样。中庸之道就是两边都不得罪，就是做老好人，风吹两边倒，墙上一棵草，都是胡说八道。中庸好的不能再好。我当年这个博士还没毕业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庸的文章。我那时候还没读过中庸。他这中庸关于什么是中庸，有30多种说法，怪。我说这怎么有30种，只有1种是对的嘛？其他都错的，对吧？然后他就给我说了半天，我都听不明白。后来郭典初简出来了，我再去读，读懂。我们这课上大概会有一次，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中庸是说什么的。实际上就是理。就这个东西。那么朱熹讲呢，有力选前圣之书，所以题结纲为开示蕴奥，未有落实其明且尽者也。乖，那前线所有的书选下来，说的那么明白，说的那么彻底，超不过中庸，极高明而导中庸。所以这个书要弄不懂咱们都是玩儿票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礼运我们儒家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走到哪里，人家叫他题词都是写天下为公。我一开始以为是拿一张复印的我想那个时候很难复印的后来才发现这个笔记都不一样。因为孙中山他非常崇拜这孔子你看康有为他也写大同篇，也受这个影响中国历史上不知道多少人都被他所鼓舞那么我们要不读礼运那是不行的台湾呢，他们有人就把礼运大同篇里面的一章谱成了歌子，一开会大家都唱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如果我们有人能创作那最好，如果一时不能，那我们呢先把他那个拿过来唱，对不对这是鼓舞我们千百万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乐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我会把乐记给大家讲讲。因为我们讲礼乐，除了礼还有乐
啊，以前的人认为为什么讲礼还要讲乐呢？因为礼是需要伴奏的。啊，后来我们一开始也这样认为，后来一读仪礼发现，好多礼没有伴奏的。啊，那士官礼就没有伴奏，婚礼也不伴奏，丧礼更不伴奏，对吧？那这个乐是什么呢？啊，我们在乐记里可以看到。啊，孔子拿乐作为一个教化的工具，叫乐教，有礼教还有乐教。乐教比礼教地位还要高，作用还要大。什么道理？我们也想在这门课里面啊，给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讲讲。那么我们中国呢最重视教育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篇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这也在《礼记》里面，叫《学记》。哎呀，这个里面啊，我们今天那些教育系的人在那里津津乐道的，什么教学相长啊，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哦，也是里面那2000多年了早提出来了。有一次，一个美籍华人来跟我聊，他说：“哎呀，他是个。”对于这个古代的教育思想很感兴趣，他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教育理论。我说谁告诉你没有的？那难道有吗？我说当然了，你去读读。哎呦，他后来兴奋得不得了，啊，这个年代这么早，研究怎么样教育啊这个民众啊，这个书啊非常重要。温家宝总理曾经说：“建国军民，教育为先。”这个就这里面，啊，很多格言。王志这一篇呢，也是有一点理想化的。有人呢写了篇这个东西呢，就是余下商周4代的制度，它摆在一起加以损益。啊，然后呢，怎么样颁爵位、制定俸禄，怎么封邦建国、设官分职、朝聘巡守，啊，教化行进、述则考绩、征税贡物，哎呦，怎么养老，一整套的制度。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名言，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读读。月令。有1年12个月，每个月的天象28宿哪个星象到头顶？物候啊，什么花开了，什么虫子叫了，什么树开始叶子变绿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农事？政府应该行什么样的政令？这里面全部有，这个里面体现了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啊，比方说到了春天，不要砍伐幼树，不要掏鸟窝，不要捕捉怀孕的兽，就这个书里面，啊，那个时候的人的思想非常超前，那个时候自然界的财富比现在多得多啊！啊，你去看看汉画像室里面画的那个鱼，哎呦，不要太大哦，长那么憨呐，那个鱼它吃不了啊。啊！但是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不能把这些东西穷尽了。我们跟万物要共生共存，才能共荣。你活也要让他家活。哎呀，这个中国人真是了不起啊！这是儒行。啊，孔子跟鲁哀公的一个对话。啊，这个鲁哀公看不起儒者。那孔子说了儒者的德行高风亮节，说了15种。哎呀，这篇东西好得不得了啊！我经常读，每读一次都要从里面受到激励啊。那么章太炎曾经讲啊，那个时候咱们国家这个命运很危难啊，他就说了。这个15种儒都是艰苦卓绝、奋力慷慨之士，啊，所以我们要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那么这东西呢，我也准备要给大家串讲一遍。
所以这篇也是非常好的。哎呀，这个《礼记》深受大家喜欢，是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格言和警句。我们大家多读读，以后写东西的时候引用几句。哎呀，这个读者一读的眼睛为之一亮。前几天我们有这个这个北京高校的辩论赛，几个大学的辩论赛，最后在清华开了一个会，就是结束了，开个会。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人辩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清华的学生对我很厚爱，要邀我去出席要我讲话，我这个情急之中，我说了一段话，结果好多同学觉得说得非常好，这个连我自己都很惊讶，因为我听他们辩论看了些，我说你们这个辩论这个有一个要改进的地方。实际上现在这个辩论是互相抹黑，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把他引，照你这么说，那岂不是什么什么了吗？那个人我不是，他就是这样然后呢互相说照你这么说，都是一种这个技术。我说其实你这个辩论要立于不败之地，你要引经典，这经典他不敢骂的，对不对？你引的都是经典，他不说哎呀这个经典是错误的，那完蛋了，你会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我们同学经典读得少，那么他都是一些大白话在那里攻来斗去的，没有意思，对吧？我们说师道尊严哪来的？就这个学记里面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治，要尊重学问。你再比方说，富人屋，德人生，这个有钱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房子装修得漂亮一点。可是有德之人，他一直会想到自己的身心的这个进步。现在我们在《左传》上，在国语上，智、仁、勇叫三达德，已经被好多人引用。你们看过《智取威虎山》嘛？里面一个侦察英雄叫孙达德。什么叫达德？就智、仁、勇。我们中庸里面就。什么叫智？好学，你差不多就是智了吧？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几句话是被我们后来许许多多学者所引用，所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之铭。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一丈一尺，文武之道也。哎呦，这个话说得多好！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这是提供了资源。哎呀，这个《礼记》里好多话一读你会觉得这个浑身一激灵。哎呀，这个这么好的道理，怎么我就不懂呢？比方说“傲不可长”，这个“傲”跟加单人旁的“傲”，古代是一个字。一个人这个傲气不能长。一个人的欲望不可纵纵欲那出问题志不可满，对不对？要是乐不可极，乐极了要生悲的，是不是这几句话你把它记住，对你一生的修养都非常好。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面前有个财富了地上一捆钱，你不要用苟且的方法据为己有，你要想想这是不义之财还是什么财，对吧？人家给你贿赂20万，临财，临就是面临嘛，面对嘛。我们现在官员要牢记这句话，这个20万能拿吗？这个贪官要少好多可惜他们不太读这个东西临难危急关头，地震来了什么来了，勿苟免我先顾自己逃跑，我是个船长韩国上次出一个事是吧？这船出危险了，他自己先逃跑了苟免
啊，这种苟且的最后又被抓起来判关牢里去，对不对？所以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要自己怎么跑，啊。我把这2句话打到 PPT 上，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临别赠言，我们每个人自己各自去找一个小的日记本，然后找同学，哎呀，你拿张照片嘛贴在上面啊，以后过多少年我会想起你，你再写几句话。我有个同学，我到现在记得他的名字，他给我写的话就这2句。啊，我当时很小，我读不太懂，啊，但是我总有读得懂的时候吧，啊，虽然越是读不懂，还越是记住了，对吧？到最后才知道，修身见言为之善行，行修言道礼智智也。博闻强志而让，顿善行而不殆，为之君子。这些话经常读，这个正能量就提起来了。现在我官风不太好，对不对？现在电视里这个披露出来的，上班的时候在那里上网、打牌、玩游戏啊，七拉八扯。啊，要读《礼记》啊！你同学要读这个，你就知道了，在办公室里什么事情不能做。宫廷不言妇女，现在我们宫廷里面谈妇女的，好像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公事不私议，这公家的事情要正大光明的做，啊，不要几个人晚上凑到一起，啊，咱们这次要换届了，啊，谁能上谁能下，这个不对头的，是不是啊？拉帮结派啊！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官府嘛，府是仓库，管物质，啊，我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转运站，你在这个里面工作，你就谈和这个有关的；你在官，啊，你就谈官里的事，啊，在府，官府这个府跟库，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读《周礼》你就知道了。在朝言朝，在商言商，对不对？我们人要很正派，要把这事情分得很清楚。朝言不及犬马，在朝廷里面怎么谈声色犬马，风气就坏了。你看这个书多好，对不对？哎呀，里面还谈了好多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不太懂的，他2句话就给你说清楚。啊，比方说入境要问禁，哎呦，这是个伊斯兰国家，我们问我他什么话不能说的，他什么东西不能吃的，禁止的，这尊重人家风俗，对不对？你否则到里面人家把你轰出去，啊，你这个家伙怎么混到我们这个里面来？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讳什么呢？就是人家爸爸的名字，啊，爸爸去世了，然后你这个有一些名讳，啊，儿子都不敢说的，啊，或者人家很禁忌、不愿意谈的事情，你要打听一下，啊，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就成为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人。君子视黄发。下亲位，入国不辞，入礼必事。这个我们现在有驾照的人都读这个就非常好了。士是什么呢？就古人坐在那个马车上面，马车前面有一个扶的一个杠子，啊，有的人就给他加个车字旁，我手扶着那个了。我看到过来一个黄头发的人，不是染发掉啊，我们中国人都是黑头发，啊。黄头发表什么呢？那个人年老了，这个黑头发变成白的了，白的再变就变成黄的了。所以现在有些女孩子希望弄黄头发，对不对？我下次看到问她高寿啊，快90了吧？适得其反。君子一看黄发过来了，一定是年纪特别大的，在车里面要试，啊，我赶紧扶住了，跟他
致意啊，表示尊重，对吧？入国不迟啊，回到自己这个父母之邦了啊，不要踩油门嘛。啊，这个马车，哎呦，回来了！我耀武扬威，这都是父老乡亲啊，啪冲过去，对吧？我们现在家里有一个奔驰宝马，那个人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对吧？哎，横冲直撞，这个没有修养，入礼必事。我们刚才乡里、邻里，那个里是自己的街道办事处的那条路，啊，到里面见到人啊，要跟人打招呼。啊，谦恭有礼，对不对？客车不入大门，啊，客人的车不要开到里面去，对不对？要尊重，啊，就停在门口，然后自己走进去。现在我们到孔庙那地方都有下马下轿的碑，啊，现在据说我们有些领导就是耀武扬威啊，到孔庙去的时候，那个车就冲进去了。没教养，啊，你这个人呐，不懂得尊重，啊，以前到人家家里的门都不可以，犬马不上御堂，啊，到人家家去最好别把宠物带去，啊，你把那条狗那个猫啊牵到人家堂上，这是很不礼貌。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很多生活里面的这种知识，这东西一读，你这个人高雅不少。托了不少的书，对不对？现在我们最有意思的啊，就是不懂这个称谓啊。天子的配妃叫后啊，这个后我们不能叫啊。我们在座的同学哪个今天回去看到妈妈说母后孩儿回来了，见到你奶奶说太后啊，孩子给你行礼了。啊，那么他们不会接受的，这小子今天什么意思啊？胡说八道，这是我们能教的吗？诸侯的配偶叫夫人，我们现在很多人呐，包括高级干部啊，不懂这个东西啊，接见人家这个外面来的团的时候，介绍这是我夫人，出洋相。啊，这夫人是尊称，不能用在自己一方的。我说这是你夫人啊，这少夫人，这是令夫人，这是尊夫人啊，是把你抬到诸侯的这个位置，这抬爱啊，然后我才给你用夫人的这个词，你别把自己也抬上去啊，对不对？哎，那就冒傻气了。啊，我就遇到一个年轻人，真真实实在北京，我说你贵姓啊？他说贵姓张。那么这不读不学之过也。啊，大夫叫孺人。其实我们看明清时好多墓碑，啊，一些官员的配偶死了，那墓碑上都会写孺人谁谁谁。那么这个呢，它有相应的级别的。我们说妻啊，现在我们普通都叫妻了。那么这是一个平称。父母活着称他父。称他母，自己的朋友称妻，死了，父亲死了叫考，母亲死了叫比。你不能说你们家考比啊正在吃饭就完了，啊，我们叫庐上考比啊，这个死了的才能这样。这个自己的配偶死了要称嫔啊，嫔妃的嫔，这古代都有规矩。祭祀一定要祭对我们民族、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家族有贡献的人，非其所祭而祭之，啊，你不应该祭点去祭他，叫淫祀。像我们家里摆个狐狸精的牌位，这叫淫祀，对吧？这个乱七八糟的，民间还有瞎祭的啊，这个听出来你都觉得特别滑稽的，啊，这叫。在我们宋代开始，这个祭祀什么国家有规定的，对吧？他引导老百姓啊，淫祀无福，啊，没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啊，你去狐狸精，狐狸精能保佑你考上清华吗？他做不到的。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文化史知识，是吧？我们经常说曹景，什么叫曹？什么叫景？我们说还有玉，啊，《左传》上经常有。啊，还有叫会，
还叫聘，还叫士，还有叫蒙。哎呦，你读这个，读古书的时候，你觉得好亲切哦，啊，每一样它的不同，你都看明白了。哎呀，这个里面还有好多故事，这个《礼记》这本书真是好得不得了的好，对吧？这一篇大家都读过没有？以前都在课文里面的，啊，孔子跟他的弟子子路从泰山旁边走过去，听到一个女人啊在坟墓旁边哭，啊，不光是哭，哀伤这个程度很厉害，啊，孔子就把车停住了，在上面视而听之。哎呦，说子路，你去问看怎么回事啊？怎么哭那么伤心啊？啊，好像很那个的，哎，然后去问他们，他说他的舅死于虎，哎，他的公公呢被老虎吃了，她丈夫又被老虎吃了，如今他的儿子又被吃了。那么说，那你为什么不离去呢？还在这里耗着呢？他说这地方没有苛政。哎呀，孔子听了很伤感啊，那是小子自之，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厉害，啊，人家宁可被老虎吃。你想想这个，孔子哪像有些人骂的那么坏，啊，非常仁爱。战与郎读过没有？以前曾经也是进了这个小学课本，啊，齐国跟鲁国打仗，那么在一个叫做朗的地方打仗，那么鲁国一个大夫叫公叔于人啊，这个人他还是很有身份的人。哎呀，他跑到那里去，遇到了仗入保者息。什么意思呢？哎呀，这个老百姓就打仗啊，冲锋啊，又回来了。哎呦，第二次冲锋回来了，老百姓疲惫不堪，就拿着那个杖啊，就摆在脖子这里，拿两个手搭在上面。哎呀，累死了。然后进那个堡，就是一个房子，到里面去休息。哎呀，为国家那么打仗打得疲惫的那个样子。哎呀，这个公孙于人呢就说了。哎呀，平时我们使之啊，就是很严重啊。平时我们一会儿让他这样，一会儿让他这样，啊，我们任之使和任就是让他们就是交税啊，为国家做事啊，都非常繁重，都非常严重。现在你看他们又在为国家那个，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君子，不能出谋划策，啊，这个士呢，做了一个士，不能为国家去牺牲，这怎么行呢？我们是士大夫，要有士大夫的精神。我这既言也啊，我这么说了，然后移到这个邻居的一个书上是童，现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儿童的童，他和他邻居的一个小孩叫汪齐，两个人一起去打仗，啊，你们休息了，我们冲，两个人都死了。死了以后，鲁人呢，希望不要用丧就是还没成年就死了。你把他当个小孩，古代这个未成年的人，他这个礼跟成年人是不同的。照道理这还是个小孩，啊，大家说考古里面经常有一种瓮棺葬，啊，就那人死了不能有棺材的，摆个坛子里面，啊，这个祭祀都很草率很简单，啊，鲁人就觉得这孩子哎呦牺牲了，我们不要用这个丧这个礼来对待他。然后呢，哎呀，这样做行不行呢？就问仲尼，问孔子。孔子说：“这个汪齐能执干戈以为社稷，啊，了不起啊！啊，那么大家呢要不能用这个礼对他，不亦可乎？这就对啊，应该像成年人一样，一个战死在疆场的人，一个烈士。”我们来对待他，用这个礼节来对待他，啊，所以这故事非常短小啊，也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对吧？
礼记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现在读起来啊忍俊不禁的一些故事。一个叫陈子车的人在魏国死掉了，那么他的妻子和他的家大夫在商量要给他弄个把活人去寻葬，啊，然后把方案定下来了。结果呢，他弟弟陈子抗到了。那么这个他的妻子和家里的这个管家呢，就把这个经过告诉他。哎呀，说这个陈子车有病啊，现在死掉了，死了以后到那个世界里没人来照顾他，莫养于下，啊，所以我们呢请求呢要弄2个人给他寻葬。这陈子抗说了一句话：“以寻葬非礼也。”不合于道德理性的要求。那虽然你们觉得呢，他有病，在地下还要有人去奉养他。哎，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最理想的人物啊，输入妻与宰，最合适的到下面继续去照顾他的，没有比他的太太，比他的这个家臣更合适的了。你们一定要寻葬。你们2位去吧，这样是好呢还是不好呢？你们考虑吧。后来这2个当然说，那就算了，对吧？《礼记》里面还讲到故事，有一个人他死了，他死了以后，一定要他2个婢女把他夹在中间寻葬，跟他弟弟说，我死了以后别忘了要弄2个女人在我左右。他当时就答应了。等到他真的死了，下面人要不，这个说开什么玩笑，非礼也，不可以的就把他一个人给葬到地下去。这个里面充满着这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些东西。好，最后这故事也挺好玩的我们把这个讲完这堂课就结束了。这个晋国。我们说3家分晋是吧？其实最早是晋国有6个卿，这3个卿先完蛋，只剩下3个了。那么这个6卿里面有一家是姓智，智导子死了，还没有葬。根据古代的礼呢，这个大夫死了，他的棺材是摆在堂上的，要等到适当的时间才把他抬走去埋掉。还没葬呢，结果这个晋平公呢就开始喝酒了。我们古代那家里死了人，国家里面死了大臣，不可以饮酒作乐的。结果呢，他在喝酒，一个乐官叫司旷，还有一个很贴近的一个人叫李条，这2人陪着他喝，还敲钟，钟鸣鼎食嘛。这时候有一个人叫杜快，他从外面走进来，怎么有钟声他就问了，谁在喝酒这人在哪里下面说在寝，在旁边这个睡，以前这个有堂有室有睡觉的地方他在后面在寝，他就跑进去了，立阶而升。照道理他上台阶要要这样哗啪啪啪啪就上去了特别快然后他一进去以后酌了一杯酒，然后说况饮司况，把这一杯酒给我喝了那摸不着头脑就喝了一杯，然后他又做一杯，调饮司，不是2个人吗你把这杯喝了，喝完以后他又弄一杯，然后在堂上面朝北坐下来，喝完话也不说，这样下台阶逃，然后去这个平公就很奇怪过来呼而进之，说这个你进来快这个以前你老是会给我一些教导的，是吧？这次来我以为你要给我什么教导，所以我刚才呢在等呢，我没跟你说话，你为什么要让司况喝呢？然后他就说，我们历史上有规定这个日子是子日或者是卯日，这是不喝酒的。为什么？因为相传那个子日呢是
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被杀掉的。卯呢，就是商纣王死的日子。哎呀，所以每到这样的日子，大家就是觉得呢，不要敲音乐了啊！这个日子都有一些身份很高的人死掉的。现在这个智导子就这个人，他尸骨未寒呢，还在堂上躺着呢，对不对？他这个人死了，比这个什么这个夏桀、商纣王死，哎呀，这个事情要大多了。啊，那个还是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好远的事，是司旷是你的近臣，为国家出了那么多力的人，对吧？这个司旷是太师，这个躺在床上，他应该早就是要告诉你，所以我要让他喝，实际上是罚他一杯。你这个道理不懂啊，你是乐师啊。啊，什么时候该奏乐，什么时候不该奏乐？一个人刚死了在那里，你就奏乐，所以要罚他。那么你又让这个礼条也和罚酒是什么道理呢？他说，这个礼条啊，是你的谢臣，就是跟你最亲密的啊。我们讲的难听一点，就跟那个太监差不多的，一天到晚黏着你的那个臣，对不对？哎。他为了这个一饮一食啊，要喝一杯酒，要吃点东西嘛，啊，他已经忘记了这个君呢应该有的忌讳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要让他罚一杯。司旷要是做错了，你在这方劝谏一下，他不就不赢了吗？不就不会错误了吗？哎，那么你为什么也要罚一杯呢？他说我是个什么人呢？宰夫啊，我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对不对？我一天到晚弄些刀啊、叉啊这个东西，啊，我超越了自己的权利，哎呀，怎么办呢？所以我应该罚。哎呀，这晋平公一听啊，哎呀，寡人也有过啊，你也弄一杯，让我喝一杯罚酒，啊，这杜恪呢就洗了一个盉，洗了以后。啊，把那个盉举起来了，啊，扬起来了，啊，这个晋平公跟周围人讲，哎呀，将来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废这样一个仪式，所以到后来喝完了都叫扬盉，啊，哎，杜恪扬盉，这个里面你看这一个厨房里的一个小官，他都懂一个道理，人要有爱心。一个国君身边的人做事情要知理，要懂分寸。哎呀，这样的故事在里面好多啊，大家为什么不读呢？啊，读了以后，我们对自己啊，哪怕以后讲课啊，都非常有用。所以三部书很重要啊。我们每一位对中国礼乐文化有兴趣的同学啊，希望你们至少去读里面的一部啊。如果你能把三部都好好的读啊，你一定可以从里面啊得到无穷无尽的知识，能够被它所化。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讲第5讲，题目呢是礼教与乐教。我们经常说周公治理作乐啊，那么中国文化呢是礼乐文化啊。前面几讲我们主要讲的都是礼，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啊有人要着急了啊，你怎么光讲礼不讲乐？啊，其实这问题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礼跟乐啊，是什么关系啊？这个以往啊，很多年以前，甚至包括我在内啊，那时候我们对于乐的了解还非常少
我们往往认为这个礼嘛，叫音乐伴奏，对吧？现在我们结婚不是大操大办都吹吹打打的吗？现在就是办丧事死了人，这出殡的时候也要吹吹打打，所以礼乐就这么来了。其实这个看法呢，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古代的时候结婚它是不奏乐的，办丧事也是不奏乐的，高兴什么？高兴不起来的那么在宴饮的时候，在集会的时候，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才有乐那么在儒家文化里面，这个礼跟乐呢，它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在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乐它起什么样的作用？一开头我们来要提到一个概念我们经常讲礼教其实还有一个乐教。其实再大一点，孔子的六经都是拿来教育的如果大家看过《礼记》《礼记》49篇里面有一篇叫经解，经解就是解经这个六经它到底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而这个设置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孔子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孔子说，我们进入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对这个民众实行过些什么样的教育，那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一看这个地方的人，这表情都非常的温柔，那么一定呢是诗教。如果我们经常读诗，那么人的这种心性，他的表情就会非常的温柔敦厚。如果到这地方一看，这个老百姓都要达到这疏通之远，疏相对于密而言的就是我们通过几件事情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历史，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民族怎么发展过来的那么一定是书教读过尚书你就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几个大的点让我们有了一个历史观。那么如果这个人民广博益良，一定呢是推行了乐教。这个音乐大家知道他甚至我们今天可以说他没有国界而他这个推行，他不会受这个汉字我们这个民族文学他不受这个影响他能传得非常广非常博而且让你听好的音乐，这个很简单的事情，而受到的教育又非常好那么这种呢这个就是乐教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后面呢还有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不说了，就大家知道除了礼教我们还有乐教，而且六经都有教育民众转化风俗的这样一个功用。好，这个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一场争论这个争论呢是围绕着《礼记》里面的一篇叫做《乐记》这个展开的。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一讲音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要提到七声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呢，一看我们的文献里面只有宫商角徵羽5个，就哆来咪嗦拉，就发和 C 没有2个半音就是钢琴上那2个黑键是半音那2个东西没有，我们只有宫商角徵羽我们7个音调都不全那么由于近代以来我们在文化上就是个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把我们这文化看的是非常低的非常落后的
啊，甚至于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哪个民族没有？中国就没有。啊，那么12律哪里来的？啊，大家知道把一个七声音阶，把它分解成12份，啊，6个阳6个阴，叫6律，加起来12律。啊，现在我们在钢琴上都有。啊，那么像郭沫若这么有名的学者都说，这个12律不可能中国发明的。啊，巴比伦的黄道12宫。啊，传到中国来，然后呢，我们在这基础上，我们才了解有12律。那么当时呢，对于我们这个传统音乐持否定的、贬低的态度的学者啊，大有人在。啊，所幸的是，在当时的学者里面，也有一些人他是不信邪的。啊，我就不信了。说中国人这么蠢，哪个民族都知道七声音阶，我们知道5声音阶，我们什么东西都要靠外面进口。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吕骥先生。那么为了要破除这样一些这个不公正的这个评价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呢，深入到全国各个省去看考古发掘出来的乐器，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古人不会说话了，但是古人呢，他会把好多东西埋在墓葬里面，那么我去看他在墓葬里面埋了乐器没有？那么这乐器拿出来我吹一吹呀，对不对？那么我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有没有七声音阶。好，我们呢看的结果是很振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乐器。那么中国这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就中国人特别喜欢要把当时的历史要把它写下来如果这段历史当时没有文字，我们要根据口耳相传的这口述史要把它追记下来所以我们中国这种文献特别发达，哪个国家都不像我们有24史，24史里面前面还有《史记》前面还有很多甚至我们还有青铜器有甲骨文这个都是史料。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记载历史，要从历史记载里面寻找教训，寻找智慧这个成了我们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力量。那么好了，我们一边要找，一边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历史上的记载，对不对？那么我们有一个最早的文献叫《尚书》其实最早它不叫尚书，就叫书，因为它是孔子这个整理过的一个经典，我把它叫书经那么后来有一个名字，因为它记载的那些内容都是我们一个历史如果看作是一个轴它是在很上面上古时代的所以把这叫尚书。这个高尚的尚跟上下的上这两个字是通的它是记载到尧舜那里去了。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篇呢叫做《尧典》，尧舜的时候留下来的一部典章。这个里面讲到当时演奏乐曲的时候用的乐器有8种材料，这8种材料奏出来的这个音响音色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用一定的旋律把它组织起来之后非常好听，叫8音克谐现在西方人有卖那个8音盒，其实这个8音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个8种材料呢叫金、石、丝、竹、刨、土、革、木。金我们在那个时候不是指金子，是指铜器或者泛指这种金属的东西我们的编钟
如果敲那个钟叫鸣金，啊，让它鸣就发出声音，啊，这个金啊。石呢，大家看到石片，啊，就是这个磬，啊，丝弦，甲骨文里面的音乐的乐，就是在一个木头上有2根弦，啊，因为它不能一根根画出来，啊，那么这个呢，都是乐器，啊，这竹子，弄上孔，啊，它能奏出音乐来。相传我们12律就是皇帝让下面一个乐官，啊，去采了一个地方的竹子，然后模仿凤和凰，啊，这是一个是公，一个是母，啊，模仿他们的叫声，啊，发明了12律。这个竹子在我们中国啊，做这个乐器源远流长。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啊，这陶呢就是土，实际上刚才讲的啊，我们做的埙，大家看过是不是？就拿土做的，啊，那么刨呢就是葫芦，啊，我们不是葫芦里插上管子就变成笙，啊，现在我们在南方广西那边吹的葫芦丝，啊，实际上这个大家知道它有一个共鸣的一个腔，对不对？革就是皮革嘛，啊，就是一个木框上面蒙上那个皮，啊，敲起来有声音，对不对？木呢就是木头的，啊，我们现在在孔庙祭祀的时候就看到一些这个乐器，啊，它完全是木头的，像那个柱，对吧？这个都是木头。8种材料，这个中国人呢非常聪明，啊，他们在长期的这个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摸索这个乐器啊它的规律啊。后来我们发现呢，我拿那个石片啊挂起来，我敲它，如果它厚的跟薄的摆在一起，敲出来音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拿很多啊，不断的试验它的大小厚薄，敲出来这个里面的音阶音高的这个规律啊。因为你一敲它，这个板就开始震荡啊。后来发现这个板震荡呢，弄到最后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有7声音阶。像我出土的磬已经非常多。啊，何止7声音阶，晚一点的12律都有。啊，这是一种。第二一种呢，就是等一下我们讲到一根丝弦，我去拨动它，那么它要震荡。啊，这个称为叫弦震荡。那么弦震荡，它弦的长短不一，啊，我拨的距离不一样，那么它也会啊，到最后呢是7声音阶。啊，太奇特了。啊，不可能是8个，如果是8个，到第2个这个啊这个8度里面去了。另外还有管震荡，拿个笛子，我把空气吹到管子里面，是吧？那空气在管子里面震荡，我不同的音孔我去摁它，发现也是7声音阶。啊，所以古人非常智慧啊，这个不同材料的乐器啊，都能发出共同的7声音阶。那我给他一个调门，给他一个旋律，要他来表达我的或者是快乐，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忧伤的情绪，啊，他就丰富多彩，对不对？好了，那个时候主要的乐器的种类都有啊，而且在社会里面啊。这个广泛存在，谣典里面甚至是提到，当时那个舜啊继位了，尧年纪大了，啊，经过层层选拔、反复的考验，才会选定舜来做接班人。啊，这个舜呢就开始设立他的这个政府机构。啊，任命官员，这官员加起来还不到10个，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它里面有一个官是管音乐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奎。啊，我们想想今天我们多少个部啊？这个里面没有一个专门的音乐部。啊，我们这个乐是摆在文化部下面很多个门类里面一个很小的东西，但那时候这个乐特别重要。啊，我们来看看，这说魁命如典乐，这个典就是掌管，也来掌管音乐。这个音乐不是像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伴奏，对吧？哎，然后吃饱了饭没事干啊，我们要蹦跶蹦跶啊，要卡拉 OK 一下。啊，这种娱乐，那时候把这音乐放得非常高，啊，命如典乐，你要典掌这个乐是干什么的？叫奏子。什么叫奏子？天子的孩子，诸侯的孩子，啊，卿大夫的孩子，一句话，贵族子弟。前2年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啊，他听我讲这音乐，他很感慨。他说，其实西方人相当重视贵族子弟的音乐修养。哎呀，我说我们早就这样了。那奎他不可能把全国人民都不要种地、不要生产，都要学音乐。啊，那么贵族子弟呢，他有这个条件，而且将来他们是要去担任各个层次的领导的。啊，所以他的音乐的教养特别重要啊！有个人专门来管他们，啊，要管他们这音乐的修养要达到什么程度？直而温，宽而利，刚而无逆，简而无傲。哎呦，这个标准很高。我写过篇文章专门讲这个东西。啊，一个人正直了，过分正直了，他往往不温和。我这个人就比较率直，啊，经常有人看到我很害怕，说我不苟言笑，啊，其实我这个德性的修为啊不够完满，对不对？往往这个我经常想我是暴躁脾气，一点就走，啊，这直固然是好，但是呢还不够圆满，啊，还要让人感到呢，非常温和啊，这才好了。这个通过音乐来打磨你，对吧？宽，往往一个人啊，他非常宽厚，对下面的人啊，爱干嘛去干嘛去吧，啊，我是放牧式的，然后大家就对他没有敬意，没有力，对吧？一个人如果刚啊，到什么都是刚，乖，他往往就会暴虐，啊。所以这个刚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德，啊，可是弄不好呢，他就会啊走到另一个方向去。简，有的人的生活里面他比较大而化之的，啊，什么东西都大大咧咧的啊，大大咧咧，我们经常有人叫傲咧咧的，啊，显得很傲慢，漫不经心。这些前面这5个字，4个字。都是我们天性里面非常好的，但这个天性里面非常好，它不等于是完满的，啊。那么通过音乐呢，使你的生命体里面是最好的一些天然的德性，能走向一个圆融的一个境界。这通过音乐，哎呀，让我们很吃惊啊！这个里面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讲这个音乐啊这东西的关系。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杂志叫《诗刊》，啊，那2个字还是毛泽东写的，啊，我第一次知道那个诗啊可以这么写的，草写，啊，那么《诗刊》的毛泽东题词就诗言志，诗是干什么的？不是无病呻吟，诗要表达我们内在的志向，啊，这志是什么呢？心之所至。这个心啊，要往什么地方去？我长大了想当一个科学家，我想当一个教育家，我想当一个宇航员，这叫志。我的心从小开始往这边跑，为什么要立志啊？我这个心所到的方向，这叫志。那么诗歌呢，实际上它是表达我们内在的志向，下了一个定义啊。我们现在好多人做
做一些新事，说句老实话，真的，看不下去，里面没有东西，有的还瞎掰，你看古人都知道要言之有物。歌咏言，歌是什么呢？他下个定义，歌就是把你，我们讲语言是你来我去，你问我一个，我回答，你再过来，这叫语。言呢就是自己说，《论语》里面就有老师跟学生，他叫语，他不能叫论言。那个言是什么？就自己说，不是跟人家讨论。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的时候别跟人讨论问题，晚上要睡觉了别说话，别人嘚啵没个了，那歌呢什么呢？就是把言拉长了，对吧？这个大家会唱好多歌，你都有这个体会。歌咏言，咏就是长，那么声呢，就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声呢，要依照着你唱的那个伴奏的。我们这个京剧在那里那边啪板一唱叫板了，那人开始唱了，那旁边就要根据这个演员的声音他来演奏。律就12律要使我们这个声呢和谐。各种各样的乐器如果瞎敲就敲成一锅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八音呢要写无相夺伦，不是我要把你压倒，你要把我压倒，我要这个盖住你，你要盖住我，不是这样的。这个八音呢是和谐的，围绕住一个主旋律，互相不夺。那个指挥呢总谱上就是这个地方弦乐起来了，其他的低下去，到这个地方管乐起来了，弦乐要作为衬托。我们这个在2、3千年的这个里面呢，就已经达到这个境界神人以后听了以后，我们觉得这个人的心性是和的，整个社会是和的。哎呦，这个叫做百兽率舞，哎呀，那个旁边那兽听了这么好的音乐都跟着舞蹈了，所以我们经常一讲到音乐就要提到《尚书》里的这一段，非常美好。好了，我们以吕季同志为首的本位文化论者他们就到全国去开始找我们古代有没有乐器。5000年文明史最早的乐器在什么地方他们很聪明，要去找乐器呢，一定要找我们中国的，对吧？你找了一个小提琴出来说这个它有12律，跟你有什么关系这胡琴胡琴也是外面要找，只有中国有，外面没有，那就是埙埙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一种乐器。那么好了，我们在陕西临潼有一个遗址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这遗址叫姜寨，就找到了陶埙。这陶埙有2个孔，就可以吹它的声音，它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我把2个摁住了，吹出来什么声音？我放一个是什么声音？我放那个什么声音？我2个全放开什么声音？对吧？这个演奏家他很有经验那么他用这个呢去看我们当时呢达到什么水平了？后来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是甘肃玉门火烧沟这个图有一点变形，实际上这是像一条鱼，这是鱼的嘴，这是鱼的尾巴，这发现好多那照片上一大排对吧？它有吹孔的，有这孔的那边可能还有。那么再到我们这个仰韶以后就是到这个马家窑文化，在甘肃青海这一带的这个文化，它的就是在仰韶这个文化衰败之后结果梅开2度这个彩陶文化跑到西北又出来
啊，所以有人讲我们彩陶文化是西方过来的，这胡说八道，啊，因为这个年代早的在里面，啊，年代晚的在外面，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彩陶非常漂亮，啊，这是典型的啊马家窑文化啊4大圆，啊，这是一个吹孔，啊，那么这里有3个暗阴的孔，哎。分别在边上啊挡住了，那么就看到这个熏啊，它越来越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好了，这件东西呢，我们现在拍不到原物的照片，在网上弄下来，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那么这是安阳殷墟的，大家知道，这商代的，啊，那么有个陶熏啊，这个陶熏上面有非常复杂的这个饕餮纹的这个花纹。啊，实际上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眼睛，看到没有？眼珠子，对吧？这是一个眼睛的框，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眼睛，眼珠子，眉毛，对吧？哎，它是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饕餮纹的一个装饰。那么这个东西呢，这边有孔啊，这边有，这是2个孔，反过来。是3个孔，那么演奏的结果，还不要说七声音阶，12律只差1个了，啊，它有11个律，离12律只有1步之遥，那不要讨论了，对吧？七声音阶它早有，啊，所以这种出来就说明这个商朝的音乐，啊，非常的发达。哎呦，我们在殷墟。有一个著名的武官村，啊，文官武官，这地名都很有意思的，啊，武官村有一个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盗了，盗了以后埋起来了，啊，那么30年代啊，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啊，这个傅斯年、梁思成啊这些人浩浩荡荡的开赴这个地方来进行科学发掘。啊，那么后来把这个墓给翻出来了，啊，翻出来以后，好多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啊，非常有幸啊，在这个墓葬的2层台啊，就是它一个最深的，就是埋棺的，这个棺填平之后，旁边还有一个平台，上面是埋殉葬的人的，在2层台上面竟然有一个这个东西，这种上了邮票的。这是一个磬，这个磬呢有2种，一种是成组的，我们把它叫边磬，还有一个单独一个，这叫特磬，特就是独，单独一枚。那么这个东西呢，大概是一个单独的，啊，这地方有一个挂起来的孔，啊，那么这我们一看呢是个老虎，啊，这个效果不太好啊，这个老虎的嘴看到没有？啊，里面有牙齿，啊，这个嘴这样过来的。这是老虎眼睛，啊，身上有花纹，这有爪子，这个磬的器表，啊，就装饰了一只，啊，这个花纹，这个纹饰非常富丽繁缛的一个花纹，所以把它叫虎纹大磬，啊，那么这种是我们国宝级的，现在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哎呀，这个音乐嘛，跟舞蹈总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啊？一开心，啊，就像手之舞之，作之蹈之，手舞足蹈，啊，咱们中国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这不随便说说的，说管什么用啊？我们拿东西出来，有一个村子叫上孙家寨，大寨的寨，上孙家寨，啊，这里面呢出土了一件，啊，这东西。啊，大家如果上过我那个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那个课，现在网络上有啊。我们曾经到博物馆把这件东西的原件啊拿在手上啊讲给大家听。那么这东西呢非常了不起啊！你看呢，它是用这个竖条的和这个叶子的这个纹饰，把整个真的分成了3等份，每一等份这上面有5个人一组，啊，这5个人一看有头饰。啊，不知道是不是辫子，啊，然后呢，手拉着手，还有
尾饰尾巴这个地方还有装饰，方向都一致的啊，辫子朝这个方向，尾饰朝这个方向啊，一种平衡，它不乱七八糟的啊，很漂亮。那么现在我们多种中国舞蹈史啊，它的封面或者里面的彩图一定要用到这一张啊。无独有偶，也是在青海啊，有一个地方叫宗日，祖宗的宗啊，日是日月的日。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哎呦啊，1、2、3、4、5、6、7、8个人手拉着手啊，这个裙子好像是灯笼啊。那么青海人很自豪地说，他们到今天还在跳这个舞，当地叫锅把。啊，就手拉着手的啊，电视里经常有，是吧？手拉着手，跳一下，跳一下。那么这种形象的描述呢，你看在青海啊接二连三的出现，啊，音乐舞蹈，这东西也是在青海出的，好多地方都有。我们猜猜看，这是一件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敲击乐器。敲哪里？突出来的位置，哪个地方？这个？这里能敲不断掉了。我认为它是一个吹奏的乐器。吹的，怪这么粗啊？这个吹不动的啊，那管子太粗了。我们为什么找笛子啊？它比较细啊。啊，这吹要把人吹得虚脱了要。还有没有？好。我认为像一个沙锤。拿在手里甩的沙锤，啊，噌噌噌，这种乐器啊，对。好，我认为它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鼓一样啊，把这个动物的皮啊包在这个外面，就可以敲打出现在的音乐的声音。对了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东西挺好玩的，你看到没有？这几个东西不一样的，看到没有？这个有个圈，这里有个圈。就是绳子从这里穿进去，再穿到这里，就可以挂在脖子上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呢，你看它是相当于一个倒钩，看到没有？把皮蒙上去后怕它弹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用绳子把它一系，就把它勾住了，啊，然后就敲，啊，像这个朝鲜人敲的那长鼓，就这样，啊，这个在我们山西搓的有的差不多有1米多。啊，出头是那种摆那里，哎呦，这一看旁边有一层鳄鱼的鳞片，啊，那树上叫驼骨，啊，声音特别大的，啊，原来有的，最后时间久了，那绳子断了，啊，那个皮呢也烂掉了，但是那个鳞片不容易烂，都在它周围，啊，那么这种东西呢，是一种叫什么？用革做的一种乐器，这是钟。啊，这个钟很有意思，旁边有翼，非常奇怪，它不对称，啊，所以现在给它定名叫单翼，啊，翼就是翅膀，啊，一个钟，这是比较早的一种金属的这个乐器，这个年代稍晚一些啊，那么这个呢，一般认为是商代的，这是一件鼓，这个鼓呢完全是仿陶的。做的非常的精美，在湖北一个农村里出土的，这个上面插野鸡毛的，所以去看看甲骨文里面那个鼓，哎呦，简直就是它的象形字，下面一个夹子，上面可以竖起来。那么这种乐器呢，这个在商代就那个，哎呀，我们这乐器做的好极了的好。那么我们呢，除了乐器好，我们还找它的规律，找它的规律。这规律呢，就是我们这个掌握的声律法。比方说一个弦乐器，多长是什么音？那么弓是一个什么音？商是怎么求出来？绝是怎么样？指是怎么样？
大家来看一看一个动画，很有意思太智慧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有一本书叫《管子》，《管子》里面叫小匡然后他就提到，我们拿一根81寸长，把它固定在那里，一弹，我们把它叫弓这个弓就相当于哆它没有绝对音高，它是一个相对音高，我们把它定成哆了，后面来咪发都可以了，是不是把这个8升1寸，我们取它分成3等分1/3，然后把它加到后面，就变成108了。那么这样的声音弄出来，我们叫指。然后再把这个108寸分成3等分，再去掉1/3，剩下来就叫商了。把这个商分成3等分，我们再加在上面，这就是雨了。这个雨分成3等分，再去掉1/3，就是绝。这宫商角徵羽这个5音就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3等分去损，就是去掉1/3，就是加上1/3，求出了这个5音的这个音高。古希腊素称是世界上这音乐最发达的这个毕达哥拉斯他发明了一个5度相生法，那比我们晚好几个世纪这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有歌拔相生法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由于我们掌握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现在考古发现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惊喜在河南舞阳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叫贾湖那么我们考古学家在这地方呢，就是发掘出了一个前仰韶时代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距离现在大6000多年那么这地方大7000年到9000年这个遗址非常的大这个文化内涵非常丰富里面最让学术界感到惊喜的是挖出来一批笛子当时挖着结果在那个人的手的旁边或者是2个腿的中间都挖出，一看这么长，拿起来看是骨头，骨头中间都是土这个考古人员就把它拿出来，把土弄掉，一看这是个笛子第一反应就是个笛子，是吧？可是一个笛子6个孔不能吹，因为那孔排得太近了，是吧？我们吹过笛子都知道，这个吹口跟后面那个孔有个距离，中间还有一个孔是贴那个膜的它这样才能吹。可是它都挤在一块儿不能吹，不能吹什么东西呢？这样的东西挖出了10几只那么这个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这是一个类似于仙鹤那样的一个动物的腿骨，仙鹤腿比较长那麻雀的那个骨头做不了东西，喜鹊的骨头也做不了东西，这仙鹤的腿这么长，把2头骨臼给它切掉了，然后出土10几只都是在一侧钻的孔，不是钻着玩的，对不对？钻着玩的呢，东一个西一个瞎钻了，可它都在一排那么就拿着这个到中央音乐学院找专家鉴定。那专家一看，这就是笛子这笛子怎么吹现在中亚西亚都有这种类似的这个乐器它竖着吹的那个吹孔实际上是暗孔然后他把那个气吹到壁上然后这个在里面震荡，然后他这个暗孔呢来控制它的音那么音乐学家见多识广就拿出来这一头吹吹，那一头吹吹确定了是这么吹的那么一开头就吹一个最简单的歌，我们河北民歌叫小白菜，完全没问题，可以吹小白菜
证明是一个乐器啊。那么现在经过研究呢，这个上面呢，它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其中有一支骨笛现在我们测音它任何一个音孔的它这个音准都小于5个音分。就今天我们专业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耳朵的误差很少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弄出来？它这个年代是公元前7000年，就9000年到6500年那不得了这个年代，这东西出来之后人类的音乐史改写了。原来最早的这个吹奏乐器是埃及的这东西出来比它早了1000多年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呢做乐器很厉害，而且它因为它转那个孔的时候它要调对不对？这个孔的距离是多少？这个距离跟音高有一个关系。我们现在说的时髦一点这个里面有一个数理关系那么从它制作的这个留下来的痕迹看它是不断的调整最后做到了这个乐器呢这么的这个精准。这个里面出土的笛子以往我们中国人讲科学史，讲到仰韶文化，这个作者都不敢乱写，谨小慎微。说在仰韶时期，我们可能已经知道1到5，你手指头是5个，对吧？他知道1、2、3、4、5是不是这么叫不知道。这个懂5个，觉得仰韶人大概达到这个水平。现在这个他比仰韶早2、3千年何止1到56都有了。有7个音孔的最多，一般是6个比较多那么这个让我们对于当时人的这个乐理知识，这最好的一件这一件出土的时候已经断了这旁边有那个孔，这笛子没这么大的这放大了那个孔那只小我不知道拿什么砖头钻出来的。这大概9000年，我们到10000年看看山顶洞人用的工具粗针大麻线这个时候的人钻出来的孔已经是很当时有绳子把它弄起来。这个笛子非常的亮，这个人一直在手上把玩吹爱不释手，走的时候带棺材里去，尽管已经断了不是以后断的，是当时断的，还把它小心地接起来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现在我们有一个曾侯乙墓你们知道曾侯乙什么意思吗？听说过这名词没有？身为中国人，连曾侯乙都没听说过，应该惭愧。看过这编钟没有？为什么叫曾侯乙？好，我来回答这什么呢？大家知道公侯伯子男5等爵，当时国家根据它的大小、它的强弱、它的地位5等爵，侯是里面第2等，对吧？我们知道鲁国的国君叫鲁侯，齐国的国君叫齐侯。那么这个侯是哪个国家的侯呢？是曾国的侯。曾是一个国家的名字非常遗憾，我们看《左传》就是和它年代相当的书，没提到过这个国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曾国的侯，他的名字叫乙，所以叫曾侯乙墓。曾国的诸侯，名字叫乙的，诸侯好多曾国的侯可能有几十个，那么其中一个叫甲乙丙丁的乙的这个曾侯乙大概很喜欢音乐，他这个墓里面出土了一套编钟，我们一数864个分成3层在这个架子上摆，
这照片太小了，啊，你到湖北省博物馆去看看，哦哟，那个是大，咱们现在蒙明围楼里面有一套，我觉得还不是元大的，啊，那个元件太大了。那么这个64个钟呢，挂在这个脊层上面，啊，那么我们呢，现在发现这个钟的上面身上都有字，啊，用那个时候的古文字写的，写的什么呢？比方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这是一个敲击的部分啊，出音响的部分，啊，比方说这是钟弓，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啊，就在它两侧还有音，这个叫正鼓音，啊，正面的，那叫侧鼓音，侧面的，一个钟可以发2个声音，双音钟，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这个智慧。西方人一个钟一敲，没有了，啊，我们敲这个地方跟敲这地方不一样的，啊，两个乐音，不是杂音哦，不是噪音哦，那音差测能测出来的，他都给你写着呢，啊，然后这个中间，在这个中间还写着楚国的音律，跟齐国、跟周，啊，跟晋，它的换算的关系。哎呀，这不得了，加起来好几千字哦！我们这古文字学家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样的书，把它连在一起，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里面2根棍子，一开始不知道这干什么用的，那这钟怎么敲不知道。后来在挖的时候，它泡在地下都是水呀，一挖以后那个水都冒上来了，冒上来以后一开始不知道这水底下有东西没有，突然里面浮出来一个小的盒子，那盒子上有一幅画，那画就是一个那个头画的像个洞，那个这个身子啊也很奇怪，一个人拿着一个棍子在撞这个钟，哦，大家，所以现在我到湖北省博物馆去啊，它有一只这个盒子有一点做的像个鸭子一样，那鸭子身上就有一个人拿这个长棍子在敲钟，大家知道哦，这是一种敲钟的工具，是吧？后来是拿这个钟拿出来试试看啊，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古文字学家全部到那去，啊，一开始敲一个最简单的《东方红》，啊，当当当噔，当当当噔，完全没有问题。再来一个复杂一点的，啊，这湖北人喜欢洪湖刺猬队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叫《洪湖水浪打浪》，啊，就拿这个敲，一敲没问题，啊，再复杂一点的，最后奏贝多芬的曲子，啊，完全没问题。还有国庆37周年的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把这个原件摆到大会堂的舞台上演奏，啊，那次我很荣幸拿到一张票。哎呦，当这个台上奏这个曲的时候，哎呦，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一个中华儿女，感到非常荡气啊，一个做中国人的一种骄傲。整个现在这个测下来，这个中心区下面越是大，声音越是低，低音部分。啊，越是小越是薄，声音越是高，啊，这个中心部分是5个8度，跨越5个8度，再加上一个大2度，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钢琴7个8度，啊，你从这个地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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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掉一个最高音，去掉一个最低音，中间呢5个8度。那么这个里面呢，已经你可以看到它有12律。那么有人说这个12律是12不平均律，啊，现在国际上用的是12平均律，啊，大家不要感到惭愧，啊，在这个时候人家根本还没有12不平均律都没有。那真正的12平均律还是我们中国人做出来，就明朝的是一个王子叫朱载堉。这个人特别喜欢音乐，啊，当时他就说这个12不平均律，
我怎么样把它变成12平均律？就开始计算。中国人的数学水平很高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一直到南宋的时候，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器在中国，算盘。那么朱载堉拿几把算盘摆在一起，开方，最后求出了12平均律。西方人的钢琴原来是不能像现在有这么高水平的，它是按照一个调子，他弹完了，下面一个曲子是另一个调子，好，他把木拨拉起来，然后又钻到底下去调，调完以后再拉开来，我再奏另一个曲子。那么12平均律出来之后，什么曲子都可以，在上面可以转换了，这个是我们很骄人的一个成绩。下面我们来讲讲乐教。中国人乐器做这么好，音乐理论掌握得这么好，这还不是最让我们骄傲。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乐器乐理高度发达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开始研究音乐的起源、它的本质、它的功用，它的社会效应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相传我们其实这个孔子教的6经里面有个乐的，秦始皇焚书以后，这都没有了。但是呢，《礼记》49篇里面还有一篇叫《乐记》，这个乐记我们现在仅仅看这一个记，这个记是解释经的。我们这里面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非常有益的这个启示。那么提出这个乐教的概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音乐当教化工具，这音乐是最早是御神的，祭祀神的时候，我们要让神高兴神保佑我们一种宗教音乐，或者呢自娱，吃饱了饭没事干拿个琴自娱自乐，或者大家在一起互娱。它这是一种娱乐，一种发泄，主要是这样一种功能。那么在中国，它是一个教化的工具。我们前面讲了礼，大家都会感到，这个礼呢是解决我外在的行为规范的。我会做了，我知道坐应该怎么样，站应该怎么样，走路应该怎么样，给人家赠送礼物应该怎么样。和这颗心呢，我们一开头不是讲了吗？我们现在解决了体制的进化之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怎么要转变我们的心性？这个古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心看不到，摸又摸不到，挠又挠不到，这么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是很难很难的。所以说呢，郭典楚简里面说的，凡学者，我们这求学求其心为难。我们古人认为心是一生之主，可是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人经常是这个心不在焉。你们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吗？心不在了，心哪里去了？跑掉了，跑哪里去了？不知道。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那个心放掉了，放哪里去了？像放鸽子、放风筝，不知道放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个心不在里面了，放掉了，好，这个人就是行尸走肉了，每天在走，实际上一个尸体在走，没有灵魂，会走的尸体是一堆肉在走。饭囊衣架，这个人活着没有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叫价值观，首先它是一个人生价值。你活着，你价值在哪里？你就成天吃喝吗？这叫价值吗？这叫消耗社会财富。价值一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这个价值才能体现出，对不对？所以有的事情我们把它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心没有改变。儒家说不贵不可贵，所以孟子很感慨孟子有一篇叫《静心》无论做什么事，尽兴而已，
可是那颗心呢？他说人有鸡犬放，一个鸡一个狗晚上没有回来，就急着要把它找回来，不能丢了。可是我们一颗心长期的放出去了，我们想不到，所以孟子讲的求其放心，我就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你那颗心在里面吗？那颗心不是一天到晚想吃想喝的心哦，那等于没有心。那么有仁义礼智这样的东西。好，这个里面呢，古人就在找了这个什么东西能改变我们的心，这里我们要提到《礼记》49篇有一篇叫《王志》，我们上堂课提到这个东西，说这个王这个天子不能老在宫里待着，你不了解下情，不了解民风民情，你怎么去领导国家？你怎么去推行一个好的政策？所以你要定期的到民间去，这个视察巡守。那么古人认为呢，这个天子是跟天上的这个天地它是对应的。那么我们天上呢，说一颗岁星，12年一周天，要走一圈，它老在上面，就像一个人在视察巡守一样。所以王字上讲，这个王3年巡守东方的国家，第二个3年是南方的国家、西方的国家、北方的国家，3、4、12年一周天，把天下视察了。我们现在到北京的故宫大家看到天安门前跟天安门背后各有一对华表，这华表的顶上都蹲着一个小兽，它那个天安门背面的那华表，那个兽，那个头脸是朝着宫里面的，这叫望君出。国君你老别泡在那个3宫6院里面你要到民间看看你好多年没下去喽，叫望君出。好，那皇帝就下江南了。一到民间一看，那宫殿里面没有的那种生活，让他乐而忘返。乾隆下江南多少故事那个前面一对华表上面的兽是朝外的，望君归，回来喽，差不多喽你都回来治理朝政所以这国君呢，他老要出去，老要回来了解下情以后更好的治国。那么那时候这国君下去呢，所到之处这地方官要给他汇报，我这个诸侯是怎么干的，这叫述职我们现在还用的述职这个词就这里来的，要述职。述职嘛要汇报，这汇报呢最怕什么呢？虚报。我干的活只有3个，我把它说成30个，吹嘛，对不对？有的人从里面尝到甜头，吹牛的牛，吹马的马，什么都不吹，什么也没有。那时候皇帝很聪明，除了听你说，他还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上有什么民歌有什么小曲给寡人唱来听听。那一听乖乖，那全是哀怨之曲十日害伤你这个太阳还不完蛋我宁可跟你一起灭亡，乖乖，你这诸侯怎么当的？对不对？这个里面怨声载道。如果一听那个歌都是非常愉悦的充满着幸福的，说明在你的治理下，你的老百姓活得不错。那么还有一种是歌颂的，颂声起来，老百姓自发的
歌颂尧啊，歌颂舜啊，歌颂文王啊，宋升起那是已经到了一个盛明时代，对吧？哎，所以他一听这个东西，就知道你刚才说的真的假的。那怎么办？这歌呢有好有不好啊，那么他就会挑里面那些啊，这个思想是纯正的啊，风格是舒缓的，格调是高雅的那些歌，让这个乐官记下来带回去，到首都向大家推广啊。那么这种叫采风，风是什么？风是民歌，《诗经》15国风，就15个国家的民歌啊，这叫采风。哎呀，所以我们古代非常重视听什么音乐。说老实话，真的，我受了这个影响，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么来看我们社会的治乱兴衰。你不要小看啊！我跟同学们说好了，我到你宿舍去，看你床头贴什么歌星的画，我就知道你有出息没出息，你的出息有多大。因为在《吕氏春秋》里面就已经说到了，音乐通乎政，这个音乐是你这个执政的这一种导向所带来的啊。所以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不管到陕西去，到湖南去，到广东去，到江苏去，我只要听听当地最流行的歌，我就知道你们这个社会风气怎么样。啊，现在咱们到有些地方去一听，怪怪，满大街都是爱得死去活来的歌子，满大街一听流行失恋。哎，老百姓除了这个恋爱失恋，没有别的爱好吗？啊，你们怎么啊？整个这个地区都是这样呢，对不对？哎，就知道了，你这地方风气很好，还是开始出问题了。看了风而知道治，这老百姓心思都在什么地方？民风非常颓靡。那歌就是乱七八糟。这个我是哎呀，深居简出啊，这知识分子啊很可怜啊，成天早上5点多爬起来就在计算机前面一坐到晚上，啊，我们现在对民间的情况了解甚少，啊，结果我偶尔出去一次，经常也能感到，啊，有一年我到成都去讲课，啊，到的比较早。啊，我通常都是很晚到，第二天讲课讲完以后晚饭不吃我就回来了。啊，那次因为是航班的原因去的比较早，啊，结果人家呢就好心好意给我买了一张票，啊，说这个晚上有一个专场，啊，我就去了。哦呦，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啊，我才知道老百姓现在在听什么歌。啊，一个主持人，一个男的，高高大大的，啊，拿着话筒上去了。哎呀，我一看那个人长得怎么像个夜叉，啊，因为他那个头发前面有一缕很长，一直到这里了，后面有一缕，啊，这边还有一缕，啊，这边有人好好的人怎么会剃这个头呢？啊，看其头而治其人，对不对？好，拿着话筒啊，在那里那个了，一会儿上来一个女的主持人。穿的很暴露，两个人打情骂俏，啊，一会儿这音乐起来了，哎呦，那个红的绿的，啊，现在好像成了我们一个社会的，好像是觉得文化繁荣的标志。哎呦，那个弄起来那唱的歌全什么歌？啊，那个音响非常的这个节奏非常快。啊，而且是那个重音啊，嘡嘡嘡嘡嘡，我的心跳1分钟一般不超过70次，60多次。怪我现在，他这一弄以后，我这个心脏要跟着他走啊，我要加快1倍的速度啊，哎呦，一下子我的心就受不了了。而且那个音乐不是打在我的耳膜上，是打在我的心脏上啊。哎呀，我看一会儿我就受不了了，只好逃之夭夭。啊，再下去我得心脏病了。后来我讲给一位朋友听，他说他到香港，人家也是好心好意给他买一个叫滚石乐的那个表演，
哎呀，他说受不了啊，那个听的那个人啊，他感官刺激啊，哎呀，听得特别难受。然后，那么大家问了这个乐手，他不天天听吗？他不没问题吗？不是的，他把耳朵塞起来的，商业演出给你听的，卖票的，赚你钱的，他不听的，他天天要这个听，他死掉的，那个都要得心脏病的，对不对？然后好了，哎呦，这个现在都是这样的歌。啊，哎呀，这个怎么全是这样？好了，这社会怎么不乱？各种犯罪案件，啊，那么高，跟这有关系，对不对？观其志而知其德。那么你这个社会的盛还是衰，贤还是不肖？你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一听音乐全知道。所以我们同学们要特别小心啊！啊，那种地方少去。我去了一次，再也不去了。贴我2个钱啊，我给你300，你来看一场，哎，给我2000我也不去。啊，我们要远离这个东西，啊，这个对我们有害的，是吧？别以为这个是无所谓的，啊，弄久了你这个人，我说的难听点，没个人样，啊，要特别小心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乐之为观以深矣，能看到的东西不是一个你唱什么歌在那娱乐卡拉 OK 你点什么歌，啊，我以后要考察人，当然我考察不了任何人啊，我是布衣一个大白丁一个。假如说啊我要考察一个人，我就把他带到卡拉 OK 要他点歌，他点什么歌我就知道了。这个人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啊，这个志向在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先前的贵族不得了啊，这些贵族他的好坏关系到天下或者是一个国。啊，他的这个命运和前途，所以那个时候《礼记·王子》里面记载，贵族教育的一个官叫乐正，乐正他教这些贵族什么四书，啊，就诗书礼乐这4个东西，通过这个来列4种这个教化，这个诗书礼乐4个东西来造就一个士的。这贵族文化是以诗书礼乐作为核心的，啊，钱穆先生曾经讲，这诗书礼乐实际上是周公那个时候过来的一个传统，啊，这4个是最重要的，啊，春秋叫礼乐，冬夏叫诗书，王太子，王子，太子是嫡长子，那么其他的叫王子，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元氏的嫡子，国之俊选，才俊里面选出来的，将来有希望要充任到干部队伍里去。赵就都去听，啊，我不知道咱们中央党校有没有这样的课程，啊，听好的歌，啊，对你的心性陶冶心性的这东西啊。哎呀，那个时候的人很智慧啊，教育老百姓不是靠念什么文件、念什么社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让他听好的歌子，啊，听久了你的心性就转变了。这个歌对我们人的性格、对我们社会风气影响极大。啊，平时你们想过这东西没？啊，我是江苏人。啊，我们家乡无锡离苏州只有40公里。我们那个地方方言系统里面叫吴语，啊，有一句话叫吴侬软语，这个吴地的人说话是软绵绵的，啊，赞美一点叫像唱歌一样，不赞美一点，哎呦，这话，啊，这个没有阳刚之气。对不对？而且这个地方呢，说话软绵绵的，从小听的音乐也都是才子佳人，啊，唐伯虎点秋香，游园惊梦，西厢记吹莺莺，
从小耳闻目睹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地方好像没出过什么将军，不知道哪位知道，请告诉我啊。我的这孤陋寡闻，我搜索枯肠，没有发现我们这地方出过一种受命于危难之际站出来的将军。什么道理呢？我正想，可能跟音乐有点关系。那么你到西北那地方，你去听听看，那秦腔激越高亢，大家一边种地，都是以这个激越高亢的这个歌子相和，所以这个民风，它很强，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对不对？所以唱什么歌，就影响到你每个人的性格，就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民风。那么周代的这个思想家呢，很有意思。刚才讲采风了，采了风以后怎么办？拿来用所以那个地方呢，在周代的时候有一种礼叫乡饮酒礼。那一乡之人在一定的时候要去喝酒，这喝酒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胡闹，是吧？胡吃海塞，要有音乐也是那种吼的叫的不正的那样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喝酒的时候，堂上堂下都有音乐，都有音乐，而这个音乐是正能量的。我们看看堂上的乐工歌唱，歌唱就是我们这样唱图歌。鹿鸣都《诗经》里面四母，煌煌者华，这个乐队开始奏了，一奏，大家一边在吃一边在聊天的时候，听到耳朵里的。它表达的是君臣平和忠信之道，这个音乐很入心，对吧？好，结果呢，堂下这个笙吹笙了，开始，刚才是清唱，吹笙，南该白华画书，现在又换了一个主题了，讲孝悌这个东西，然后堂上堂下人奏，你看我们这个文化生活特别丰富。堂上面的那个鼓这个瑟，书上讲这个鼓瑟的人都是盲人，这古代这个好多这个乐手水平很高的乐手都是盲人，他的心很静，他唱余力，他唱一曲余力，下面这个笙就来一个油根，堂上又鼓着瑟唱，南有嘉鱼，堂下是重秋。堂上是南山有台，堂下是游夷，最后器乐声乐合奏，然后关雎葛檀卷耳，这周南诗经15个风里面最好是周南跟少南，少南的鹊巢、采繁、采萍，这个没有一个是乱七八糟的音乐。现在我们很少去考虑这个音乐教化。多年以前我在北京一个会上认识了丰台六小的一个校长，是个女性，她很有思想，她说一个人呢最容易被音乐所化，所以她说我这个学校学生一进学校，我都有背景音乐。这个背景音乐呢，它不一定是唱歌的，它是那种很愉快的，很舒展的那种音乐，若有若无。这个小孩在这个里面生活，他的心性就会被他所化，那么在我学校6年下来，这孩子的气象一定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真是懂这个乐教道理的一个老师。我到现在至少有10年没见到这个老师了，也不知道今天的丰台六小怎么样。然后音乐不好，问题很严重。商朝怎么灭亡的？我们前面讲过，商纣王腐败，腐败一个催化剂就是音乐。商间濮上之音，这个有个濮水河南濮阳濮水之上有个地方叫商间，结果这个地方流行的音乐，我们经常讲正位之音，
都在河南的这一带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地方流行一种音乐是亡国的音乐，会亡国，大家千万不要是危言耸听那么这句话呢，东汉有个著名的经学家叫郑玄他做了一个注，他说在濮水之上，这河的上面，不在河里，地有三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在这个地方，这条河这地方出来的。那怎么出来的呢？不是在水里面自己升起来的，是殷最后一个王纣，他让一个乐师叫师言，你不要做什么进行曲什么颂歌，我不要，我要做靡靡之音。这个音乐一出来，所有的人都变得非常颓废非常堕落整个的风气全坏了，导致了全面的腐败，塌方式的腐败所以这个师言看了以后非常后悔，自杀了他害了这个国家这东西都有历史教训，对不对？这种靡靡之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齿乐大鼓追求感官刺激嘛，这个锣要特别大，这鼓要特别大这个钟要特别大，敲出来的声音这个要夺人魂魄，是不是以巨就是大，以巨大为美它不用度量这个什么有一个标准，有什么没有了这个物以相过我要超过你，要比你响，要比你大。大家想想看，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音乐要是太响了，节奏太快了，超过我们这个心理生理的接受的一个限度，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听那个1分钟120下130次的那个音乐听多了身体会不好，而且人会变得非常狂躁它不是那种雅乐能够带给我们那种愉悦，它不可能有，对不对？木格之声那个鼓嘛，木头上蒙一个格，听起来怪怪跟打雷这哪是鼓对不对？金石之声若停，雷霆了这个诗作这个它一声音太高了，听起来都燥的那么听完以后害心气，动耳目，摇荡身，这哪还有快乐？完全是跟我们的生理相悖逆的。但这种东西它包装特别好，特别受年轻人喜欢，对吧？年轻人喜欢不一定就是对的孔子讲呢，子这个颜色它往要夺珠，这珠是本色这个紫呢它是变出来的一种，它不是正色那么这个雅乐它都是内容很沉真很这个舒缓那么这个正味之声呢，往往它有刺激一弄以后，这个老百姓不听雅乐了听这个东西所以《论语》里面就说到这个非常伤感。今天我们还有这个现象当然现在民间很多人开始注意这个事情在推广雅乐了那么这个社会风气根本的好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个听什么音乐这是乐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讲到呢，这个音乐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东西，而不是摆在舞台上的那些东西，对吧？孔子讲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呀礼呀，就是摆在供桌上的那些玉器和丝帛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放在那里的钟和鼓吗？我们常常是被一些外在的形式的
技术的东西所左右，我们不太注意它背后的东西。湖北曾侯乙墓发掘出来之后啊，我们有的学者写文章啊，说以前讲一到春秋的时候礼崩乐坏，现在曾侯乙墓挖掘出来之后错了，当时的乐好得很。你看曾侯乙编钟，好家伙，这乐器好就是乐好吗？你不懂啊。那今天我们有钢琴，有电子琴，我们的琴比以前好不知道多少倍。问题是你拿着这个东西奏什么音乐？啊，你奏的是高雅的东西还是低俗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你搞不清楚，不是比乐器啊。孔子已经说了，乐云乐云，钟鼓营乎哉？他不是讲这个乐器，啊，而这个乐器它要表达的思想，啊，乐记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简直就是针对那些反对礼崩乐坏说法的人而写的。这乐啊，不是说黄钟大吕啊，也不是弦歌干扬啊，这干是盾牌。以前这个舞蹈的时候，一手拿盾牌，一手要拿这个斧子，啊，干器，啊，干就是盾牌，器就是斧子，行天舞干器，对不对？《山海经》里面有的这些东西是乐的末节啊，所以让舞童，让童者舞之。孩子们，拿起你的盾牌，啊，跟着节奏跳，对不对？铺个宴席啊，把酒樽啊、煮啊、扁豆啊都放在那里，哎呀，怎么升啊，怎么降啊，这也是礼的末节。真正的思想家，他的兴奋点不在这里，啊，所以让有事就是工作人员来掌管哪个地方铺席子，哪个地方放什么，怎么上怎么下，这太技术，太外表，啊，礼云，我们想想。人而不能如礼和，人而不能如乐和，啊，后面有很深刻的东西。好，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乐记它的音乐理论。这个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怎么来的呢？啊，这个西方人跟我们相差非常大。大家知道啊，古希腊这个一个大学者叫毕达哥拉斯，啊。那么他看整个宇宙，他认为万物皆数，啊，几大行星啊，就好比这个竖琴上的这个弦，啊，什么东西都表现为数，那个音乐表现为数，所以哆来咪发嗦拉西可以写成1、2、3、4、5、6、7，对不对？他认为这个东西呢跟数是直接关系，啊，而这个数之间它有比例和谐的关系。那么他们也发现，啊。这个音乐呢，可以塑造人格，甚至可以治疗精神疾病，啊，甚至可以拯救灵魂。那么他主张一些好的音乐，啊，对人呢是有正面作用。但他这个叙述非常零散，啊，它不像我们礼记乐记啊那么系统。那么礼记乐记呢，它不从这个数的这个关系去考虑，他论这个音呢，都是人的心声，啊，因为人呢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这样一种动物，他这个喜怒哀乐是要表达出来，要跟人交流，要影响别人，同时他也被别人影响，这个音乐太重要，所以他说这个音呢是生人心的。那人心怎么会生出音乐来呢？是因为情动于中，你喜怒哀睡着了，情它不动了，啊，一睁开眼睛，高兴了、生气了、愤怒了，它开始在体内动了，啊，它要表现，一动以后呢，它形于声，啊，要喊要叫，啊，要有各种方式，它要把心声发出来，提出了第一个概念叫声。这个声呢，它没有节奏，没有旋律，它没有审美的情趣，动物都能发出声，
啊，这狗也会叫，愤怒的时候会叫，那猫也会叫，对吧？人比这些东西高明在哪里呢？人呢，能够把声按照七声音阶，我们按照不同的乐器，我们能够给它旋律，给它调门，使它表达出来的喜怒哀乐的这个情感非常丰富，有审美的价值，感人至深。这样一种呢东西呢，我们把它叫音。这个音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社会上讲的音乐，什么东西都叫音乐，好的坏的，有品位的没品位的，你只要有这么一套东西在里面，都叫音。那么这个音呢，说句老实话，对人的影响有好的有不好的。我刚才举了一些例子。现在有一些音乐对人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提升的，甚至让你这个人会变得玩世不恭，让你这个人对于生活你非常的懈怠，你不积极，不向上，不正面。所以儒家说，这个音乐要是我们不管，你爱做什么音乐做什么音乐，你爱听什么音乐什么音乐，这是你的自由。完了，那你还要你知识精英干什么？知识精英的任务就是从纷繁的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音乐，要挑选出健康向上的那个部分，然后来推广传播那么这样一部分呢，我们给它专门一个名字叫乐下面我们再讲。生成文叫音，德音，音里面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才能叫乐。所以你现在听的歌有没有道德教化？这是一种单纯的发泄那种没有节制的那种放荡。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在上海念书念书的时候迷上了这个雅乐后来把名字改成就叫德音德音之谓乐一定体现道德教化的那么你经常听这个音乐，你就不会跑偏你就不会颓废疯狂那种音乐挨不着你，你也不会被那样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拉着走。好了，所以我们跟一个人聊聊音乐，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高下，对不对？你如果跟他一聊，他只知道叫声，哎呀，这个也响，那个也响，哎呀，这个更高，那个更高。这个动物都有这个感觉，是吧？我拿个锣对到一条狗的耳朵上，啪一敲，那狗就逃跑。它有听觉器官，就能感知。知声而不知音，你只会弹声响。禽兽是也，跟那狗、猪差不多。一打雷，它也会害怕，是不是？知音而不知乐者，他能唱好多歌，但他分不出好坏。来一个什么他就唱。中书是也，中书为什么？他受教育的程度不足，他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能力，他来研究音乐理论。那么这个呢是中书。那么只有君子。他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他有丰富的知识，他有非常系统深刻的思考那么他懂得这个乐，我们不能跟着他走。所以呢，你连声都不懂，我怎么跟你谈音呢？你连音都不懂，我跟你谈什么乐呢？
我心里面对你只有几分同情。哎呀，怎么不多看看书呢？啊，乐记你随手到书店、到图书馆都能拿到，是吧？那么我们的思维，我们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我们的思维力，大家想想，越来越弱。我们不太思考问题，甚至我们思考的问题还没有古人那么多。好了，这个《礼记》里面《礼记·乐记》里面还记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知道一个魏文侯，西门豹之夜，这个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课文里面有这篇东西。西门豹之夜的时候，他那个国家的这个国君就是魏文侯。这魏文侯还是在诸侯里面算比较好的。这个魏文侯呢，在诸侯里面还算是比较喜欢文化这么一个人。结果他在应用问题上露怯。他提了个问题，可能我们好多同学都会提的。他问子夏，孔子的高祖，他说我端冕，端就是正，把那个帽子戴得正正的。我要听古乐了，这唯恐卧，我就怕睡着了。我听正位之音，听这个靡靡之音，流行音乐，这不知疲倦。那么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子夏就说了，这古乐人家是表达思想的，进履退履，那么一群人进退然后里面表达的这个音乐这个乐器等等等等，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每个地方都有很复杂的开始的时候表达的是文，这乱就是到最后的那一部分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武。君子看完以后一看，哎呦，这个今天演的是大武，就武王克商中间的艰难，中间的过程看完以后，君子呢于是能道古这是他一个史诗般的一个音乐。那他会讲到武王克商推翻了暴政，那么由此呢，他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你看了古乐，你就能知道他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个新乐，这个流行的东西，它不行。这个进都是辅助进的退也是弯到腰出来的。这人呢都不艰深已烂听得全乱七八糟的那个人呢沉溺在里面起不来了这个里面呢这个侏儒这个幼就是那个戏子糅杂子女，你不知道哪个是父哪个是子在这个上面胡蹦乱跳看完以后不可语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不可以道古，你说不出，没有一个什么历史教育，一个思想教，什么也没有，你只是一个在那里跟到胡蹦。现在有些年轻人，你看他买那个摇头丸那很奇怪的，你要干什么呢？就这种这个你能得到什么呢？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身心有一丝一毫的意义吗？没有就这个东西然后最后这子夏挖苦这魏文侯了。今君所问者乐也，还你说古乐新乐嘛？实际上你分不清你所好的是音对不对？音跟乐分不清楚，你这个人呢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我们起码要声音乐这东西三段要分得开来那么我们呢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古代特别重视歌曲的作用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大家都听了那种庙堂的雅乐之后，莫不和敬。在香饮酒里、香舍里听了以后，长幼呢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我们听了以后
哎呀，这个父子兄弟啊，大家更加的亲和，这就是德音雅乐所能给予我们的财富啊。哎呦，所以这个音乐太妙了啊！几年以前，我们有几位老一辈的演奏国乐的这个专家啊，到北京几个大学，4个大学来巡回演出。那么有同学来找我，能不能到清华来？哎，我太欢迎了啊！结果呢，非常巧啊，他们到另外一所大学去演出的时候，人家是给他搞在舞台上啊，他们就很不高兴。我们这个弹琴啊、吹笛子啊、弹琵琶，我们是陶冶心性的，是吧？这古琴往那里一摆，哎呦，弹琴之前我要粉香沐浴，哎呀，我很敬重今天要做的这件事情，啊，往前面一坐，我这个心就静下来了，啊，轻轻的弹拨，我就是前面出现了一个幽静的一片山林，曲径通幽，我开始进去了，我听到了松涛潺潺的泉水声，哎呀，在里面徜徉。最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性像被洗过了一样，那样安静，那样美好。啊，这个弹琴是弹给自己听，是吧？孔夫子听那个韶，3个月吃肉都吃不出味道来，哪有这个好？这个音乐，哎呦，能够对人造成的这样一种美感，这样一种享受啊！孔子说：“哎呦，真想不到啊，这韶这个音乐这么好。”舜那个时候做的音乐，好，现在搬到台上，我就变成我又不卖票的，免费的。后来到我这个教室呢，正好在6C300还是500，这教室很大，一个扇形的，然后前面有一块空的，他就在这里，跟我们同学距离非常近，我们一起来体会，那一次所有的听的同学，都感到，特别的享受。那么文革刚过，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中央乐团有一个首席指挥叫李德仁，那么他呢非常伤感，这个大学生天之骄子不听古典音乐，都在那听那个乌七八糟的流行音乐，怎么办？他带着中央交响乐团一个大学一个大学的演出，讲解。我们好多人看那个西洋乐器经过10年文革，这名字都叫不出来，他们一件一件的叫出来，这个像扁担一样的叫巴松管，那个演员就出来了，抱着，你吹一曲这个代表的，他就吹了，这个声音是这样的，这种叫巴松管，这叫单簧管，这叫双簧管，吹一吹，哎呀，双簧管的音色特别好。这是乐队里的姑娘，钢琴这是乐队里的国王，一个，然后最后呢就奏着古典音乐，这个古典乐奏的时候没人吹口哨的，没有人嗷嗷喊的，对不对？那一曲终了，哎呦，鸦雀无声，俄琴，掌声如雷，那么我到上面去跟李德仁先生聊。他就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高雅音乐对人，它就是陶冶心性，这个作用你看别的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哎呀，这个音乐对我们太重要了，是吧？我这里呢，就是我讲课的时候讲到音乐，经常会讲到2泉映月。我在家乡无锡我这2年听说叫2湖之乡的美村，我小的时候可没听说过，我只知道我们大街小巷都，所有的人都知道，无锡出过一个音乐家叫阿炳，无锡人喊他瞎子阿炳，那是个盲人，
我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这个无锡市政府啊有一个举措，我觉得非常好。那我非常穷，我们买不起收音机，我们也没有电视，那么给家家装了一个话匣子，一个方的盒子，上面一个圆的，一道一道一道空的，里面打开来一看，很简单，就一个纸盆，然后给你装开关，一拉开关响了，播新闻啊、戏曲啊，什么都有。一拉关了，那么我们那个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晚上10点结束了一个终了曲，就是二泉映月。我们无锡有一个天下第二泉，那小时候听不懂，很幼稚，但是呢，家家户户都在说，所以我们无锡人基本上都能哼这个调子。我夏天暑假到学校，我学校离我家步行要走40分钟，回来是大街小巷回荡着的都是二泉映月，那么我那个时候听不懂，但是把它哼熟了，后来到文革过了，开始了解这个曲子是个什么曲子，才感到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作品。那大家想想，一个盲人他看不到光明，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苦恼！这个大千世界那么美丽，那么纷繁，他完全看不见。这种苦恼是我们很难想象的。那么作为他呢，都有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挣扎，无奈。但是这个人他不甘心堕落，他渴望光明，追求光明。这个二泉映月这个曲子整个的主题，就这个东西。文革以后，一个世界级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到中国来，中央交响乐团觉得水平不行，需要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要把他们整个要带起来，那么小泽征尔就说，一开始这演奏都是西洋的曲子，你们不要老是奏西洋，你们奏一个民族的。大家商量，就是二泉映月，就告诉他。那么他就问，这个曲子最早的时候是拿什么乐器演奏的？二胡。好，找一个二胡演奏家，你来给我拉一遍。这音乐没有国界，这小泽征尔一下听懂。这个阿炳他是个道士，他穷没地方住就睡在道观里面，他也是个道士。这道士讲阴阳，这曲子呢分阴阳两部，阴的那部分低沉，要展现他的那一种苦闷、彷徨、无奈，所以这个曲子现在我们交响乐团演奏的太华丽，其实他最早那个拉的东西它是很朴素的，甚至这个乐曲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深色，顿的，然后慢慢的进入了那个主题。在里面思考抗争，唱到最高潮的时候，现在这个交响乐团它是有能力把这个推到一个最上的。当当当滴滴滴滴当当当滴滴当当当当当滴滴，
哎呀，我每次听着会泪流满面。大家想想，我们生活里都有困难，都有挫折，啊，这是我们最容易灰心。你在最容易灰心时，你去听一遍这个。我们遇到的困难，还有一个人瞎了，这么大吗？让你选一个，你愿意把眼瞎了，但是你很幸福；还有一个，你去战胜困难。我不能想象的，这眼睛睁不开这一种苦恼。那一个盲人，他都不甘心成人，他都要抗争，他要追求光明。我们有什么理由躺下去呢？啊，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这个扭紧了发条的一个东西，就停不下来了。啊，这个东西，中国的命运交响曲，啊，给我们这个人生。给了无穷的力量，所以一个好的音乐，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体，能够成为我们社会的，啊，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每个同学听完这堂课之后，要做的一件事情。把自己听的音乐到现在为止耳麦里面的那盒子里面的好好清理清理，好不好啊？哎，我把那些以前我们不知道者不为过，啊，把它删了，啊，我们选些比较好的，啊，能让我们变得更加高雅，啊，哎，我们更加和谐，啊，一个社会要和谐，首先要个人和谐。个人和谐一定要内外和谐，内外和谐离不开好的音乐，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看看里外也，乐内也，礼乐共也。好，一个人的修身就靠这两个东西，对不对？我们中国拿道德来立国，拿道德来立身。那么你有德没德呢？乐记里说：“礼乐皆德，为之有德。”古人经常拿同音字来解释，礼者礼也，德者德也，对不对？如果再多一点，春者春也。什么叫春天呢？哎，在过冬的那个虫子都蠢蠢欲动了，这不春天？啊，我们这个解释很有意思的，都拿同音字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德者德也，得到什么？得到礼乐教化的他的精神。你这个人就是有德性的。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是内外兼修，要通过礼乐双修。最后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个问题要提了？我开头的时候提出来，中间一直没有解释，到现在哪位同学还记得我一开头的时候提出的60年代的一个争论？我们有没有七声音阶？对不对？我们一开头说，中国这个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子就发和 C 这两个没有。其实这个说法还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在《史记》的《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之前，在易水旁边，大家为他送行，壮士一去许不复还，啊，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出发了。啊，唱着，实际上讲，突然唱了一个变子之声，哎，相当于唱了一个发的声音，哎，说明，宫商角徵羽还有一个变子，还有一个变宫，变宫其实后来书上都有，啊，那么好了，既然我们这个甲胡古笛都有七声音阶，为什么到后来我们只有宫商角徵羽？这要作为一个常识，大家要了解。这个里面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中国到了汉以后，阴阳五行结合了。我们中国人把阴阳五行当作宇宙的一个建架结构，
无论什么东西，我们都是阴阳五行，东西南北中，宫商角徵羽，心肝脾肺肾，青赤白黑黄，五色五声五气五什么，哎呦，可以排一大排。我们中国人总觉得要把这个万事万物分成五类，哎，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思想律啊，金木水火土啊，全是五个。所以那个七声音节要摆进去啊，摆不下。所以我们就取了里面5个，叫宫商角徵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中国人啊对这个音乐强调它正啊，中国人说，一直到我们到今天叫正能量啊，我们对那种半音啊不太喜欢啊，我们这做人听音乐都要方正的，这半音呢，它听起来有一点偏啊，所以尽管有7声音阶，但是我们这个主要的音阶是5个，其他民族都是这样的，没有7个平均的啊，不可能的。那么中国人就喜欢哆来咪嗦拉这5个，所以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这样。啊，下面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大概不一定往这个上面想的。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啊，当滴当当当当滴的当当当滴的当当当当当当哆来咪嗦拉，对不对？没有发跟 C 啊。我们湖南民歌当当当当当滴的滴的当当当当当滴的哆5声音阶哆来咪嗦拉。我们西藏啊，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的哒啊，也是这个。我们台湾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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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滴哒滴哒哒哆来咪嗦拉，没有听到发和 C 吧？内蒙，内蒙是蒙古族，但是跟我们的文化是通的，是吧？我上初中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草原晨曲》，里面有一个歌，啊，当时为了拍摄电影，音乐家下去采风，啊，发现他们有一个很欢快的歌。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哎，音乐家一听很好啊，哆来咪嗦拉的啊，但是再仔细听呢，飘，啊，它都太高，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它浮在上面，这音乐家就是厉害，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这歌就更好听。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当哒滴哒哒哒滴，在钢琴上摁低音，好听多了，对吧？哒哒哒哒，是吧？哎，我们都哆来咪嗦拉，哎，这个汉文化的影响在音乐上根深蒂固。我发和 C 不太用，这发和 C 一用，你就听到不是中国歌。日本人 C 哆来咪发，他喜欢这5个音，啊。你在这个琴键上，你就弹5个音，随便弹出来都是日本歌。哒哒滴哒滴哒滴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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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你就说不是中国歌。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不是我们的歌，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认同。啊，《礼记》《乐记》的这个思想啊，刚才我讲到有一位丰台六小的校长有这个乐教的思想，是吧？现在这个很多啊。新加坡那个监狱里面，在多年以前，一到放风就是犯人打架的最好的机会。哎，后来人家管理监狱的人很有脑子。
你看不过来的，拉架也拉不了的。后来他们一到放风就放那个轻音乐，非常柔的，非常雅的，你打不起来，对不对？花篮的花儿响，你怎么打？对不对？这个就很厉害。德国有一个小镇，啊，一个汽车站，老是打架。后来人家德国人也是尝试了用这个东西，放一个喇叭，那个喇叭你到一听就是非常愉快的、非常柔和的那个音乐，哎，打架的明显减少，啊，所以我现在非常主张啊，咱们在学校里也好啊，将来你们到一个单位什么，我们都放些背景音乐，啊，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那个电影院一进去都是一个音乐，好，开始了黑了就开始放完了，它就是有，大家这个安全门都打开了，大家开始往外走了，他还放音乐，那个音乐都非常好的，哎呦，然后你觉得今天不管是看的什么电影，听着个音乐出门的心情特别好，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放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广东音乐叫《彩云追月》，啊，这个好，大家开始是。哒哒哒哒滴哒当当当当滴当当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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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到广东去，我说你广东人太智慧了，啊，这么好听的歌你们都做得出来，啊，你不相信，你每天听听这音乐，你心情特别好。乐教其实在今天啊，还是要继续弘扬的。好，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讲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第4讲。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礼乐与性情。那么一开始听到这个题目，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老师你怎么还不讲那个啊，怎么行礼啊，怎么说话啊？你怎么又要说到性情上去了？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啊，我们呢，这个中国的礼乐文明啊，不仅有3部煌煌大典，它还和我们民族的哲学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不讲清楚，你在后面对于礼乐的认识，啊，你始终是肤浅的、表面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们中华的礼乐文明跟我们民族的一部经典这个《中庸》啊它的关系。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国的思想史上面，尤其是到了宋明理学，那么我们呢，经常会谈到人性、人情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呢，应该说它是最早的是从我们啊这个《中庸》这本书里面来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中庸》一开头讲的啊几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是叫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那么这个话呢，我们现在中国千千万万可以说在那里诵读经典的孩子啊，以及我们热爱国学的许多朋友啊，都耳熟能详啊。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考虑过没有？他谈天命之为性啊，率性之为道，就是讲性啊，讲道啊，讲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如果去读《论语》啊，就可以知道，这个孔子啊不太谈这些东西。那么孔子的一个得意门生叫子贡，他就说了：“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啊，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也不难找。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说明什么呢？啊，孔子的这个弟子啊，没有听孔子谈信和天道。可是这个中庸为什么谈信和天道？那么后人呢就有不同的解释了。我们看《后汉书》里面呢，这个引到郑玄的话的我们一再要强调，郑玄这个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学家。那么这个郑玄呢，他给《论语》做过注这个有些注呢现在都找不到了但是人家呢在汉代的人呢曾经引他那里面就说，他说信，什么叫信呢？信和天道，这信就是人受血气以生。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人呢是有血气的一个生物那么我们从父母那里接受了父母的血气生下来了，结果生下来以后呢，我们人的这个禀赋这个天生的条件不是很整齐的那么有的人呢生下来是比较闲，我们就看幼儿园的小孩好了有的小孩在幼儿园很小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很友善，对不对？也有的小孩生下来呢天赋差一些一个老师教一个单词教了几十遍他就记不住，对不对？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暗含着这个吉凶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郑玄认为呢，所谓天道呢，就是讲七正五大行星加上日月这样一些天体，它在天上不停地运动。那么古人认为呢，这个几大行星它运行的情况假如说今年是这个五星连珠或者是什么，哎呦，这个往往它要这个是一种吉或者凶的预兆。那么跟我们的天赋呢往往会有关系有的人会受影响等等的。所以到了清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钱大新，他就认为所谓天道是讲这个宇宙里面的吉凶祸福，讲这一类东西。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需要得到检验的刚才讲的这两位郑玄和钱大新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那么他们对于天道和命这个东西的解释究竟对不对？好，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我们清华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曾经说在我们中国这学术史上，这个学者大凡有重大的学术发现，一般来说是出现了新材料。如果没有新材料，大家读的都是那么几本书，你就不容易提出新的看法那么如果有新的材料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出现大学者有重大贡献的一些理论你比方说甲骨文发现了这个清以前的人没有看过这东西所以他们关于商朝的这东西他了解很少。那甲骨学发现以后，我们出现了很多的甲骨学的专家那么他们写了许许多多这个很有创建的论文。那个敦煌文书发现之后，对吧？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学问叫敦煌学，对不对？历史上它往往是这样。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我们也很有幸就是不知多少年没有出现重大的考古材料，就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啊，在我们湖北的荆门啊，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村子，叫郭店。啊，那么这地方呢，有人晚上啊偷偷的盗墓。啊，我不知道诸位啊去过荆门这个地方没有？啊，我曾经到那去考察过。啊，那是江汉平原，一马平川。啊，结果我们汽车在那公路上开的时候，你扭头一看，哎，那么平的地上啊，跟地毯似的，突然鼓起一个包来。哎，那怎么好好的，它又不是山，啊，一个土堆，啊，哎，有人告诉你，这一定是个古代的坟墓，坟就是隆起来的嘛，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曾经是楚国的郢都，啊，那么在这里有几个世纪之长，啊，那么你走走走走，哎，又鼓起来一个，走走走走又鼓起来一个坟包，啊，扭头一看，在一条线上，啊，那么这些呢，我们现在都没有主动去发掘，啊，要留一些给子孙后代去发掘，啊，我们现在很多技术还不够。啊，有东西你把它挖了，就把它破坏了，啊。那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人夜里去盗墓了。这个盗的墓不是我前面讲的那样一个比较大的墓，它是在几棵树的中间，啊，谁也不去注意的，啊。那么这盗墓呢，由于它的时间非常有限。啊，所以他呢是在这个墓的旁边弄了以后呢，打下去后再进去掏那个墓里的东西。当然，他先找时间探了，这是一个墓，啊，他要挖掉了再去发掘太慢，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啊，结果经过一个晚上的盗掘，啊，里面的许许多多东西，当然我们现在说不清到底多少东西都被盗掉。那么这个地方在江汉平原，这个地下水的水位非常高，啊，一挖以后到第二天早晨，有人从这旁边经过一看呢，哎，全是水，啊，那么马上意识到有人盗墓，啊，等到有关的人员赶到现场，啊，这看到水面上飘着很多一条一条的东西，啊，这东西呢，再仔细一看。上面都还有字，啊，那么这些东西它什么呢？是竹简，啊，大家知道我们古代呢，就是把那个在纸张发明以前，这个文献要求写在丝绸上，这帛啊，马汪堆帛书，那么要求写在木头上，这叫牍，我们经常讲简牍，那么这个简呢，就是竹片。啊，这个竹片就拿绳子给它编起来，编连成册，对不对？哎，我们这个册其实原来就是2根竹简，有绳子把它编起来。现在韩语里面这个书它就叫册，啊，我家里有好多册，就是有好多书。那么这绳子把它编起来，哎，最后一卷，所以我们现在书叫第几卷，啊，就这么来的。这东西在地下埋了很多年之后，这绳子全部烂了。就散开来了，散开了以后，这个盗墓的人在里面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大概还没有这个常识，这是竹简，啊，这个是比下面的金子、银子还要宝贵的东西，但他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知识。那么这个简在地下抛了2000多年之后，啊，我就说这个墓啊是战国中期偏早的。抛了2000年之后，它里面全部饱和了，啊，所以像面条一样，一根一根浮在上面，啊，那考古工作者一看不得了，啊，那么就赶紧拿了东西来，小心翼翼的，啊，一条一条的用板子把它托起来，啊，编上号，然后呢，拿到室内去整理，啊。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盗墓的人这个时候就混在人堆里面看了，啊，哎呀，很后悔，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对吧？好，这考古学家很厉害，把这东西拿到室内去了，一条一条的
你不能一拿就断了，跟面条差不多。怎么办？现在科学发达，就对这些碱进行脱水。脱完水之后，用这个玻璃或者别人把它夹起来，最后你一看，这个碱就像新的一样，上面的字都沾着漆写的，那个漆是发亮的，就像刚刚写上去一样。这个竹子它上面有着灭青灭黄，你都看得清楚，它是用第几层破下来。那么这批碱呢，是我们20世纪当中最重大的一次发现。那么经过古文字学家辛勤的这个努力进行整理，把上面的字都一个一个要把它描下来，再把它立定，因为这字都是楚文字我们普通的人是完全看不懂那么有一个工作叫立定，把它写成对应的现在的字。那么最后我们一看呢，里面呢除了少数的道家的东西之外绝大部分是儒家的这个经典。那么有一些呢，比方说有一篇叫《知医》礼记里就有这一篇发现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礼记的年代以前我们不相信的有学术界许许多多人都怀疑这个礼记汉书上讲说是孔子的七师子后学写的，有人不靠谱，一定是汉代的人伪造的，但是他假托了七师子后学的名义49篇那么其中有几篇呢，我们在古书上有人就是引这个梁朝有一个人叫沈约他就说这个中庸、知医、房记还有一篇4篇，这是出自于一本书叫《子思子》这个书现在大概在唐以后就失传了。这书我们今天没看到，我们往往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可是你想想，这个人家凭什么造这种谣，对不对？表记、房记、中庸、知医这4篇东西呢，我们仔细一看，我们才发现，在49篇里面，这4篇的体例特别独特里面经常是大量的引诗怎么说，书怎么说。你看看别的，它不是这个体例。那么好了，这个4篇里面只要有1篇我们证明确实跟子思有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4篇都跟子思有关。那么这个里面中庸呢，我们传统的说是子思做的，孔子的孙子子思做的，可是大家不信。那好了，现在在国典楚简里面竟然出现了1篇，就是知医上面写的我们把这个拿起来和今天的经本的知医一对，几乎一样。这是一篇非常完整的，他写到最后还要告诉你一共是多少章，他一章写完了，中间由墨写一个方块隔开来，有第2章写完了以后，又用这个墨涂了一个方块，又隔开来，最后告诉你一共多少章，你去一数，一章不缺跟我们经本的知医就是有一些秩序先后它稍微有一点错动这个内容几乎一样后来在上海博物馆，他们也从香港那边买到了一批楚简，里面也有知医那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专门到上海博物馆通过朋友把那个简拿出来对几乎是一样的。那么后来听说呢，香港的著名的学者饶宗颐先生曾经也在市场上买到几支简，
这个简的内容就是知易。哎呀，这一看不得了，是吧？以前讲这个知易是汉代人写的，现在在战国中期偏早的墓葬里面，我们至少可以说是出现了3片，上海的跟这个郭店的几乎是全的，那个地方它还有一些散的。那么说明在这个时候，这一个知易这一片已经流传到江汉流域去了，它这个单行本已经流传的很广了，就大家照着一个母本抄的，那么好了，就证明这个东西呢，这知易它不是汉人伪造的，战国就有了，对吧？那么里面还有一篇叫《信自命出》，就今天我们要详细讲。这一篇你仔细一看，跟中庸哎呀，这个思想完全是合拍的，里面好多内容都是一样的，甚至它这个内容还可以补充这个中庸的缺环，中庸有些东西我们看不懂，他在认真的时候把一些环节大概那时候是众所周知的，他就没有细写，结果我们得到的《信自命出》这一篇，他把一些认证的过程都写出来了，这样就为我们解读中庸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子思子》这本书，就是孔子的孙子他论礼、论心性等等的一个论文集那么非常幸运的是，有4篇东西，由于收到小戴礼记里面去了，今天我们呢还能读到所以这东西一出来，这个中庸是子思做的是在战国时候已经流行了，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对吧？除了个别那种非常顽固的，他死不承认，那我们也犯不着跟他去辩论。那么好了，我们把这个信自命出知易，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庸、信自命出、知易，另外还有尊德义、六德，里面还有好多篇，我摆在一起读我们就感到一种极大的收获。那么我们首先要大概的来说，这个中庸跟信自命出就讲到了天，讲到了命，讲到了信，讲到了情，讲到了心，讲到了智，讲到了道再讲到教，这一套东西它构成了一个儒家心性之学、礼乐之学它的一个完整的框架。宋明理学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框架，在对它进行严密的论述所形成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东西呢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这地方呢可以先来简单的叙述一个他论述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性儒家他特别重视人性，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人性，为什么？因为儒家认为这个人性得之于命，对不对？我们一个人一生下来，这个生命里面就带有我们人的喜怒哀乐之性那打个比方呢，就好比一个钟，一个青铜的钟做好了，这个钟它就含有一个性，叫什么呢？你敲它，它会发出声音。它能发出声音的这种能力，我们把它叫性。等一下我们再细讲这个东西呢，我们是生命体里面带来的，与生俱来的
不教而有，不学而能的这种性。性是从命里面出的，这个命呢是大自然，我们古人把它归之为叫天啊。所以《中庸》里面说呢，天命之为性。可是在这个性之命出里面，他把它变成两句：性之命出，命自天降。这两句话把它变成一句话，叫天命之为性。哎呀，这个太重要了。以前我们把天命说成是一个词，天命于我们的叫性。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天道。我们说它是一个造物主的一个东西，叫天。天给予我们生命，生命赋予了我们人性，对不对？人性得自生命，生命得自天赋。所以为什么要尊重人性呢？因为这个人性你是任何人不能改变它的，对吧？我们能让你不会喜怒哀乐吗？谁都没有本事让天下的人都失去了喜怒哀乐，那就完了，那还叫人吗？是一个人他就有喜怒哀乐，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一个思想家在他提出他的一套体系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我这一套理论是不是符合尽可能多的人自身的特点。那么这东西呢，你符合的越多，越容易被大家接受，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提出的理论跟我们人自身的特点是完全契合的，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走，那么中国的先贤就认为，人性，这是我们建立一切学术的一个基点，一个基础。离开了人性来谈治国理民，那就会南辕北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性是什么认识清楚。那么这个人性，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怎么样把它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儒家为什么非常的看重人性的原因。那么我们儒家是非常尊重人性，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大家知道这殷周的不同就在于殷他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的生命，还谈什么人性？我们在商朝去看看，大量的殉葬的那个墓坑，那些人活着，他就像牛羊猪一样。那个牛羊猪活着的价值就是做牺牲，有朝一日把它杀了，把它摆在那里供神。那个时候有相当多的人，以前有人说这些人是奴隶，那么也有的人说呢这是俘虏。那么这些东西人抓来以后把它摆那里，它的唯一的价值是有朝一日把它头砍掉，把它脑袋去放在墓道上，这个也是牺牲，做牺牲。所以那个时候这些人他没有尊严，对吧？你喜怒哀乐没人来关注。那么殷周革命之后，周公就提出来是德政，这个德政要尊重民众，要甚至提出来要尊重小民，对待小民要如保赤子。乖，这个东西提出来以后，你既然要这么尊重他，那么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要尊重他的喜怒哀乐，尊重他对于我们执政的一个感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大家想想，这个罗马帝国到了相当于我们秦汉这个时候，斗兽场，成千上万的人被一个一个排着日子去跟兽斗，被兽吃掉。可是我们在西周，要比他早800年到1000年，
我们已经反对殉葬，我们要求尊重他们的存在，尊重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好了，我们这个人性啊有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幼儿园，再看看我们周围，啊，我们这个喜怒哀乐啊，常常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有的人小孩，你到幼儿园去看看，那小孩3、4岁，不知道谁教他的，看到一只鸟，把它掐死。啊，有的小孩看到毛毛虫，都不行了。啊，一个叫过，一个叫不及，都达不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是不是啊？哎，那么这个人呢，生下来如果没有教育，他不可能达到一个无过无不及的这样一个最好的状态。啊，自发的达不到的，达到你就圣贤。啊，你把握不住自己的这个性和情，所以呢，这个圣贤就感到这个老百姓啊，如果都率性由情，那就麻烦了。多年以前，这个大概有20年还多少年，出过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云南有一个大学，有一个学生叫马家爵，这学生家里非常贫寒。那么他宿舍的另外4个同学经常寒碜他，看不起他，用话刺激他，挖苦他。这个人他后来这个情绪失控了。终于有一天，他趁着这4个人在熟睡之际，用一个榔头把这4个人全部砸死了。这个事情出来以后非常轰动，大家很震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有的说把他班主任开除，有的说把他校长免职，但这个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那么在我看来，我是觉得没有读中庸，他这个喜怒哀乐失控了，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就到了一个极端了，结果呢，造成了一个惨剧。这种事情很多的，我们这个有一次这个拳击比赛，大家知道有一个拳王叫泰森，结果他跟人家打，这个输赢上这个大家就不服气，这个人结果上去歘一口把这个对手的耳朵给咬下来了。他也是这种情感失控，这个人的情感要是失控了，失控得很严重，那跟禽兽差不多，甚至比禽兽做的事情还要糟糕。很显然，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那么一个社会要走向一个理性的、和谐的一个境界，就必须要让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要达到一个中正的这样一个境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子思学派哎呀，真了不起我有时候读着，哎呀，我都读得非常的激动，非常兴奋我不敢相信2000多年前的人思考问题这么缜密，这么深刻我们下面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儒家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来谈这个人的性情，是吧？他是从治国之道。大家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当中，总有一批知识精英，他在考虑这社会我们怎么解释它，这人我们怎么解释它，社会怎么才能治理好，对不对？其实像释迦牟尼也好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好，人家做的都是这一篇文章
那么儒家呢，是从怎么治国理民这样一个角度呢，来提出问题。治国平天下，说到根上是怎么样治理人民。这个治理人民，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怎么折腾老百姓。这个礼啊，我古代从寓这个寓气上它有一种自然的纹理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老百姓他身上那个东西要把它捋的很整齐很合乎他的脉理理民是这样，是吧？鲁迅以前写一个非攻，一个理水，就这个水别让它到处泛滥这水呢，用从高到低要把它引导到大海去。这个理它是用一种最合理的方法来使人民呢都是顺而不是悖逆的。那么他就讲了，圣人之治民，这个圣贤他怎么治理老百姓呢？我们古代把尧舜禹，我们都把他叫圣人，特别智慧他治民呢是把握了民之道也。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道，我们可以说规律、特点，是吧？这个都叫道那么这句话我们这样一听呢，不太容易理解。他打个比方，禹之行水，水之道也。我们历史上有个洪荒时代，其实所有的民族在他的古老的记忆里面都有一个洪水时代圣经里面也有就讲到这个诺亚方舟就是一个洪水时代了，淹了。那么那时候人怎么生存下来？我们中国有个大禹治水上书里面讲到，当时这个洪水来了，哎呦，把那个高山都变成了一个一个岛了，老百姓都躲到那个山顶上去躲洪水。这个洪水汹涌滔滔而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一开始是大禹的父亲叫鲧他一看这水来了，水来土挡水哪里过来，他就是搞了好多的土要把它挡住据说这个最早的城墙就这么来的好，这个水挡不住一旦把你那个防波堤冲垮了，那就是一场灾难这个鲧他治水失败了，那么当时就把他给处理了，让他儿子来继续治理。这个大禹他很聪明，他觉得这个爸爸他不懂得水之道，这水的规律、水的特点。他们这个水总是朝下流的，对不对？你老堵，越堵越高，越堵越高，最后这水没有出去，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测量地形的高低非常辛苦然后总是在水拒绝的地方，他挖一个沟，挖一个水道，让它往下走那么最后呢，这个水呢一直都被引导到海里去了这洪水都都退下去了，不是一天比一天高那么大禹治水为什么成功？他知道水是往下流的这样一个特点把它疏导了，它不是堵，对不对？造父之御马，秦人的先祖，我们去看《史记》的秦本纪，有一位就叫造父，这个人非常善于养马养马不是说随便什么人给点草他吃这个马就行了那么他非常熟悉这个马的特性所以他养的马都养得特别好。后继这个周人的始祖在《史记·周本纪》从他这个地方开始写。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他种地种得特别好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分析
他呢是最早进入农业这个经济的这个一个民族。它根据不同的土性种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假如是沙土，它适合于种花生，对不对？他非常善于这个。那么为什么他种什么活？所以他是地之道也。土地的特性。大概在20多年前我们河北省有一个县叫无极县。当时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县委书记叫刘日。当时我看了这个报道很吃惊因为无极县这个地方来一任领导就想留点政绩，因为他有10万亩荒滩，这荒滩不能种点什么东西吗？就这些人呢都不懂地之道，种什么什么死，种什么什么死。那学习焦裕禄改造兰考在那地方种的是泡桐，那么有人说我们学习焦裕禄，我们也种泡桐，花了不知道多少钱买树苗，一种全死了。这个刘日到那里以后，这个人就很有意思，他读地方志、县志读到在唐代、在宋代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个10万亩荒滩这个地方，种了好多树的，然后他就研究这什么树，为什么不种这个树呢？最后把他们种的那些树记下来。让河北省林科所、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来带到现场，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土壤现在种这些树能不能种活。那专家一看，完全能种活所以他改造10万亩荒滩，全部种活了那么这个人呢，他是研究了这个土地的特性。这个很少听到一个县委书记他研究地方史，就地方志。莫不有道焉，万事都有道，这个道就是规律，它的特性。那么这个人道为镜，这是最和我们贴近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民之道是什么呢？对不对？牵牛要牵牛鼻子，不能牵牛尾巴吧？对吧？牛不肯喝水，你摁它的头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一定呢要懂这些道理。那么这个话我们读到以后再去读《礼记》，我们才发现许多话非常好的，以前被我们忽略了。比方说《礼记大传》里面讲的，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坐北朝南，必自人道始也。必须要从我们的人道人性开始，对不对？不尊重人性，那老百姓要马上把你推翻了。君子利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这个人道就是人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身有习。这个人生下来我们有好多习性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把这些东西了解了，然后民特从命也，他特听你的我们掌握了民性民道。不从其由，不反其本。这个老百姓怎么来的？你要强行要他怎么样，他不会被你接纳的。不以其道，民从之也难，对不对？你蛮干、瞎搞那么这个老百姓呢，就不会跟你走好，那么我们这个民性从哪来？从天上来的。大德礼记说，礼有3本，3个最根本的。第一个就是天地，天地者性之本也。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性，谁都别想改变它，你只能顺应它，对不对？
这个人性呢，喜怒哀乐之心，它具有普世的价值。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天下的人性都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都不喜欢战争，我们都不喜欢饥饿，我们都不希望不被人尊重，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不管走到哪里，所以你只要想想自己，就可以推己及人，对不对？你了解自己，人家跟你一样的，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那么知人就知道了，我们生命里的这些东西带来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些什么，那么才知道这个治民之道是什么，才知道最后呢我们怎么去做。所以中国的儒家把这个逻辑的链条弄得清清楚楚。圣人之治本于道，一定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一定是正确的。道最早我们可以解释成就是道路。道是哪来的？道本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人身上不是说一些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动作，而是人的心，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那么这个心呢，它再往下讲到这个孝，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吧？好了，这个子氏学派呢，开始提出它的一些东西了。他就首先呢提出一堆概念，叫性和情。我们现在经常讲性情，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去思考性跟情有什么不同。我们刚才讲了，一颗钟做好了，它就有发出声音的这样一个能力，这叫性。这个性呢，你是看不见的，这个钟只要不敲，它是不响的。但这个性是一种能力，它藏在这个钟里面。郭店楚简讲了，夫叩不出，你不去叩击它，它声音是不会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呢也是这样，我们人有喜怒哀乐之情，可是晚上我睡着了，这东西它是不出来的，你看不出来。我在打坐，你也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不等于他没有，只要是人都有。那么这个人睡醒了，早晨一睁眼，外界的事物开始刺激他，然后有一个人上来就告诉他一个特大喜讯，哎呀，他这一天多高兴，这喜，对吧？然后有一个人告诉他，家里面被偷了，你晚上睡着不知道，他怒了，对不对？告他一个什么人死了，哎呀，他哀了，这个喜怒哀乐，它是由外界的东西刺激我们这个认知的本体，然后它就发出来了。这个性发出来的这个东西叫情，情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能够看到的。这个性呢，是它发出来的一个本源，所以性跟情呢，它有这个区别。哎呀，这个人性人情很可贵，都是我们人对于生活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要有真性情。郭店楚简里面讲了，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他动了一个真性情，有的时候做的有一点过头，但这个呢是他一个真情的流露，那么这个东西呢，大家都会一种同情的理解，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做一个事情，他没有真性情，他这个表演的难度非常高，但他不可贵。所以一个人只要他有真性情，他还没做呢，他只是表现在脸上，结果大家呢都会信任他。所以我们古代儒家特别强调这个情，所以这个礼呢，完全是要从
人情出发的，啊，这句话非常有名，礼因人情而为之。类似的话在《礼记》里面也有。那么礼呢，是把你的这个情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呢，要把它控制到一个不要太过，也不要达不到，啊，它是设计出来的一个结文，我们叫是吧？我们后面还要举一些例子啊，来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所以这个礼呢，《礼记》上讲得好，是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因为我们这个人呢，经常是过或者是不及，这样就背离了天道，也背离了合理的人情，或者说理性的人情。那么只有按照礼的要求来做啊，我们才能呢不背离天道，而且呢充分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人情。好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有一个能够发出喜怒哀乐的性，一遇到外物的影响，我发出了不同的情。那么为什么面对同一个东西，我们发出来的情，两个人面对同一个东西，同一个刺激发出来的情可以是相反的。我比方说一个毒品放到你面前，同一个东西在刺激你，那么有的人说哇毒品哦，我要吃哦，还有一个人说哦这不能吃哦，这个东西要远离哦，对不对？那为什么同一个东西刺激不同的人，他的这个反射可以完全相反？这个里面子思学派引出了另外一组概念，叫心和智。这个外物刺激我的时候，我该拿什么东西去反射？这个时候你里面一个司令部在指挥，一个司令部说哭吧，然后你这个情就是哭的，他说笑吧，你就笑出来了。他一个东西，这个指挥中枢就是一个心。这个心呢，它会引导你、指挥你、命令你做什么反应。而这一个智是跟你的经历有关的，它不是一个乱反射的，它呢会根据多次的这种刺激，它会得到一个经验性的一个认识。然后一来他会本能的反射，我就想起我文化革命期间我在江西待了19年，这南方非常热，热了以后这孩子头上要长包身上要长这个疖子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中医就说呢，这小孩如果一生下来你给他吃黄连，这是清火的。那么这个小孩他就不容易长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小孩如果7、8岁了，你要叫他吃黄连，那你捏住鼻子你就灌他，他不肯吃的，因为他已经知道这苦的。所以这个小孩一生下来，他还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甜，所以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就把黄连弄成水让他吃，他不抗拒。他还不知道，那么这个小孩如果大了，你今天给他吃甜的，明天给他吃咸的，后天给他吃苦的，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比较，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那么这样呢，他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反应。你拿个糖在他面前，他马上吃，拿个苦瓜在他面前，他不肯吃。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他这个选择，就这个心往哪边走，指挥你什么，他这个心往哪里去，这叫智。
哎呀，我们人呐，经常有一个志的问题，就这个心往哪边走。从大的方面来讲，志向，我长大了做个科学家，还是做个明星，还是做一个普通人、一工人，啊，这东西呢，所以我们经常要立志。这志就是心往哪里去，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成年礼的时候，以后我们一堂课专门讲成年礼啊。成年礼是给小孩助词，就是弃而幼稚。你现在20岁了，你把小孩时候那种志向要扔了。我一次看个节目，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人，他小的时候的志向就是开一个糖果店，啊，因为每天吃糖果不要钱，对不对？哎，你去听这个7、8岁、6、7岁的小孩讲，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听起来特别滑稽。啊，这个小孩他的想法不远大的，啊，一些很肤浅的，啊，很这个，甚至我们觉得听得挺滑稽的啊一些东西。那么人一天天大了，这个志向，我们讲志向，就一定要慢慢的归拢到一个好的上面去。我们理解了这个字，再来读《论语》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理解会很不一样。比方说，孔子讲他15岁就志于学了，大家想15岁啊，就立志要做一个学者，对不对？黄侃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他志是什么呢？在心之谓，在心里面的那一个念头。这个解释还不是十分的到位，这朱熹的解释最好。志者，心之所至之谓。这个志是指所向，啊，哎，这个心要往哪里去？那孔子讲，他15岁志于学，是志于道，要追求道，追求真理，啊，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经常想想，你的志定下来没有？你的志对还是不对？啊，这个太重要了，涉及到我们一生的这个进展。我们这个心啊，最初的时候它没有定志，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心无定志”，定就是定，啊，从字面上那4个字写下来“心无定志”。那么现在我们呢，都把它写成叫“心无定志”。我们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性，但是呢，非常遗憾，作为中枢的指挥机构的那颗心，它的志向是不定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最初的好多河啊，它没有固定的河道，没有固定的河床，洪水一来了，它是泛流。啊，我们这华北平原呢，就这个最早是黄河啊，它没有固定的河床啊，摆过来摆过去，甩过去甩过来，结果这个泥沙就冲击成了一个华北平原。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要等待这个外面的外物来影响我。做就是起来，哎，我应该这样还是那样，啊，待悦而后行。一看，哎，这不错，哎，这是糖，哎，我要吃；这水果我要吃；这蛋糕我要吃。然后呢，习而后定，啊，这个习呢，就是反复的去践行它、体会它，最后呢，我们这个志就定了。啊，我们现在读这个经典，读什么东西啊？你在反反复复体会、践行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它的好处，最后这个志向就定了，对吧？当然，也有的人一天到晚去吸毒，啊，一天到晚去弄这个摇头丸，最后他也定了，啊，但是他定错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弄错了把这些东西。啊，这个志向方向弄错了就全完了，
啊，所以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没有智是不能成就的啊。所以他性情还有是心和智这两组概念啊，在理论上他做了一个很深的一个阐述。我们有了这个理解，再来读一些文献，你的理解又不一样了啊，很好玩的。有好多文献呢，你要去玩它啊，你才把它读懂了，对吧？时间关系，我们挑一些。《左传》里面说有一个人叫颜系啊，他射一个人，射中了那个人的眉毛，哎呦，大家觉得很了不起啊，射那么准。结果这个人退下来说：“吾智其目也，我没有射准，射得不准啊。其实我当射的时候，我这个心啊是要射中他那个眼睛，射偏了啊。这个智就是心呐，想着哪个东西。好，我们读《诗经》啊，很有意思。说有的鱼啊，为什么会被上钩？因为其智，这个鱼的智在饵，钓饵，对吧？一个苍蝇，一个蚯蚓，他一看唰哒上钩了啊。那个一个人的智要是弄坏了，就非常麻烦啊，整个你的性情啊全部要出问题。那么由于这个心智的问题，实际上是跟我们接触什么样的人，我们在什么环境是有密切相关的，对不对？外部对你的性情的形成，对你的心智的这个形成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古代这个儒家提出来要慎交友，你交什么样的朋友这太重要了，对不对？把你跟一群吸毒的人摆在一起，你就完了，对不对？哎，那么把一些非常好的人跟你在一起，哎，那你就又不一样，是吧？所以《郭店楚简》有几篇叫做题目叫语从，这语从就好像是语录，都是一句话一句话啊。我们来看看，哎，非常好玩啊！这个话我们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哎，结果在这里读到了。他说呢，与为义者游，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玩，这些人呢，他都懂义礼义嘛，哎，对你有好处。义与庄者处义，我们就怕一天到晚跟一些什么呢？不三不四的啊，嬉皮笑脸的啊，说话没正经的人在一起就完了。那么一定要是神色很端庄的，不管女孩男孩，是吧？庄而静啊，每天他那个精气神是提着的，哎，你会受影响啊！你不要一看呢就是一个嬉皮士啊，那就不行。以庄者处。那么还有呢，跟习文章的人，一天到晚他好这个文墨这一类的东西，哎，对你有益。益就是会增加你的好的东西，对不对？哎，多多益善啊。那反过来，哎呀，这个竹简有的很奇怪，有的地方缺了一个字，有的地方它有一个字，可是谁也不认识啊。我们电脑里没这个字，所以我们只能用个方框来表示这里缺了一个字，或者这个字啊我们没办法处理。你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哎，你就受损。所以现在有的人写信啊很谦虚落款，损友啊，就是我啊，哎呦，很惭愧啊，我各方面都做得不好，你跟我这样的人通信呢，可能会让你蒙受啊这个损失，不是财富啊，你德行上会那个，哎呀，这个是一种表达。以不好教者有损啊，以什么什么损啊，自视其所能损。我们一天到晚要显摆自己那一点东西，要秀一下你的肌肉啊，哎，对你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这古人讲东西啊非常实在啊，就生活里面的一些道理。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会
要给大家讲一篇东西，就《大代礼记》里面一篇叫《保父》。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可持续发展，千秋万代，都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其实这问题古人也考虑，古人考虑什么呢？他就说我们古代那个周存在了800年，传了39代，可是这个秦呢，2世而亡，几十年没了，所以历史上这是非常鲜明对比的2个朝代。所以大家就问，为什么一个那么长，另一个那么短呢？那儒家提出的结论就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同。这个主要是指要当天子的那个王储叫太子，从小受到的教育相差太大了。下面我们看看它上面怎么讲的。古代的王者，太子生下来的时候，要有一连串的礼仪，要让那个士把他背着，然后这个旁边的有司呢，这个早晨晚上都要穿着这个很正式的服装，然后他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是他在这个当赤子，小孩刚刚生下来，那身上的肉是红的，因为他在体内被压着的、挤着的，叫赤子。这赤子是最单纯、最天真的，里面没有一点点是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教导他了，我们都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后天教育得到，这个教育太重要了。所以那个时候，周成王很年幼，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用举国之力来教育他、培养他。那个时候有3公，就是国家里面地位最高的，一个叫少公，他担任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师。那么什么叫太保呢？太保是保其身体，这小孩的安全很重要，不要有时候不注意，摔残了、瘸了、拐了、瞎了，那以后怎么做帝王对不对？要保持他那个好。一个人光是身体长得很好没有用，要有德义，父其德义，师导致教顺。这孩子不是逆子，逆的反面是顺可是这3个人很忙，在朝廷里面工作很忙，他不能一天到晚做保姆，对不对？3个人给找3个助手那么这3个人叫3少太师、太傅、太保。那么他的副手，太就是大，少就是小少师、少傅、少保我们现在看清代有很多人的头衔是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傅，就从这来，就是太子的老师这些人呢，跟他宴者也，不是跟他吃饭宴就是跟他一起玩，平时一起，这个宴跟宴字的宴同的。那么这几个人的级别太高了上大夫，上大夫就是卿了。我们3公9卿，那个3太、太师、太傅、太保，他的爵位是公3少，他的爵位是上大夫，上大夫就是卿，很重要。这些人呢，就是要教他孝仁礼义这么小的时候就开始。
好，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心智啊是跟外面的接触有关的，所以他旁边不许有邪人，防止他有一种不好的影响，不实践恶行，恶人恶行他不接触的。那怎么办呢？要接触什么人呢？比选，这个比啊，在古文字里面就两个人排着队，临辄制比，不就是一个一个排着的吗？我们要把天下的端士，端就是正行为很正的这些事，另外他德行，贤博士讲他的学问都非常好，而且懂道懂术，这样一些人来辅翼三太三少。那么这些人呢，年龄比较小了，居处出入都有这些端士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玩，一起做游戏。太子目见正事，看到的事情都是正的，听到的话也是真的，走的道都是正的，左事右事前后都是正人。那么他一天到晚跟这些人在一起呢，他怎么能不正呢？好比是生长于楚，他一定说楚国话。我那个岳父岳母就是湖南人，湖南这个湘乡的。这个湘乡人说话，你去问任何一个湖南人，他们都会笑。这是一个方言岛，他的话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极其难懂。你要让我去学，我学1年大概我都学不了。我那时候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有2个孩子，我们要上班8个小时带不了，就把这个女儿放到我岳父岳母那里去。哎呦，不到1个月回来一口的楚言。那为什么呢？他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对不对？一个人环境对你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所以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小孩的时候，这个影响太重要，太重要。这个时候养成了，人家一看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好。有的小孩好像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坏种，那么就跟周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好了，养一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啊！太子他不会老是小孩，慢慢年龄可能到了12、13岁了，这个时候生理上开始要走向成熟了，这是有朦胧的性意识，他知道非色了。那小孩很小他不懂的，到一定的年龄他就懂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他的注意力要转移到读书学习上，那么要到小学里读书了。所谓小学呢，就是小孩子的学宫。那么他学呢，有东学，有南学，有西学，有北学，然后中间东南西北中间是太学。他要完成不同的学习的科目，比方说到东学是上庆而贵人，那么在南学呢，上慈而贵信时间关系我们不细讲。那么好了，他要有一个系统的学习。这个教育一个孩子是很麻烦哪个地方你一不注意，这孩子就走歪了。文革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学校工作过那个时候你这个放的露天电影里面，只要有一点点什么东西，这孩子他都会稀里糊涂的跟着学我记得那时候放一个样板戏叫《白毛女》那个白毛女就穿着那种这个表现手法上是很破的实际上要说的那个点是比较暴露的那衣服跳舞我所在的那个学校小学3年级有一年出了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3年级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把教室的门关上了，然后2个人说我们来跳白毛女吧然后2个人呢就把衣服都脱了在那跳白毛女结果被老师发现。当然这小学3年级
他没有那个能力来做更进一步的事情。但是他会一种很好奇，一种很朦胧的东西，所以这个每一步啊，你说为什么他要搞那么多人把他团团围住？就是他一步都不能走偏，因为他是太子，涉及到将来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好，长着长着，这孩子成年礼了，20岁了，继冠成人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太师、太傅、太保不能一天到晚再去像对小孩那样要放手了，他独立了，对不对？我们古代有这样的个意识的。好，这个时候你不能保证他就不犯错误，还会犯错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惩罚。现在我们受西方的教育的影响，对小孩不能批评，更不能惩罚，更不能体罚可是在古代，适度的惩罚就是一种教育不能只有一手，还要有另一手。我们看看，当时在他旁边有2个官，一个是史官，一个是宰官。这个史官叫司过，就是专门来记录他的过错的。你20岁了，你怎么又犯错误？要记下来。太子有过，史必书之，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因为将来我们看看那个《春秋》这部书，是吧？你是个昏君还是一个明君，你一举一动都要写在史书上的。你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都写下来。所以从你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帝位呢，要告诉你，你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的。假如说这个史官跟他套近乎，哎呀，你马上要接班的你错了咱们俩私下做个交换将来你不要太难为我，你要对我怎么样，你犯错了我就不写。好家伙，你胆子太大了，他犯了错你敢不写？我们设这个官是要保证要出一个好的国君，你现在这么一弄，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制度要出一个坏的国君。你狗胆包天了，一旦被发现，这个人要杀掉。你做的事情危害太大。好，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以后，那个善宰要做一件事情，要饿他一顿。饭菜都准备好了，可是你做错了怎么办？你是个太子，而且20岁了，不好打你了，怎么办？要一个适度的惩罚，就把你的今天晚上的饭菜端走，咱们就不吃了，饿一顿。大家想这个饿一顿不会死，对不对？但是很难受这中国人教育孩子是煞费苦心的必要的时候要用这板子要打他，不能打脸不能打胸打什么？打屁股这个地方呢肉很多，打起来特别疼，但是呢不伤人所以打一般孩子都会打屁股。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饿一顿，饿一顿死不了，但是特别难受让你记住。如果这个人偷偷的给他送2窝头送2个肉丸子，那完蛋了你不吃善则死。再到他大了，为了严格的防止他犯错误，要动用各种社会力量来警示他我们看看这个设置特别有意思。尽善治金，一个棋子，这金是一个棋子，谁对这个太子要有善言，要进给他，那么你就往那棋子那里一站，他必须过来。哎呀，有什么可以赐教的讲给我听，对吧？从一个地方，不能老在那喊叫对吧？他站到这个棋子那里，就表示有的人
有善言善行，啊，要给你，你得去。有匪帮之木，一个木桩子，一个树桩子。这匪帮不是我们今天啊，过去的匪帮就是批评的意思。啊，一个东西你们都没发现，我发现了，他说错了，做错了，我就站到那个木头那里，哎，他必须得过来听。有敢谏之鼓，啊，我要劝谏你，不光给你指出了，还有进一步的东西。那一个鼓咚咚咚一敲，他马上出去。啊，我们古代那个衙门门口都有一个鼓，个鼓一敲，那县老爷马上要出来升堂，好，马上过来了。啊，这个东西古代这个制度非常好的。鼓使，啊，这个鼓应该是下面再加一个目，眼睛的那个目。盲人，以前有些盲人呢，他是担任这个诵诗啊，诵什么东西的那官。这诗大家读《诗经》知道，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讽刺的。你做的不好，然后我用那个诗刺，啊，刺诗。哎，晚上就会给你诵诗哦。这诗有一部分是好的，是正的，像关雎啊什么这正，还不是讽，就让你听听啊。天下有道了，民间的歌是些诗歌是些什么样？天下无道了，都是些什么诗出来的？啊，你一定要从里面啊吸取啊这个教训。公松正简，世传民语。这宫是乐宫，啊，奏乐的。那么他会把一些很正的啊，不是讽刺的这样的东西呢，要诵读给你听，世传民语，啊，老百姓有什么顺口溜出来，啊，我们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就好像是李保田还是谁演，这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啊，什么什么的那个老百姓里面那个民谣出来了，啊，都告诉你啊，现在老百姓现在唱什么顺口溜了，啊，那么这样呢，好，最后你这个人呢，锲而不让，化与心诚，重道若信，哎呀，这样培养出来的小孩特别好，啊，所以当时文王、武王下来，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个个都好啊，当然到后来时间长了，他也出现不好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读了这个，了解这个，再去看《大代礼记》读里面的东西啊，好色就会失志，仿于正。君子直人立志。刚才我们讲的是吧，《诗经》里面鱼在藻，这个鱼啊，在这个水藻里面待着，啊，决志在耳，他浮着，他就等待。哎，有没有一个苍蝇给我吃吃？有没有一段泥鳅给我吃吃？那志啊，就很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君子啊，进居公学，修身之志，处别则乡，游必就事。那么所有的一切是为了放辟邪而导中正也。所以我们儒家的这个思想呢，就是呢，要把普遍的民性，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导向，啊，那么受到的教育不同，啊，这用心就不同，那个志就不同，啊，所以儒家就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好，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个中庸啊。中庸这个文献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来看看开头这个3句，他说什么东西啊？实际上刚才已经说到一些。信之命之说，信之命处，
命之天降，这8个字能把它缩短成4个字了。天命之为性，就是我们每个人珍惜生命，实际上应该了解，我们生命里面与生俱来的，是我们人是一种有情感的动物啊。那么这个性呢，它能产生情啊，性跟情这2个东西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不学而能啊，不教而有的东西。那么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知识精英，率性，率就是沿着，顺应民性民情去管理它，那么这个就是把握了人的道了，对吧？圣人之治民也，民之道也。民之道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喜怒哀乐之情。这个情为什么不能消灭它，不能要把它铲除干净呢？因为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你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消灭它。那么只能怎么呢？我们要顺应民性民情。那么好了，这个人的性情呢，往往的不能自发的达到中正的境界他往往不是太过了，就是老是达不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修我们这个人性人道，要把它修正。这个修正它的这一套东西叫教育老百姓。你这不够，你这个人怎么老是萎靡不振的老是那么懒洋洋的，你这个人老是那么躁，老是那么鲁莽老是那么偏激那么这东西要把它引过来引过来。那么看看它下面还有2句话。现在很有意思的是，我以前有个同学跟我讲，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庸的文章。他说据他统计，什么叫中庸，这个说法有30多种。哎呀，我一听都晕了一个词怎么能有30多种说法呢？他又写了一篇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那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中庸呢很玄乎。去年我上那个凤凰网，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要到凤凰网上去浏览一下有没有新闻，没有我就把它关掉了。哎呀，结果竟然在它上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要大家来讨论中庸之道，我们应不应该提倡？说中庸之道就是做老好人，两边不得罪，就是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那么这种中庸之道，我们还要不要去坚持它？哎呀，我一看好难过，因为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中庸之道，就是这么说的，报纸上，中庸之道就是不讲原则，就做老好人。结果过了这么几十年了，50年了，我们这个媒体上还在这么说。这个中庸没多少字嘛，2、3千字嘛，你读一读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讲这个东西。刚才那3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没有让你做老好人，那么后来就讲了，那什么叫中呢？中庸之道是讲中，庸就是常也。我们讲平庸，这个人很平庸，就这个人他很普通很平常，是吧？所以这个庸就是常的意思，普通的意思。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广泛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一种道，这叫中庸之道。它讲的主要是中，
什么叫中呢？喜怒哀乐之未发，我睡着了，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这个时候它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它是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这叫中。我眼睛睁开来，有外物刺激我了，我就发出来了。我这个发出来，可能是像泰森那样，可能是像马加爵那样，可能是像范进中举疯了，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情感，它有好多个层次。这个中呢，河南人叫种，好不好啊？信不信啊？种，这个种呢，就是说恰到好处的那位置叫中，叫发而皆中，那个最恰当的那个位置，这叫皆。太多了叫过了，达不到叫不及，对吧？问题在于哪里呢？我们情感发出来都要皆中节，都是到位的、合理的、理性的，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宋儒经常讨论未发和已发这个问题。中也者就是未发，我们都是中的，这是天下之大本。这个老百姓啊，其实啊，他这个性啊都是中的。哎，这就我们能够教育他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如果老百姓这个睡着了，他都是乱七八糟的，那我们就没法治了啊。我们不发的时候都是对的。现在问题是发而皆中节，为之和。你这个人是和的，内外是和的，啊，哎，这个修养非常高的人，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啊，满世界的人都夸奖我，我不会多一分高兴。满世界的人都在骂我，我不会沮丧啊，多一分沮丧。我始终把自己的情感拿捏得那么到位，那么准确，这不得了。你这个人达到一个和天地同和的境界了。所以和是什么呢？天下之大道也，大就是大，最大的一条道。我们讲道要讲大道，这个大道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最大的道要让所有的人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这就是中庸之道。哪个字是让你风吹两边倒，墙头一棵草啊？那么瞎掰嘛，胡勒啊！他根本不是讲这个，他是讲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对自己的情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当然，这个是不容易啊，在所有的事情上你都能做到，你就圣贤，对不对？好，那么我不这样行不行的？不这样问题就大了啊！大家知道，我们一个人啊，你身体如果很好，这中医啊一打脉就知道了，你的阴阳啊是平衡的。如果你不和，阴阳不和，那麻烦了啊！肝火太旺，肾虚啊，脾虚啊，那么一失去平衡，它就不行。一个机体一旦里面阴阳失和，它就出问题。是吧？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内部一定是和的，和就是谐嘛。啊，范进中举，高兴的过头了，啊，那好吗？啊，我们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大喜大悲，这是一种病态。当然，我们不是圣贤。我们生活里有很多烦恼，我们也会犯错误，啊，等等等等。
我们情绪会波动，对吧？甚至这个人呢，波动的时间会非常长。啊，我们生活里面经常看到这个人平时乐乐呵呵的，突然晴转阴，啊，突然呢，又会这个阴呢转晴了，是吧？这个都不要紧，啊，都很正常。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的情绪是保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内心要和，啊，这个对我们健康从个人来讲，它既是一种修为的结果，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身心的健康，身和心的健康。再大一点来讲，人人都这样做了，或者相当一个比例的人懂这个道理，我们社会就是安定的、和谐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东西才是心理学，西方人讲的心理学实际上是生理学。啊，一个狗吐唾沫，啊，看到东西了，它想吃了，其实我们大学里都讲这个东西。我们平时懂得喜怒哀乐，啊，是正常现象。但这个喜怒哀乐，我们尽可能要做到，不发则已，发则戒众节。我不需要那么多心理医生，啊，我们把自己就给调理好了。孔子说：“观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个淫啊，大家不要做别的理解啊。这个雨啊下过了头，这个雨叫淫雨，老是不停，所以它从3点水的。淫呢是乐之过而失其正，一般的快乐啊，就行了。啊，乖，我看我们现在一些什么这个乒乓球运动员是吧，得了冠军了，跳到桌子上去了。那过头了，啊，得了冠军了啊，光膀子了，把衣服扔错，把拍子扔掉了，啊，输了把拍子砸了，这个人的修养是比较差的，啊，不能失其正，对不对？伤呢，哀之过而害于和，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呢，就是说《诗经》里面。啊，它是要让我们人的心性都处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诗呢，实际上它都是人性的喜怒哀乐的发出来，有邪有正，对吧？所以呢，这段话我们要结合中庸来理解就对了。下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啊，但是一般的人看不太懂啊，这里我们讲一讲。对于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庸，非常有帮助。《礼记》里面有一段话，有一个学生叫游子，啊，这大就是有若，啊，那么他跟另外一个人叫子游，两个人站在一起，在街头闲站，啊，这个地方可能有漏字啊。这个游子啊，就对子游说，啊，他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发了一段议论。他说：“愚就是我啊，这个一啊，就是整个的完整的，我都弄不懂伤之庸也。这死了人啊，家里啊，这个孝子啊，这庸就是跺脚或者是跳起来啊，要跺一下。结果我们这个仪礼的上礼上规定，这个跳咏只能3次，1次3下。”啊，这有规定，多了你就不守礼。那么他就说呢，我就弄不明白了，对不对啊？娘老子去世了，那个心里多难过啊！你为什么规定只能跳3次，1次3下，一共9下呢？他说我呢，欲去之久矣，
我早就想把这种规定啊去掉了，爱哭就哭啊，爱闹就闹，爱跳蹦啊，捶胸顿足，应该让它发出来。情在于斯，其斯也夫。其实这个前面呢，他说这段话呢是有感而发，是看到一个孺子，一个小孩慕是什么？好慕，就是哭。这小孩跟爸爸妈妈上街走丢了，走丢以后找不到爸爸妈妈了，他哇大喊啊，乱喊乱叫，他是从这个上面来的啊。你看一个小孩一时看不到父母了，他都哭成这样啊。这个父母死了，永久见不到了，他那个难过超过这个。所以我们不要规定。哎呀，这个自由太了，我们读《论语》啊，真感到72贤呐，个个是了不得的人。他们讲一个问题能讲那么透彻。他这个理呢有好几种情况啊，一种叫微情者，微就是小啊，你那个情啊太过头了，它微呢就是要让你变小。啊，有的人这个父亲死了，哎呀，那就地上打滚啊，不吃啊，不喝啊，这不得了啊，要出问题的。我们把24史里面，你找那个《孝友传》，你读读看，历史上经常有记载，那父亲死了，尸骨未寒。这儿子悲伤过度，又死一个，那个还没埋呢，这里又死一个，啊，这难道是死者希望看到的现象吗？所以这一个过度悲伤的，要让他的情微，就要让他降低，你过了，往后一点，对吧？还有呢，以故性恶者，这句话不太好讲，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的人啊，这个父母死了，他不难过的，你们见过没有？现在街上好多，有时候你街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家人家，那门口搭着孝棚，里面摆了一个棺材，啊，然后那个子女在外面放歌曲，流行歌曲，啊，现在还有跳钢管舞的，还有跳推舞的，啊，然后在那里喝酒下棋，谈笑风生的。所以为什么古代这个丧礼要让这个孝子要穿丧服，披麻戴孝，晚上不能睡在席梦思上面，要在门口搭一个坯，里面铺上草，自己穿着披麻戴孝的东西，那枕头拿一块大的土，啊，山草啊，请山整块啊，这干什么呢？哎，睡在这里就是让你啊想想啊，一觉睡着了，一醒来，哎呦，怎么穿这衣服啊？那头上有麻绳弄着，腰里接着麻绳啊，那么睡在这个门口呢？你现在是在热丧之中，家里出丧事了，生你养你的人死了，哎，半夜里醒来了，月光如水啊，坐起来想想，这个老人生前对自己啊，那么恩爱对自己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要给自己，因为他那个哀伤没有被吊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达不到，要把你往前面，哎，你都要难过的这个时候，啊，想着想着哭了，过了的要让你往后，达不到的要让你难过，啊，就把两个东西呢都弄到中间，应该有的那种悲痛，太悲痛的，到了第3天。邻居啊，强迫你吃啊，前面3天不吃，那人还不会死。但再这样下去，要以死伤生的，这不人道。所以这个丧礼它是保护你的，啊，你过了3天你还不吃，那邻居马上就来了，啊，弄粥啊，弄什么东西要吃啊，要活着，啊，
保护你，是吧？那些不孝之子，啊，要用一定的方法来让你，啊，要有适当的、适度的悲痛。那么现在这个自由实际上就批评有落了。你希望大家知情而进行，啊，爱怎么样怎么样，爱怎么哭怎么滚怎么样，戎狄之道也。没有文化的民族才这样，他不懂得人的性情是要保护，啊，这个保护是为了你这个家族的发展，啊，所必须的。啊，他说这是戎狄之道也，礼道不然。啊，我们文明民族不这样，对不对？哎，下面他就讲了一段话，啊，这段话非常有名，啊，在《国典楚简》里有，啊，在《礼记》里面也有。他这个人的情绪，他举例子，比方高兴，他是一层一阶一阶的上来的，啊，人喜则陶，啊，这个陶醉，哎，陶了以后呢，觉得还没有表达我内心那个，他就想唱歌，啊，唱歌还不足以表达，他就游，啊，这个就是游了以后呢，哎呦，摇摆以后他就要舞了，啊，就想跳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啊，这地方很好玩啊，舞了以后，哎，他开始不高兴了，这韵呢就不高兴。这个摆在这里好像不对，这个地方呢是在《礼记》里面有这个话，《国典楚简》出来没有？到这里应该是句号。高兴要经过陶、咏、游、舞几个环节，那么这个不高兴要经过凄、叹、辟、庸这几个环节。啊，高兴了怎么就又变成不高兴了？但这段话我们在读《礼记》的时候，下面有郑玄的注，所以大家不敢怀疑它。就《国典楚简》出来，中间没有这个字，啊，所以包括郑玄的注，这个大概后来这个本子啊，这是眼文啊，不小心抄进去。郑玄看到的本子就已经是错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国典楚简》的这个本子没有这句话。那么如果不高兴了，要悲悲戚戚，要长吁短叹，这个辟呢要捶胸，啊，这个庸呢要跺脚。所以我们这个有文化的民族呢，哎，这个东西有好多品，有9品，是吧？是哪一品这个位置比较合适呢？这个竹子有很多个节，哪一节是对的呢？哎，我们要想找合适的品、合适的节那样，那么这种规定叫礼，3天可以不吃不喝，第4天要吃。然后这个悲伤一开始和那个过了1年之后，时间长了，稍稍的减。好，这个丧服要换了，啊，到了2年了，1年有个祭祀叫小祥，啊，大祥、小祥，到了25个月，就实际上跨了3年了，就可以除丧，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啊，那个时候这种孝啊这种东西啊，还大家不太敢谈啊。我那时候写了一篇论文论儒家的孝啊，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提心吊胆啊，说不定会有人站起来要骂，要拍桌子说你啊，这还好。结果那次有人跟我提了个问题，哎呀，我就觉得有的人说，我们对父母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3年就结束了呢？这不对呀，这话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对吧？这东西就是戎狄之道，往往会有这样的。因为什么呢？你一个人这个悲痛啊，总要走出来，你不能使一个人一辈子都穿丧服。对不对？爸爸死了，那丧服还没那个呢，妈妈又死了，那马路上所有的人都是一辈子都在穿丧服，对不对？所以圣人了不起，他有一个志断，就说哀表达3年，而我们普通的是1年4季，一个季节换了，
父母觉得这不够，我们翻一倍是2年，我们再加1个月，3年。那么3年是表示父母养我3年才能离开父母之怀，这是我对他的报。那么我们总是呢要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来，因为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要发展，对吧？那么我们对他的恩情呢，是每年有通过祭祀，过年过节的祭祀，我们永远铭记他们对我们的恩情，是吧？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孝，只有当自己的生命不在了，这孝才没有了。他尽管走了，我们还有祭祀，对不对？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缅怀他们，来纪念他。所以儒家这个丧礼它是非常深的也非常合理的。这个地方都开始有了。刚刚死的是3日不待，3个月不谢，祭就是1年，它是慢慢的那个了，是吧？到了3年还保持着有恩之塞也对于他的这种恩情呢，慢慢的会递减那么圣人呢，因塞这个不能念杀以至节。3天怎么样？3个月怎么样？1年怎么样？慢慢的上，所以3年，贤者不得过，别那个了那要以死伤身的。不孝者不得不及，死了父亲，你3年你都这个伤都不肯服你这个畜生，对不对？所以他规定一个东西，这东西呢，上至中庸也，他取了一个合适的一个度，25个月。通常叫3年，当然一个说法是27个月，就是连头大尾3年，那么这个孝这个丧期才是合适的。过了3天就要吃东西了，过了3个月，沐可以洗头，对吧？你中间不能天天洗澡因为你的这个哀痛的，你想不起这些东西，你也想不到要吃这个是呢，都有人在提示你。毁不灭信，不以死伤身也。我前2年到南方某个省有人在那里弄了一个殡仪馆那么有一个高校呢，在那里开了一个关于丧礼的一个学术讨论会那么我去参加了。参加了以后一看呢，那个殡仪馆那简直就是4星5星级宾馆这个晚上睡觉都席梦思那里面沙发好得不得了。我说这父母死了还有心思住这么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不哭，父母死了都不哭，你那个泪腺去割掉或者把它烫死算了那你什么时候哭呢？没加上工资哭丢了一个钱包哭这个人的哀伤最大的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呢，就大家就不再了解这个丧礼它要表达什么东西，怎么表达。祥是大祥小祥，你可以弹琴了告民有终也一个礼仪总是要结束的，是不是现在我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某一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了比方外国的或者是我们国内的，那么大家给他发唁电经常一开始惊喜很吃惊的或许谁不幸喜逝世，下面就是请他的家属节哀顺变，这4个字几乎都用的。这个哀要节不是鼓励他放声痛哭他2个礼拜吧，完了那出大问题的顺便要顺应这个变化人已经死了不能再活
啊，你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对不对？哎，那么丧礼，这是我们哀戚到了极点的一个时刻。那么这个时候节哀是为了顺应这个变化。所以为什么让你批庸要有算呢？跳3次啊！我以前认识一个老先生，专门研究仪礼，他试了一下，跳你只能连跳3次，真的，一般我们普通的人要跳5、6下很困难，啊，他3次停了，啊，再来3次，再是好了啊，节哀顺变，哎呦这个，啊，旁边马上有人劝你，而且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那蹦啊拜什么的。啊，他有什么遗节了？哎呦，这个人要放到棺材里去了，是吧？然后这个棺材要钉上盖子了，然后这个棺材要出殡了，这一种大的遗节的时候，那么有人说现在呢，可以，啊，那么这个呢是保护我们这个健康的，对不对？所以有算。哎，捶胸也是，他不让你老在那里弄，这个人的心情坏到极点，这个健康要伤害的，啊，所以他在每个地方一些重要的环节上都安排了一些这个表达的那个方法，所以为之节文也啊。我们现在了解这节文就是，那么这个修呢，我们。天命之谓性，我们人的性是哪来的呢？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一个政府也好，一个知识精英也好，要顺应着人性，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这句话实际上表达都这个意思，要顺应着人性，我们去治理民众，这个就是顺应了人道。但这个人道呢，经常有过犹不及，所以需要通过教育让大家懂得要修正它，对不对？这就是儒家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高度的理性的这样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礼就是个作用，把你的情感控制在一个理性的度上。好，最后我要说一件事情，可能也会讲这个道家非常好玩。现在很多研究道家人经常讲，道家是讲这个人的性情我们不应该去管他的，对吧？一匹马，哎呦，在田野里嘶叫奔跑，高兴起来拿身子拿着一棵树去蹭蹭，哎呀，何等的快活！现在有的人说这是一匹千里马，把它弄过来，给它勒上嚼子，钉上掌，然后把它关在圈里面，这还有什么意思一个乌龟在泥巴水里面爬来爬去，夜尾于泥土，哎呀，何等的率性那么现在好，把这个乌龟把它里面肉掏空了，把它装在一个盒子里面，上面盖一个丝绸，说这个可以占卜。这乌龟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人呢要率性由情这个人的情感不要有任何的节制，否则就是磨灭人的天性。这话听起来，这道家比儒家还要尊重人性，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这种说法表面上是高度的、极度的尊重人性，而在实际上是把人性等同于兽性、动物性。这个猪狗没有人去想到要去节制它的喜怒哀乐，对吧？这动物的野性它想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它是把人性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实际上所有的动物性不都是这样的？没人去控制它。人比
禽兽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人性是要被约束的，是要被理性约束的，这才是儒家它非常高明的地方，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你讲理，理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我说是啊，不约束你还叫人吗？对不对？而且我再反过来问你，这个法就不约束人吗？法比理的这个约束还要多，还要严格，对不对？你不这样做，要把你抓起来，要罚你钱。理它是一种比较柔性的、比较温和的，它主要是通过给你讲道理，唤醒你的文化自觉，然后让你自觉地按照这样一个东西来管理自己的心性，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种方法。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